要的课程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那个培训呢，把声音跟影像当一个媒材，透过这样的媒材，透过你们的创意呈现出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运用，对不对？那我们虽然讲的电影课，可是电影的课程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器材达不到那样子的标准，只是那个硬体的标准不够嘛，哈，所以我们电影要通过电影的方式就假装是，就可以被那个被投影出来，那个就假装是电影的，可是那个画面它不可能像电影到那么好嘛，哈。那好，电影在电视上面，电视怎么出现在一般的节目里面出现，在 MOD 里面怎么出现？你自己架设的网站是什么？你将来在手机上面怎么运用？怎么运用？通通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就是每一组他最起码知道声音跟影像这样子的媒材，透过创意之后在不同数位平台上运用，而且还可以互相串联，最好是互相串联的。我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我，就是在问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好像各组的人恐怕在认知上恐怕不太一样。那么以后在看片子的时候，可能那个评审的那个起跑点就不同了。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先要清楚。那既然是要在不同平台上面的运用的话，那么在最后的时候，你们开完了之后，学员的这个成绩要交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组的人先透过那个present架设好的，就是透过你们的那个架设，把这个企划案做一个充分的说明，让我们知道这个说明呢，就包括你们对这个不同数位平台的运用，它包括你的行销，包括你行销的那个 proposal 你们的那个企划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完了之后，就把你们的所谓的这个窗口，不管10分钟、15分钟，放给我们看，然后透过你这个片子放完了之后，然后再透过你们的操作被点选出它的副线，看它的饱和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最后再希望你们把你们的那个在那个手机上面的把你们手机上的，把你们剪好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如果你认为30秒就可以了，就30秒，1分钟就1分钟。可是我认为手机上的不宜太长然后把它下载到手机，让评审看在手机上出现的那个效果。这样了解了吗？好，就是到最后必须呈现这样的。可是呢，也就是说，可是你架设网站之后，你设立了不同的那个副线那个窗口，它被点选的时候，看你的能力了。那可以请问一下，如果我们都没有3G 的手机，如果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很穷，然后为了那个要买一支3G 的手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3G 没办法下载这个的话，跟人家借一次都可以。你可以白南哥同学，你跟他借，把他的跟你的下载地址，你播他，该播他的，该播你的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要求你们在工程上面，而是知道工程是有另外的专业的人，可是你们做创作，你们是创作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牵涉到就是说，影像的结构上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差别。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电视 MOD 或者是这个架设网站上面出现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影像的结构，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它的画面的大小都差不多。可是，在手机上面呢，因为它手机小，对不对？所以呢，手机的影像的那个结构呢，第一个时间不宜过长，第二个它的影像的那个画面近景的部分要比较多一点。也就是你的 long 的那个镜头在手机上面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感觉嘛，对不对？最多就是，所以在这个手机的影像结构可能是全景到那个特写，可是字的部分你不可能照我们这样子那个字幕打在这下面嘛，对不对？根本看不到，所以它必须运用平面设计的这个观念跟手机结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专门针对那个手机做。不管是30秒
1分钟或者怎么样都可以，都你们自己去决定。可是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时间太长是，我想观众没有那样的耐性啊。那好，这时候那今天要给你们上的课，就是说先让你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以后会要求你们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讲那视觉的部分，现在就讲说我们剪接的这部分是，我们讲说剪接有节奏嘛哈，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技术组的部分啊，我们这边导演组的没有这种剪接的专业的人不在这里嘛哈，所以剪接其实它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我们举个例子，就拿音乐来做例子好了，我们把它当成4拍的音乐哈，四拍一个小节，4拍一个小节哈，我们就运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啊，来对比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像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哈。我没有用画面。我是用颜色，好，你看哈，它里面没有，原来是没有声音，好比1、2、3、4，啊，2、3、4、4、2、3、4、5、2、3、4，红的是绿，好，这个是很规律的，它的那个颜色是很规律的。然后我如果不讲1、2、3、4的话，你的眼睛看到它是很有规则性，这是最简单的所谓的那个节奏哈。对，好，1、2，然后我不再念1、2、3、4，你们去看那个色彩的变化。好，它这个节奏变慢了，对不对？啊，可是它跟刚才的那个画面通通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是用了4个小节，等于16拍。啊，四拍一个小节，4拍一个小节，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刚才有16个，第一个是有16个画面，这边减半了，变8个画面，啊，你们去感觉那个视觉上的跳动啊。好，这个画面更长了，它变成4个颜色，就是一个是4拍嘛啊。这个已经跟刚才的所谓的等比的画面的那个长度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它还是在这个16拍里面，所以将来在剪接的时候，就是说它有一种节奏，透过视觉产生的一种节奏跟一种感受在这边。那如果跟声音结合在一起，就会更清楚。可是当没有声音的时候，影像它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节奏存在，而不是没有节奏。1、2、3、4、2、3、4、3、2、3、4、4、2、3、4、5、2、3、4、6。没有了，4、2、3、4就没有了啊，对不对？4、2、3、4，就我前面这种是什么？如果当你一个影像很长，
在那边让人家就是专注在那个一个长的画面，突然后面是短的镜头，或者是特写，又短又特写的镜头，它会产生一种视觉的一种压迫性会出现了，对不对？好，1、2、3、4，2、2、3、4，3、2、3、4，4、2、3、4。5、2、3、4、6、2，好像我念得很快，就像这个，它就是解构了原来的拍子，可是它这每一个刚看到，每一个它的长度通通都是一样。我要跟各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节奏，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它有一个鼓声是固定的，是1、2、3、4、2、2、3、4、3、2、3、4。可是有时候他会反拍，对不对？他可能他唱的时候在第4拍，第4小节的第4拍，他有一个强音出来。那么，所以当他前面用了3个小节很长的时候，突然你有一个很强的拍子出来，它产生的视觉效果是什么？可是如果把这个东西一直延长变成一个片子的时候，它基本上片子是有一个节奏的。如果你们在拍戏的时候能够包括这种节奏感来自于什么？一个是你有效的设计，第二个是来自于你对这种节奏的了解跟认知，能够转化成戏剧的方式去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符合这样的那个节奏，那么它就会呈现非常精致的感受，而不是在那边就是好像没有章法的在那边。当然这是一个节奏，那它必须配上那个影像的，就是视觉的角度，包括你近景、中景、远景的这个摄影的部分，那是另外一个部分来谈，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摄影、剪接、声音很精确的设计，那么它的精致度就更容易被提升出来，而不是说我高兴拍什么我就这样子去拍，拍完了之后就把它剪在一起。它在你的脑海里面必须要有声音的节奏，要有影像的节奏跟表演的节奏、演出的节奏。因为我今天没有谈纪录片我们讲电影，就是这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跟那个表演的节奏，把这3个通通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精致度就会呈现了。而这3个呢，它必须分开单独思考之后，才把它连接在一起。今年我在做那个金曲奖的那个评审，入围了蛮多的，有6个片子。那这里面那个片子呢，就是因为评审都是多数决嘛，也不见得光都是我喜欢的，现在也不晓得它的结果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把这个入围的片子放给你们看就是从剪接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放的是那个陶喆的那个鬼这个片子我对他的评价蛮高的，就是说他一直在颠覆，就是他从真实进入幻觉，幻觉进入真实，你都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到最后你都还不确定到底这里面真实跟幻觉中间的对比是什么。然后呢，他又把陶喆一个人其实在演2个人，一个穿条纹的那个衣服是他是善的这一面，另外一个穿那个黑色的那个衣服是恶的那就是人的本质里面属于恶的那个部分。所以因为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构想，建构出这个故事的逻辑之后，他才能够做这些要求，他才会要求表演的那个节奏是什么。所以穿白色衣服的表演的时候看起来陶喆是个好人，可是当穿那个皮衣的陶喆在唱的时候，他看起来就有一种那个 evil， 有点那个邪恶的那个部分。而他的背景又很多是在那个监狱里面
拍的。那么这就是说陶喆的歌词里面，也许认为这个世界现在面临一个就是那个恶的势力啊，非常的庞大，想要跑出来啊，想要闯出来。可是这个片子呢，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他可能的用意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可是呢，一个好的东西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人会跟他的那个生命经验结合的时候，他会产生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这个片子在大陆被禁掉了，就因为大陆的人解读，中共在解读啊，就是说你讲的那个是说我们压制人权，所以就把它禁了。因为他后来关了很多的人了，就。而且他用戏剧的手法，它里面这个 MTV 它运用了戏剧、隐喻、暗示，还有人的人的那种正反两面跟那个颠覆的这样手法把它完成。所以它短短的几分钟的片子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元素。所以这个片子我对它的评价是蛮高的。要确定的。声音有吗？没有声音就。后面那个声音大一点可以吗？再大一点吗？灯可以关掉。这可以讲，这样可以。
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他不必留恋，他在我里面，他们把味来形容的圆满，不怕你爱的有我累，千万不能让自己睡。鬼，他们是鬼，鬼，全都全是一群鬼，鬼，一死不了的鬼，鬼，鬼，他们来鬼，鬼，你不能把你追，让你把别人追吧，你把你追的鬼，啊，你是个鬼，可你是个鬼，你是个鬼，你最不知不觉变成死不了的鬼，鬼。你是个鬼，鬼，全都全是一群鬼，鬼，一个死不了的鬼，鬼，鬼，我是灵有鬼，许个是不算是臭美，你的血在哪里发霉？这究竟是谁在打谁？啊，我是个鬼，可我是个鬼，我是个鬼，你到底怕人还是你也有个鬼？鬼。好，我们看那个片子啊，你看那个片子，我们去解构，我们要有能力去解构片子，然后你才能够建构自己的那个想法。那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说啊，一个短短的大概这个片子头尾将近大概5分钟左右，在一个创作者那个导演的那个思维里面，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思考的过程，他怎么去建构一个故事的逻辑？他怎么赋予人不同的，在不同的段落里面赋予他不同的造型跟意义？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陶喆把它正邪把它分开来，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才行啊。然后那个陶喆就是比较正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今天再看一遍，其实我前面看过2次，我今天再看一遍，我又感受到就可能导演是想说我们现在真正他想要控诉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恶的势力越来越庞大，那个陶喆是被绑在那个电椅上一样这样的，正就是善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被约束住的，是恶的那个部分被释放后来，然后到后面通通都冲出来了，对不对？通通都出来了，包括陶喆他自己，他也是那个恶的，也是一个鬼嘛，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想法，然后透过创作的手段，才能够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手段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他的那个节奏、表演的节奏、声音的节奏、原来的音乐的那个节奏，还有影像的那个节奏。他这个剪接其实非常的碎，可是碎它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里面很多只有2格、3格，。就是一闪就出现就过去了。
那要非常熟练的一个经验，他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所以好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当他看完一遍之后，他还可以再看第二遍，然后可以再增加你更多的联想，然后可以再看第三遍，因为有更多的联想出来，也就是它里面的元素非常的多，也许我第一次忽略了，可是它会越来越饱和，它就有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看一遍就忘记了，对不对？啊，那另外下面要放的这个，你们很多人大概也很喜欢这个人，尤其女生，王力宏的那个什么花田错啊，好。看完了刚才那个，我们再看花田错啊。它的影像结构就像刚才怎么突然到有见到鬼了？它的影像结构，你想想刚才放的那个色块，是不是像最前面的1、2、3、4、2、2、3、4，已经很规律的，对不对？还要看吗？我从来没看完这个片子，我看不下去的。啊，这个不用看。其实我要讲的，这个片子不是音乐不好，啊，不是王力宏不好，是那个导演的问题。这样子的音乐跟这个演员交到这个导演的手上，他只能这样子的处理。他只会这样子的处理，1、2、3、4、2、2、3、4，这个很规律的，然后他没有内容，他只是无意义的画面的那个衔接，也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王力宏，反正是一个 idol 嘛，来了这个画面这样子搔首弄姿，充满了自恋，对不对？你就看不下去了，你不晓得他干嘛了，这些，这因为他没有内容。你就没有让你要一直看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嘛，啊。对啊，他就是用 idol 在那边搔首弄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难道刚才那个陶喆会看不清楚吧？然后因为那个骗子的关系，那个骗子的关系，那个歌的关系，可是刚才陶喆那个片子全部也是他演的，可是他人的个性是饱和的，他有各种不同的情绪，他后面有很多的意义去支撑他嘛，对不对？就是看导演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嘛，就让拼命
好，结束了。下面这个片子呢，我不晓得导演的想法是什么，不过我看了有一种感动，讲不出来的感动。因为当你很注意世界潮流的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它饱经战乱，基督徒跟佛教徒在那边打了几千年了，然后他们很克制这几个表演者，这菲儿啊，他没有引爆舞蹈里面强迫要给什么情绪。这前面就是他对这个战乱有一些感受，他用这样的视觉的表达的方式。那个音乐可以大声一点，那个这首歌很好听。多事之秋，耶路撒冷的天空，破碎的梦，应许之地，消失中。你深深的外表之中，有多少爱？这苍白的仇恨啊，你想证明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对你有了遐想，就让陪你无止无尽的诉说。You used to be like an angel, but now a devil. 多残酷的笑话，我逃离，我冷静下来，就让仇恨四方，带走伤，带走痛，让眼泪不再为生命找个出口，让虽然红天空，却有人去承受，愿天使曾飞去，灰飞烟灭中，把爱降落。
也曾飞去，为飞蛾魔咒，多爱降落。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有的画面比原来的这个歌词更感动人，因为你听的那个歌词的时候，就是只是词义嘛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个想象。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说他们那个人道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分寸拿捏的非常的好。他们只是这个团的飞蛾这3个人到了耶路撒冷唱歌给他们听。也没有过多的那种滥情，不会去发糖果啊，什么搞那个老美帝国主义的那种假温情，那个没有在里面出现，没有说去发糖果去抱小孩啊。他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陌生，可是我给你感受到，就是说他对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太长的感情，可他知道这个城市历经过岁月里面的一些颠沛流离的，所以他只是3个人在那边唱歌唱给他们听。然后那个导演的那个镜头，他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问题是导演必须要有想法，然后导演就让那些人唱歌的人跟旁边看的人通通融合在一起。其实我里面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说，后来里面有映射很多他们3个人在那边摆 pose 的那个画面啊。如果那些画面没有，而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街道啊，或者人啊，我觉得他的那个 focus 会更集中，那感动力会更强。他们突然在一个巷子里面3个人摆 pose 在那边唱歌，就有点怪，对不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好像很有人道的那个精神，跟就是唱给那个耶路撒冷，不管是回教也好，是阿拉伯人或者是那个是基督教也好，基督徒也好，他只是唱歌唱给他们听而已嘛。所以很可惜，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他映射了好几个画面，他们3个人有的靠墙翘脚这样摆 pose 啊，有的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他的 focus 跟他的那个主张会更清楚。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这个片子跟前面的那个鬼那个片子，在制作费上面差108000里，对不对？它这个完全写实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如果那跟王力宏比起来，他也花了很少钱，王力宏又打景又做特效啊，搞了一堆，可是不感动人啊。所以根本是什么？在创意，在你没有拍之前，你的想法清不清楚？还有你对自己的执行力了解有多少？你做得到做不到？所谓做得到做不到，就是我还是要重复的再提醒，就是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表演的节奏，这是电影嘛哈？怎么你的执行力能不能把这3个 match 在一起？产生一股动人的这个力量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这个叫做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如果只有我一个评审的话，我就给他第1名。我每看一次就笑一次。信用就简单的快乐，天意甲人无量，盼阮心爱笑脸，到边是后命。
甲人无用喊，阮心爱照呀哈甲别人心后呀。啊？为什么要禁啊？台湾很开放。对啊，我就不觉得他有什么该禁的。因为很多 RV 的东西。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啊，对，他非常的有创意，而且都是原创。对。都是原创，他没有 copy 别人。其实陶喆那个里面啊，后面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喷水的、喷那个下雪雨的那种，其实有形上有点抄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以前的那个什么，有一个，对，有点抄袭，有点。可是因为问题只是这一部分，它的结果就像这个就完全原创性，拿我们的农民力，对不对啊？然后他所有的导演一定要有想法嘛。他把所有的故事的情节通通先想好了，按照那个歌词都分好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拍很简单，因为你想好了之后，他通通都用绿背景或者蓝背景把人物拍下来，全部通通后面用电脑做的，而且他不要用很高级的电脑 Premiere 就解决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意嘛，对不对？非常简单就把它做完了，用个绿背景，然后把人物通通拍完啊。抓进来存档，然后后置，我们就开始把它作业。然后，可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对台湾社会最后那么多那个人，他就讲所有那个台湾人的，不管是宗教上的，或者是食补的、外劳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他说包括对台湾独立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跟主张，他都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原创性嘛，就是靠创意。制作上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他只要有想法，他们这个团就那5个人嘛，全部都自己演，也不要钱，小小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可能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工作室，那个墙壁啊，给他拉涂绿的或者说的蓝板的，就拿一个那个 DV，
就这样拍了，然后他们抓进来，然后用那个特效就这样子哗就处理完了，成本非常之低，对吧？可是很有趣啊，对吧？这就是它的那个原创性嘛，哈。老师，可是身为一支影片，我觉得它很棒，很吸引人。但是身为一支 MV，它会不会 over？就是你根本忘了它歌是什么。我是会看那个，我想大家对，如果他的影像通通让你有那么强烈的暗示性的时候呢，你那么清楚的话，你一定会记得，一定记得这个是什么歌名。连歌名都没注意到。是浊水溪公社，你一开始你就应该很清楚，它前面很清楚嘛。那不是他们团体名称吗？对，浊水溪公社欢喜渡慈航。哦。就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有另外一种概念，就你还想再看第二遍，啊，你要看第二遍，你会想要知道到底它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连续再看好几遍的，因为它里面那个开头有时候我觉得太快了，你们恐怕没办法看清楚。它下面外劳那个泰格伍兹啊，有没有？他在讽刺啊，泰格伍兹先拿扫把打高尔夫球，其实他是在做劳力的，在台湾最低阶层是扫地的，就是做劳工啊、他其实每一个画面都有多重的元素跟意义在里面，所以他这个片子其实他可以看很多遍，你越看你觉得他很多暗示在里面啊，有些他也不便讲明，不过他把那个独立跟建国那两个那个弄的就太明显了一点，我觉得，两个贡卡在那边就是太明显了一点那个。好，你看下一个，这个要给各位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视觉就以为是3/4的，我们能不能解构我们的影像呢？这部片子前面很好，就视觉的导读性很强，叫《我们的海》，叫苏打绿的。他不要你看到的通通都黑的。看见变成一片空白，直到总是否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想要勉强我看看，太多困难会让人害怕看未来，一直到我不想离开，一直到我无奈，如果时间一直走得那么快，我怎么对你依赖？是我的爱，阳光的下午慢慢感染。废弃的梦想都变成爱。
你在，我多不想明白，我只想将来一生温暖在海洋，我们心里会不安。好，这个片子啊，要放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它的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歌。可是呢，它歌跟影像产生的视觉的导图，然后解构了我们惯有的那个影像的那个思维，就是4:3或者是1:1.85，对不对？那这是他的那个创意在这里面。还有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是最好的一个示范。这个片子我看了，大概2万块钱都不要就拍完了。车票大概300。没有，他还要就算要机器嘛，对不对？他们就到了一个海边，那路上拍到那个新竹那个海边，拍完了，然后回去补那个弹琴的，对不对？就剪好了。可是他没有很烂啊，我都觉得比王力宏那只好看啊。对不对？他有想法嘛，对不对？最起码他有一个想法在。他好，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好，那我那个影像跟音乐怎么去结合？最起码做到音乐跟影像结合，怎么去吸引看 MV 的人的注意力？我怎么又透过影像去做视觉的导图，让你更专心进到他的歌里面？他的目的只要你进他的歌里面，没有多余的附加价值。他的影像的结构就是让你很专注的进到他要设定的环境。出发点非常的单纯，制作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少，那它不见得很差，对不对？比起那个王力宏花了500-600万，那个也花500-600万，陶喆那个也是很贵的，因为他那个灯光摄影都是电影级的了，那个跟这种，你就自己要想好啊，没钱有没钱的拍法，全部就外景了嘛，对不对？自然光嘛，进到电脑里面，色温再稍微调整嘛，对不对？可是要什么？如果你连这个创意都没有，那更别谈了，什么都搞不出来，对不对？啊，下面这个呢？等一下，老师，刚刚那支 MV 也是入围进去。哦，没有。给你们看的这里面呢，只有那个鬼跟那个欢喜度慈航，就是说西公社那2个有进的。好，这个片子其实，在我们讲说那个负责剪接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些基础的那个功力了啊，是有他剪接的那个功力在。不过这片子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偷机，就是那个把周杰伦拿到那个阳明山跟车子放在一起，然后就一直他在摆 pose， 要不然了不起就是擦车。然后别的那个开车那个时候，你们有看过那个头文字 D 吗？都是电影里面把它穿搭在一起。不过透过他剪接的技巧，我们不能否认他剪接的技巧不错的，变成2个时空，一个好像是他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面去回忆那个他那个赛车的生涯，但他基本上是一种取巧的这个方式。所以站在金曲奖的角度，这种片子不值得鼓励嘛？你看他用取巧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个片子也没有入围。其实他也不能够入围了，也不是他的剪接说是不错，可是你要跟那个鬼比起来，我觉得比那个鬼比那个陶喆的那个创意啊，他这个只是很手捻的那个剪接的那个手法去处理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就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其实目前啊，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几个大咖的，什么王力宏啦、周杰伦跟那个陶喆，
他们都运用了非常多的那个元素，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的元素。陶喆前面的 opening 用二胡啊，对不对？那个花莲座用京剧啊，这个用那个康熙民谣，嘚儿飘嘚儿飘，嘚儿我还比他会嘚儿嘞，这个。他不会嘚儿飘嘚儿飘，应该那个康熙那边叫嘚儿飘才对的，嘚儿飘嘚儿要这样才行啊，对不对？再结合了跟康熙民谣，目的什么？它是要它是商业市场的那个操作，它的目标是针对那个大陆市场。对不对？台湾已经不是它最主要的市场，那个唱片量什么都是有限的嘛。那可是这个我都无可厚非，而是它本身在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呈现出十足的创意，跟它的未来性，或者它可被留存的价值是在哪里？对，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解构啊，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当你懂得怎么去解构，你才能够去建构嘛，哈，有这丰富的经验之后，然后去建构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当然，就是创意是最重要的啊，没有创意，一切都是假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怕放不完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只有2周嘛，对不对？3个多月，到10点，到10点了。好，那不行。这一段呢，是我拍的一个布袋台湾布袋戏《掌中舞春秋》。那我是透过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的原来拍这个纪录片的想法是什么？透过布袋戏的这个形式来看台湾史，而这个台湾史是从汉人移民到台湾，把戏曲、把布袋戏带到台湾来。可是呢，戏曲它只是一个窗口，主要就是谈那个台湾的这个近代史。那这一段给各位看的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日据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日本快要战败了。快要战败的时候，那美军常常过来轰炸那个台湾，所以台湾已经民不聊生了。所以在那时候，所有的那个台湾人那个心情啊，是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够台湾呢能够重回祖国怀抱嘛哈。那时候所谓的祖国就是那个国民党统治的，就是的那个怀抱嘛哈。然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那个环境有一种情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导演就必须选择，我那时候就选择用音乐变为主体，用音乐来表述当时的时空之下的台湾人民他的心境。那个战争呢，变成是他的背景了。所有战争的那个声音啊，炮火啊，这个战争场面，它变成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导演非常的强烈诉求是什么？导演强烈的诉求要观看者进入到老百姓的那个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去了。所以，第二招啊，第一拢家嘅头提嘅啫，睇啲話啦，睇啲本來你近啊，啲啲哦，即時啲就講，你來，人要自己變咯，等到咩就先知道看，我講我事啊，我就本來係話好大聲，我啲就啲這事啊，講太大，因為就本來講咧病死啲都唔多啊，就叫人太大，太大。我跟啲企我哋班跟啲後輩我哋話我睇端入面跟住就這樣，做咩就嚟嘅冇得知啊？邊買咩啊？你嘅我點解愛啲舊公家？你嘅所處我愛舊公家，邊隻公家好幾位？
First broadcast of the universal city of the world. Then he renounced his divinity. Now he tried to soothe the fears of famine among his people, but they were skeptical of the power of their former god. 好，像这个片子呢，除了前面的那个访问是我拍的之外，所有的那个画面呢，其实它通通都是资料片，对不对？而那个资料片是1945年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片，是当时的时间的，当时的时空，透过我们的那个剪接，描述第一个就是1945年的时间跟空间。可是呢，用这个音乐是在2001年的，这个是2001年完成的，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我把用这个音乐变成现在的时空来诠释以前的那个台湾的人的那种心境。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要做影像跟声音的表达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明确你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很明确的要建构出观点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观点是我用第一时空、第一个时间空间作为表述的主题呢，还是就是说我用客观的角度我用第三者人称去看第一时间空间的事情的那个发生，对，变成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历史的过程。当然还有更多更可能产生的那个一些表现的那个形式的那个语法上面。这语法上面，就是你也可以用戏剧创造出符合史实的用戏剧的方式呈现符合当时时间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用我现在的方式呈现那个时间的时空，跟真实的记录的那个时空产生一种对话的一种机制，这也是可行的那要再直接去。为什么？他们进。这上次没有放给你们看过。可以小声一点，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已经不存在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它比较像 MV 嘛像一个那个 MTV。可是它的那个影像结构，除了暗示隐喻之外，它还必须要符合那个历史才行。
之后，不过在这个时候的马斯达邦呢，比较是属于介绍型的自我介绍。当然，马斯达邦的那个内容大概也没有没有之后，过去应该把过去也。下面那个周族呢，就是不同的时间空间。我有演出的部分，演出的部分它是开场，代表着他们在诠释他自己的族人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切入到真正的那个仪式是记录的。所以他有演出的这个部分，有记录的，有访问的，他把3个不同的形式把它融合在一起。真正真谛的名字叫梅尔佛，不是梅尔什么。那梅尔佛的就是说，当他们去养伤，连到这些比较有地位的那些人的口带回来的时候，才会有梅尔佛。为什么今天说这个是藏祭啊？它并不是表演，因为梅尔佛那个一小节仪式就落到那个今天的那个。他在最前面就奠定他的位置，他是诠释者啊。过去埋水的时候都是有头目把长老围集起来，然后接定一个时间，那么时间接定了以后，就展开不相的一些筹备的工作。那么男孩子们不知道上去打擂，那女孩子在家里准备做酒工作分配得很好。做酒的那样搓什么？你们要训练耳朵跟眼睛可以分开定位，所以看东西。全部都要是拿去活动，还要听出声音的层次。因为拿去看，因为转化过以后，你们实习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声音？是部落的阵仗，部落族人力量结合，等于说是人跟神之间，跟人之间，部落之间的一个力量，一个重新的整合。
在一起的一个整个族群的一个融合啊，就是说从一个家族的祭典哪方面的就是要分享，大家这个长义的人要一起喝。你这个孩子我送到鲁班以后，因为天神还在那边，就是我给天神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是一个经济出身，这样。很神圣的地方，除了有一个祭祀之外，或者是祭典的时候，像唱我们唱河东水边在这里唱，所有祭典的时候在唱。那待火把的经常绝对不是为父的女孩子，而且不是玩家的女孩子，是玩家的媳妇或者是世家的媳妇，就到那个中央去把那个火放在里面。他意思是说，他放下了火，同时这个记号那个掺杂在里面的鬼魂全部烧掉，那种火是整个都是代表整个族群的火，跟那个古板的火，两个就生命。听到我们要联系的话，就到会所来还有说希望透过这样的经验，请上天来保佑我们的一切。人以前也好，虽然他的唱法一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曲来习述一些事情，那个也是一个祈祷的含义在。结束的最高，这个是已经不机会把任何人可以参加，你的或者是外来人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宗教的话，那个马西本来是一个宗主跟上天的一个关系，它变成它是一个观光，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对文化来讲是悲哀的。
个排湾族的组织体系完全是以我们的记忆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核心和精髓，因此在各种记忆当中都有每一个人的职权，不能越权。所谓的来了，就是周祖先来跟我们人间一起庆祝，所以不是5年的意思，而是招祖先跟我们人间一起做这个神圣的庆祝。像这台湾族的部分全部都是 PD-150就是你们用现在的武器是就是用那种简单的器材拍出来，在那个党区部落的魏那个地方做的仪式，那个叫阿加因啊，阿吉那阿加因啊，怎么样？也属于土地的房契，也属于这个部落的房契。它叫台湾族的仪式每一座山、每一个农耕地都有一个石头位格。所以他就从那个大家啊、芬兰人，或者说是大家啊、高吉曼那个地上延伸往各地献祭、献上祭。20号，另外一个地方是狩猎的，狩猎的地方通常是由男的祭司到那个地方做这个仪式，不是女的祭司去做，所以分2个地方，一个是拿那个狩猎的那个方位的，就到那边献祭。祭司们就到河的往翻了，把斯楞就是遮护河的位格点，祭祀的10位格那个地方去做祭。应该是去了3次，第1次是驱除污秽，那第2次去是希望那些恶灵或善灵来的时候，那些水族里面的东西不受害。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顺主灵的第2天做那个驱除那个遮蔽物，希望今后水族里面多繁殖。
我们这个祭歌，我们通常会说它是标本，就是变换。每一句的前面到后面都会有压和来压语这一句哈。每一句的意思，它有每一句的意义，所以很笼统的说，首先要跟祖先们说，我们已经到来了，请你们来吧。还有希望主神祖先们带来的是光荣、名望，祈求这个祖先能赏给他们很丰富的猎物。还有也希望祖先们赏给我们这个灵魂和小米，好使大家丰收啊，就是包括在这个歌词里面的意义。那这个神的祭歌不能变形，只有在祭中才可以招祖灵的仪式哦，我们的观念上来讲，不只是善灵带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恶灵也同时就蜂拥而来，所以特别用那个来做一个仪式用。安全距离，请各位合作。勇士的那个歌曲是主神在那个歌词里面有唱到的那些主神所带来的福气，或者是不好的。如果是好的一面来说，吃到酒的这个人，可能在内会给他们整个家族一个很好的运气啊。如果这个球带来的是不好的，
那你在5年之内跟这个家属都会有不好的现象发生吗？感谢我们的主持人，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一般的时候不要应该知道这个球你得到的球是好的坏。他们不愿意我们多问啊。他们是说重要的是那个肌干叫骨干，没有说只整理的肌干。下午只有那个吃到就撤除吃酒架跟鸡汤。我们的刺球场的勇士们都要开始啊！看到我们的主干这个2杆的内。他们是怎么处理最后吃到的骨干呢？他应该是放到祭祖再做仪式，以后再给那些得到的作为留念。我们排湾族并没有分男女之分的继承，而是以投胎孩子为主的继承。那么投胎孩子只要是男的或女的都没有关系，就是有投胎孩子继承这个家产。头目也是一样的，一般平民也是一样，所以还有女的头目。我们台湾族传统的社会阶级非常分明，每一家头目都有自己的体制系统，他们都各有属名。
看完的话非常的长，有各族的。那因为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分了那么多组嘛，哈，能够拍的东西呢，戏剧的部分有拍戏剧的有哪几组啊？请举手看。是你们是同一组的吗？不是啊，一组的就一组，只要一个举手就好了。有几组在拍戏剧的？1、2、3、4、5组，6组在拍戏剧的。别的呢，大部分纪录片的呢，拍纪录片形式的6、7、8、9组。还剩下的呢 ，MV 哦，啊，对啊，9加6，你看我的算术有多差，9加6我都不会。如果去玩那个什么小鸡大财神，我一定输的。因为前面那个电影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已经做了一些说明了嘛，哈。现在我们讲就是针对这个纪录片，我们讲说那个戏剧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创意是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因为时间、空间是可被控制的，对不对？时间、空间是透过你的创意整合，然后不行，表现得不好，它可以 NG no good， 然后重新再来过。可是纪录片它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尤其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它不可能 NG 啊，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拍好它就停下来它的那个祭典仪式的进行嘛。你也不可能拍纪录片而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当仪式性的在进行的时候，你不可能去主导它，对不对？你也不能够去摄入，你也不能够干涉它。可是你要拍到它精髓，拍清楚它的逻辑，那就是靠你很好的田野调查的这个基础。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之后，才去建构一个节目。好，我们讲说开始要去建构一个节目，我就拿这个片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好了。就好，我那时候决定就是说，透过原住民的乐舞、音乐、舞蹈来看台湾原住民各族的社会结构跟仪式，它是要透过音乐跟舞蹈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然后呢，我又想到我要把时空拉长来奠定原住民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合法性，所以我必须从历史，就是汉人还没有来之前，大洪水之前，他们这些人种就在这边。可是那样子的时空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只好用戏剧、用特效的方式去处理。上次好像我已经放过给你们看了，对不对？然后在我的思维逻辑里面来讲，那么要介绍台湾的原住民来讲，我总要选择一个方式嘛，已经有一个谈的目标了。然后方式是什么呢？我就由北往南，所以从泰雅族塞夏族，然后少族、周族排湾族、鲁凯族，然后是那个阿美族、卑南族，而它的系统也是由父系由北往南，然后父系的台湾来谈双系社会，就是台湾族跟鲁凯族，然后谈母系社会，就是那个阿美族跟卑南族，这样子就理出一个合理的一个顺序。你不是跳来跳去，那个观众会模糊嘛，所以他必须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有了这些逻辑基础了，再加上你事前做的很好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去谈创意，才能够谈创意。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好比我用戏剧的方式，像排湾族这一段有好几种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有戏剧的演出的部分，像那个婚礼的那个部分，它是用戏剧的方式演出。因为传统的婚礼现在都没有人在举办，那老人有印象，是我们去拍的时候，他们整个村子就重新把那个传统的那个婚礼重演一遍。可是，在演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那个现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
是透过你的安排发生的。那纪录片你也必须诚实的面对，你不见得用讲，可是你用影像让人家感受出来。所以它那个色调，我就特别把它做了一些处理，把它变成暖色系的，比较温暖的，对不对？他们的婚礼。可是刚开始的是有一个讲述人啊，就是那个吹鼻笛的那个人，那个人颜色都是正常的，坐在屋顶上，他来讲这个婚礼。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哈，那我要讲这个婚礼的时候，你也必须开始分段来处理它的那个逻辑。我这段要怎么表现？这就是我们开始要延伸你的那个创意。好，先从结构上，我们分了很多小段出现。这小段的部分啊，婚礼的这部分，我挑出一个笛子，那个笛笛来作为这个族群的抽象的一个诠释者。他有时候人出现，有时候人没有出现，对不对？用这个笛子来作为一个诠释者，透过这个诠释者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就是现在时空不拥有的，是我用戏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用暖色的方式。那真实的那个部分，我就用真实的这个色彩让它出现，让它。那么事实上，它是透过了影像的处理，让人家感受到你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想法是什么。那周主那个也是一样，他是透过了访问跟那个领唱的那个人，他会先出来，那个是表演，透过那个表演才切入到那个记录里面。因为本来就是透过那个人唱的，如果你先不出来那个唱的，先是仪式，会产生这个混淆，也就变讲不好听，人家会说你欺骗了那个观众。那个声音明明是那个表演的那个声音，那你把那个现场的那个部分假装是他的这个声音，所以在说法上，当你要面对群众去做说明的时候，他就会露出很多破绽出来。所以你必须在思维的这个过程里面，通通都要想得很清楚，尤其有这种祭典仪式的这部分，在特有的时间空间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必须要合理的一个建构。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之后，再用这个那些表现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它比影像的结构刚刚谈了。那么声音怎么办呢？声音这边有歌。歌是我们当初决定，就当初用歌，透过这个歌曲来谈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跟它的祭典仪式，所以歌它是主轴嘛。可是当它有歌跟人访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声音的比例要怎么样去放呢？访问的声音要拉出来，本来歌是主轴，对不对？当有人的声音出来了，它的 level。的时候，这歌变成他的背景的声音。那这个背景的声音后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歌又在诠释，除了他在唱歌对嘴唱歌的第一个时间空间之外，他可能透过这个歌又讲一个现实的，就是祭典仪式在进行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时候声音的表现的时候，层次来讲，第三层。就是真正的现场的声音，它必须你要决定它要不要出来。如果出来，它就是在第三层。所以当你们在处理、在剪接的时候，我这是用 Premiere 的这个软体来做的。我们画面有几轨？大概有6轨吧，对不对？声音大概有9轨吧。有9轨的声音，而且每一轨的声音呢，你可以点选它它是那个stereo 的，可以是偏左边或者是偏右边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讲说执行了，现在开始执行了，这东西都拍完了，这些影像你要去处理它的时候，影像的这个结构是按照我刚刚讲的，也许是访问。然后看到唱歌，然后拉回到记录，我们讲过这3个阶段来讲。可是，在访问的时候，这个声音你放在我们讲过放在第1轨，放在第1轨上面。然后第2轨是歌的声音，可是这个歌的声音呢，你不能够说它画面出来，你歌才出来，对不对？它的歌它必须在前面就 fade in，
进来。如果你要它 fade in 进来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用声音啊，我们声音的处理，你就不能用 cut 的这样子的做一个方式。所以最保险的方式，我们要如果让这个声音的剪接很美，空间很好的话，所以它必须把不同的空间放在不同的声轨上面。访问的放在一轨，放在第一轨，我们把它放在第一轨上面哈。那个唱歌的，我这个是唱歌的，唱歌的我放在第二轨。那个环境音放在第三轨。那么环境音有时候环境音跟环境音这两个镜头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剪接的时候，你画面觉得这样的接很好，可是那个声音有瑕疵，剪接起来会有跳动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把这个声音再把它拉开来，环境音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这样子的时候，当它这个平切点的时候，这两个好比这两个声音啊，本来是 cut 的，是这样的，会有瑕疵。我现在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我这边把它延伸 fade in， 上面这一轨给它 fade out， 这两个声音再把它 dissolve 在一起，这样子就变成 dissolve， 对不对？它的声音的瑕疵就没有了。可是这些声音只是代表，就是说这个环境，这个我们在影像里面看到的这个环境的声音有这样子的现象。可是，在我的听觉，等你这些处理完了之后，你自己在听觉上，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你觉得它缺乏了空间感。后来你想，那是在树林里面，那个虫叫的声音不够，或者在什么时候应该加一点鸟叫的声音，所以你在第五轨或者第六轨的里面，就把这些虫叫的声音然后第六轨呢，就把鸟叫的声音放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这些声音通通放出来的时候，你再用你的耳朵去听，觉得在视觉上，这个鸟叫的声音应该是很远的呢，还是很近的？如果很远的话，你透过特效的那个音效的那个处理点选，把它加那个 echo 或者加 reverb 或者加 delay， 看你的怎么去处理，声音把它拉小了，对不对？虫叫的声音你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去处理？所以当你影像剪完了之后，你每一层的声音，你都要去想象那个声音的处理的空间感是什么。访问的人如果他是面对着镜头讲，显然他对这个麦克风很近，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最真实的。歌的那个部分有对准的时候可以很真实，没有对准的时候，它变成一种描述的功能。它也许你可以把它变成好像是在好像神在唱这个歌一样，尤其祭歌。你看那排湾族的那个歌，有时候它是真实的，有时候会很空灵的感觉。那个就是加了那个 reverb， 把它声音拉小了。那个然后现场又有虫叫的那些声音，这些声音透过处理之后，让它产生一种更具有想象的空间。那这个就回复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精确的声音剪接，精确的影像剪接，精确的人物的，就是里面人物的表现，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我还在上课，已经切掉了。所以不管是影像，不管是人物，不管是声音，都要透过非常细腻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检视、处理，提升它的那个精确性。这些东西再把它融合，三个叠在一起，这个东西它就非常的精致了，因为你都经过非常详细、审慎的思考的过程，把这三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子这个东西的饱和度就够了。那当然牵涉到摄影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看了有几些同学在拍，对那个光、对那个色彩
没什么概念。这个说实在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要求你们，因为那这个牵涉到你们的美感跟器材的熟悉跟了解。你看我拍的那个人物，很少有正面的光嘛，对不对？会像那扁扁的那个脸平平的，对不对？那不好看，对不对？人是靠光影的阴暗面，白到黑，中间有灰阶，不同的灰阶，而呈现出它的立体感。所以你在影像，你拍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 monitor， 看那个 finder， 就是看这个现在叫液晶萤幕哈，对吧？看在荧幕上的时候，你就要看出来，看起来是一片毫无层次、没有深度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你是顺着光在拍的？这个光源是在我的摄影机的背后，你跟光是平行的角度去拍这个东西，它当然是平的。如果光是在我的正背后，我摄影机在这边拍的时候，它就变成轮廓变成一半的了，对不对？它的阴暗面就出来，它的层次就出来。如果我要拍我到它的背后来拍的，因为光源都能过来，你拍到的就是剪影，对不对？那你就必须补光。可是写实面来讲，你补这个光，你要补到多强？你难道你要补到跟背景一样强吗？这个失去了尝试，对不对？我们只是要它有这样子的剪影的感觉，可是我们要稍微看到它的轮廓。它采取的方式是什么？一个是把你的光圈它的目的是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世界上面，所以它运用声音也可以，运用影像也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让这个事件被凸显出来。这个当然就有它的合理性的存在了。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因为你们慢慢的，你们大概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通通都会进入那个执行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基础拍纪录片的人基础把它想好，拍戏剧的把你的创意、你的分镜脚本想好，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冷静细心，去多思考一下前后镜头的关系，然后还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回来剪接了之后，它的声音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也就是影像中的人物剪接的精致跟声音的精致，把它整个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在这个状况下，不管你是拍纪录片也好拍戏剧片也好，或者是拍这个 MV 也好最起码它会达到一定的成绩，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已经透过完整的一个思考跟执行的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够要求你们到了什么名家，可是最起码的东西出去基础面的部分，人家一看通通都达到了，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知道各位通通都是在这个业界中，各自在不同的那个专业里面，可是这样的专业它缺乏了连接，尤其是在电视台里面规划的那个课程，好比业务的部分，如果业务的部分是管电视台的业务的话，这样子的思维它就已经落伍了嘛，已经跟这个社会是跟不上了，而是一个行销的观念。而这个行销的观念必须知道，声音跟影像透过你的创意变成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在不同的平台、数位平台如何去运用，去增加它的产值。如果你们只能依赖一个电视，你们就会死得很惨。当这个主管他的艺术水平不高，戏剧水平不高，那么他又掌握钱，那你只好符合他，你才能够拿到钱。不然你不要拍节目嘛，因为你唯一的窗口就是他。可是当你把这个数位影音这个东西能够运用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话，那么电视它只是你的一个对象而已，对不对？你可以跟 MOD 谈，他出多少钱，
我们做这个节目给他，然后你的副线拉出来了之后，或者你跟商业好比你们讲美食，这个节目跟饮食有关的，跟美食店又可以收他们的权利金，等等之类的，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产值出现。那么你跟中华电信在手机上，你把你的影像把它变成个30秒的一支很好看的那个 MV， 或者帮中华电信做一个那个形象广告，对不对？你也可以卖给他，你也跟他谈，就是说有人看了之后，好比1分钟0.6毛，是不是现在最便宜？那我的那个版税是1毛，人家点选一次你就有1毛。如果你拍的很好看，很多人看，被点了100万次，才10万块。现在1分钟是不是1毛？0.6毛。我不晓得，反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个产值出现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制作节目的经济的来源，它不是单一要靠这个电视了。那相对之下，你的创作的空间就无形就增加了，对不对？你不必依赖它，你觉得自己很有水准，这个电视台的编辑还没水准，可是我只好交给他，因为他给我钱，因为你只能依赖他嘛。所以你可以反行其道，在 MOD 或者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被别人注意的时候，你再卖给他，版权变高了，对不对？这就是行销，在行销上面，你们一定数位平台的应用的行销的观念一定要清楚。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推那个互动电视，我看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嘛，才会有。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灵活的运用在不同平台上，将来你们就是革命的人，你们就是领导革命的人进入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电视的平台，不然如果电视还是按照这个思维慢慢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相对的就一直会萎缩，对不对？它就会萎缩下去。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些电视台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改变，他们也不是笨到这种程度嘛，对不对？也想要做这方面的改变。所以当各位拥有这样的知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在这一波改变的风潮的浪头的顶端，而不是在浪头的屁股后面跟着别人走。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一次，能够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运用，慢慢把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充分的运用熟悉了之后，他以后他就会，我觉得以后分众的市场会越来越明显。以后就是什么儿童频道啊，或者艺术频道啊，那你就挑你想要表现的，对不对？也许钱，我认为台湾市场还不够大，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市场不够大。也许钱不是很多，不像美国，钱可以很多。钱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就创作者来讲，他提供了比较多的创作空间，因为它分众市场会出现。分众市场出现了之后，你就针对那一块，你有兴趣的那一块，你去充分的去发挥你的创意。人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自我的成就跟满足其实是很重要的嘛，不是一直去适应别人对你的需求跟要求嘛，对不对？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包括行动数位也是可以被结合的，你还可以拍成很好的心情故事，在网络上出现，也可以跟捷运公司合作啊，太多了。其实你卖给台北市政府嘛，不跟他谈合作嘛？如果他自己拍一个3分钟的一个心情故事，像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台北市政府以前有办过什么外劳在台湾写的心情故事，短短的50个字，什么几百个字，我把这个几百个字透过我的创意变成一个 MV， 变成一个小故事，你就跟台北市政府合作，请他出钱啊，他也可以在网络上播，也可以在 MOD 上面播，到处都有你的表现的这个空间是看怎么去创造，再创造出来。我讲得很累了，因为很粗粝的讲话，有个问题了，时间还有吧哈？还有将近20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执行你们
都要面临执行了嘛，对不对？想问两个问题哦，那一个是还是你拍的原著里的那个纪录片哦，有没有做那个因为那个纪录片跟那个戏剧不一样，你拍这个原著里有没有做那个脚本，就是拍摄脚本？有结构没有脚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该 close up， 什么时候应该要用场景，或什么时候该开空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拍纪录片，然后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没办法做什么田野调查或者是什么，是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意见？就你看那个你要拍的那个主题，你当然必须要很清楚嘛，哈，你要很清楚。那么它纪录片里面有一种形态，就是说里面发生的这个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未发生的是真实的。可是呢，如果它不是仪式性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请求他们，要求他们再来一遍，否则那个不叫纪录片，对不对？戏剧的方式有戏剧的这个方式，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真实的，是有很多的基础文字的这个资料或者历史的发生过的事件来支撑它的合理性。可是，在现在的时间空间不存在了，所以我用戏剧用演出的方式。那演出的方式的部分呢，去呈现它的真实内容的这个真实，它也是属于纪录片的一种形态。就像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拍那个英国的宫廷啊什么那个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重现，可是它里面那个内容是在史籍的记载里面是真实的那个部分。那么你讲的就是说拍的那个画面的近景、中景啊，这些部分呢，其实导演如果他没有把握的话，他最起码要带2部摄影机或者是3部摄影机，然后跟这个摄影师讲，你拍的部分，他安排的位置呢，就它成为3个点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些活动在进行的过程是一个面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变成3角点啊，最中间的这个呢，你拍的全部都是 full shot 到 long shot， 左边的这个你拍的，因为它比较接近人，你拍的就是特写到中景，那这边呢就拍的中景到全身，就全景到中景，这个是全景到 long 景嘛哈，这个是近景特写到中景这样的画面的 size。当然，所有的活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知道它的长度。如果是记录一个事情，它的长度是多长？那这个比较费底片的方式就是3部同时在拍。这个的作业方式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电视台棚内作业、3G 作业，对不对？只是这3G 作业没有 take， 是从头到尾通通都录，最保险的方式，通通都录完了。然后好，我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在电脑剪接的时候，因为它的长度通通一样嘛，对不对？我就 camera 1放在第1轨 ，camera 2放在第2轨 ，camera 3放在第3轨，头尾通通一样，声音通通一样。你可以拉说，哎，第一个镜头看哪一个画面比较好，用哪一个，然后第2个好，那我用了这个镜头，这2个把它杀掉，然后看第2个镜头怎么衔接。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会漏掉东西。这是一个计时的过程，就是计时的过程，非常完整计时的过程。然后这个声轨的部分也是3轨，按照1、2、3，因应那个镜头的远近来，因为距离不同，那个听觉上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来取决。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完了之后，你怎么去萃取这中间的精华？如果这个整个过程是30分钟，可是对我来讲，我只要3分钟，那你就必须透过创作的手段，就是你要非常透过，因为你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嘛，你用这样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之后，
透过你的解读，你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的重要，可以把这个事件说明的完整。好，这个透过你把这个脚本你把它写出来，包括你要用旁白呢，或者透过一个人访问，当然用这个事件的有关的人来访问，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代表客观嘛。我在简介上虽然是主观的选择，可是在说明这个事件的时候，是找了跟这个有相关的人在讲，那么对观众来讲说服力比较够。那一般很多人怕又要再拍一次又花钱，他就变成旁白，用旁白在讲，对不对？用旁白来补足你影像上衔接的不足。可是，在影像的衔接上面，因为它已经提供了各种不同画面的那个 size， 对不对？这个过程里面都已经提供了不同画面的 size， 所以在剪接上其实已经提供你很多的素材，所以就取决于你怎么去说这件事情，你的理念是什么，你要用的形式是什么，这个形式就你的创意了，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说这个东西，够不够清楚？大致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做功课，你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个镜头先到那边去拍，就是等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镜头已经移到这边来了，它才发生。你不要在这边拍这个，结果你拍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当你发生的时候，镜头移过来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对不对？所以要能够明确的掌握事件发生的过程。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时候，变成你就要事前问清楚这个流程是什么，是谁负责，谁会讲什么，谁负责讲什么，谁在主导，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你必须看完了之后，这些事件知道了之后，然后你取决于一个角度，这个 camera set 的位置是可以同时捕捉到这些事件发生的，你都可以从你那个 camera 你设定的那个角度、那个位置都可以捕捉得到。因为这只有一部摄影机的时候，变成它要很细腻的去了解拍摄的内容，了解主导的人是谁，了解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那个对摄影师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很丰富的经验，不然他都一直拍到人家的屁股。尤其我上次举例，就有些仪式只不过一个动作，可是那个动作充满了含义。好比他在敬天觉得很重要，他敬天，他在敬天过去，他已经转身走了，就拍到他的屁股而已，对不对？来不及了。可是你觉得很可惜，他可能会为你再来一次，不可能嘛，对不对？除非那个是表演性质，你又跟他很熟，你才跟他讲对不起，当没有拍到，能不能再来一遍？可是再来一遍你只拍到那个形，因为人的表情，如果是人的表情跟环境的那个空间的情绪听觉上面其实都不连接的，都不连接的。那么变成你要多花时间，要把前面的那个空间拉过来，在这个补拍的这个背后，把那个声音要把它连在一起，不然人家从听觉上、跟表情、跟人物上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如果他刚开始拍的时候旁边有人，你叫他重来一次，他旁边的人都不对啦，都不是啦，走掉，那你就必须你的摄影机的那个角度就要避开这个容易穿帮的这种角度。也许你用低角，也许你用特写一点，或者用长镜头压缩的去拍它，可以让后面out掉。这样子的话，就你讲不太容易感觉出来。可是那些都是立即的判断跟反应，所以那个摄影师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的摄影师在那种很快速的、很缓慢的场面，能够很冷静的拍出来，他剪出来很有风格，这个摄影师就了不起。是那个镜头拍出来就一直在摇，然后那个剪接子就一直骂，干嘛？不晓得怎么剪的时候，就是糟糕了，这个就是。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想请教你一下，您在拍这个圆头影这部片子的时候，您
的那个前，比如说你是排原住民的生道，透过歌舞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那你的前置作业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我敢拍这个，就是因为我20几年的时间跟原住民的互动，所以你看那些连演的那些人都不觉得他在演，是因为我跟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们。那对台湾族的那个夫妻啊，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15、16岁，他们是真的夫妻。然后旁边那些人都认识，所以我就还有当导演的人一定要能够带动这个氛围，让他没有压力，然后摄影机远一点，去让他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就很真实。如果你，因为他们都不是职业演员嘛，你给他 NG 1次 NG 2次，脸都不想让怎么办好了，对不对？脸都扭曲了。对，我是因为长时间的关系，跟他们很久的那个时间了。我从72年就开始在台湾各地那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跑，所以很多都是小孩我就认识了，包括那些大人唱歌的那些老人啊。因为我第一个到部落里面，第一个就是找那些老人家，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嘛。他们没有文字，可是他都是透过经验、生活的那个经验都记在他脑袋里面嘛，所以都是主要都先找那些老人。反正你们一次几个人去？你是当导演，然后摄影的有摄影的人，这个不是你们可以拍的。我那摄影啊，也最多到7个，一次7个同时在拍。没有，就是摄影机，对，纯摄影。因为像那个周族，他在发生的时候，一个场地是主祭场嘛，对不对？主祭场4部摄影机，还有人跑到那个家里面去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米跟那个酒，那边也有人在等啊。呀，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很久，我那个其实有2、3年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不能一次拍完，我今年我主力只拍主机场，好，明年我就拍那个背后的运作，它那个组织的那个运作，我就再拍那个组织运作，2个接来看看有没有还缺了什么东西，然后第3年再去补，因为它不可能为你重来嘛，对不对？如果这样一次拍完的话，你那个摄影机要很多，因为原住民这个东西它是整个部落在一次祭典是整个部落在动，然后在不同的那个点，然后延伸到不同点，然后才到这个主祭的那个，然后主祭场你看我们又进不去，不能进去的，我们不能够到那里面去干扰人家的祭典的仪式的进行嘛，所以你必须事先就要架好那个摄影机，然后那个报战功在那里面的是什么？是我的学生是原住民，正好是那个部落的原住民，我就给了他一部那个 DV 150的，就是150的，给他进去，是他拍的，不是我拍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族群的人，他不能进到那个里面去嘛，所以你必须事前通通都要规划的很好，因为那个太庞大了，你们在执行的那个经验上还没办法指挥那么多的线同时在进行，你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还有 walkie talkie， 我都是靠手那个无线电在控制的。我站在，因为没有去之前，我就跟每个摄影师，你负责拍什么，这个什么时间，他会走哪一条路，会怎么拍，因为我都是知道，我跟他讲。我看他有的摄影师慌了，拍到别的东西，那边要发生，他没有回头啊，没有回去看那边，我马上跟他讲，你干什么？后面要发生了，没有电影不行，它可以重来啊，对不对？这个当然没有办法重来啊，对不对？像那个拿那个酒跟那个肉的，我们一个是其实那2个不是同一个人的，拍到的去拿的是一家的，跑来的是另外一家的，对不对？其实那个是不是同一家的人啊？跑来那个是瘦瘦的，去拿肉的是老的，年纪很老。可是他们因为他这个族群是5个大的氏族，他们都有主祭的屋，所以5个地方我们只安排了2个地方。那个如果5个都安排，那更多人了，对不对？我说我只要拍2个代表性的就可以了。就是一个是
拍去拿，结果另外一个有跟回来，跟到那个主机那边拿了一大桶那个竹子的那个糯米酒还有肉回来，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拍的，它变成只是在说明那个事件的过程，可是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的话我更惨了，对不对？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拍记录的部分啊，因为你们要拍的那个是可被安排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困难，一部机器求这个画面的好看，不好可以 NG 的，对。不过你一直 NG啊，被那个人就会很火的，就那个表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开始扭曲了。我跟你讲，因为你打击到他的信心度嘛，对不对？他第一次讲的很活泼，很那个，第二次他一定不对的。你说重来一遍，心情也低落了，表情也会比较差一点。对，所以最好是你要负责导演的人呢，要不断的去卸除被访问者的那种心防，然后建立起彼此的信任，用很愉快的那个方式啊，让他表现得很好。如果你要访问的东西很悲惨，那么还没有访问之前去谈那个悲惨的事情，先产生心理的暗示，让他的心情很低落，对，这都是一种手法，对不对？对。是，最后2分钟，然后统一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做一个问题。哦，不是显任说要跟你们讲吗？不是，那个是评审最后啊。刚刚不是有人问说上个礼拜是那个对，那原本大家。我相信，比如说我讲了10样，事实上也许是20样，甚至30样，可是它的概念说应该要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思考，像比如说像我们我自己那个我的前提就是说触类旁通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你要有类可以触啊。那比如说像我自己如果是说我在做一个，比如说要叫自杀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常常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去找寻资料或者去思考。可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呢，我觉得网络是非常好的，我就会上一个那个叫做Image Bank。通常一般人会上 Image Bank， 因为你有需要说你要用一个 stock photo， 一个已经有的，比如说我们就不要去拍玉山好了，我们就找和山有关的，你就不要花很多钱去拍，然后你只要给他一点钱。常常我们只是在这个前提会去想到 Image Bank， 因为你发觉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拍一个什么样的。可事实上不一定的，你还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比如说我自杀，我就想到是什么？我想到就是说，随便我讲天使好了，我想到自杀的东西，我想切天使这一点。于是乎，我就是打上那个 Image Bank 里面，我就打天使。Image Bank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加，比如天使要全身，或者要半身，或者要横的、直的，什么都可以给他那个。你会发觉，可是前提你不是要抄这些东西哦，你是去看它从天使的角度，它会怎么切，它会给你很多不同的图画比如说你要 man only 只有一个人，或者man in groups 或 whatever， 就是说基本上这些都是你去，常常我们会觉得观察是什么就是要站在那个地方看什么东西。不一定的，你观察的角度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自己习惯，我搭配给一个题目，因为我有非常多的书，如果是和我工作相关的，我会去收集非常大量的。比如说光是一个婚姻暴力好了，因为我必须我们的妇女团体有必须要针对这个议题。我们真的是加上我们有个团体，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料，就是从各种层面去切这个所谓婚姻暴力，在国外叫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那个家庭暴力，所以很多，因为现在网络真的很棒，你只要打上什么字它就会跑出一堆东西给你，
看啊，就是说那像我这个 observation， 我就打一个 observation， 那中间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某个学校的一个讲义就跑出来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所有你可以接触的，包括近身的观察。我现在因为他们我刚刚就讲说他们没有那个印列表机哈，所以我本来是要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份，就是这是一个所谓 social observation form， 是一个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一种所谓 behavior observation， 所谓社会观察的一个 form。那它是什么？它基本上它的前提，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议题，所以它需要知道说整个这一个区域里面的比如说社会的现象比如说有没有小孩，或者有没有所谓黑帮或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多所谓社会在社会学里面的要观察的议题嘛所以它就会给你一个 form， 那这个 form 呢就会假设你是一个观察者，这是非常明确议题的观察者，你就会他要求你站在一个 crossroad， 就像我刚刚讲的，像可口可乐一样，希望你给他一个，即使在亚特兰大总部的可口可乐的人，他也不必到那现场，可是因为借这个很好的所谓视听的媒体的东西，他就可以像是在现场一样，他要你给他看什么。那这个 observation form 是比较倾向于社会科学用的他会告诉你，这个以后我会请他们给你们每人一份，他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第一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街口你有没有看到警察然后他就会说他是警察一是在那个车子里面，二是骑着脚踏车，三是在走路的，就是没有做任何交通工具的，然后或者最后一个选项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警察这个类别就像说比如说随便再讲一个说你有没有看到有妓女在街头？那 yes or no， 然后一直就是这一类的题目。当他在各个角落，比如说他要研究一个城市的，至少在这个上面看起来他，比如说还有都是和社会问题有关的比如说他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 homeless people， 就是叫做流浪汉。流浪汉对，流浪汉。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流浪狗，不是对不起，抓，看错了。街友，街友。是的，谢谢你。我每次说，就是瞎眼的，所有人说那叫盲人，或者是什么的，对。那更过分的，我有时候说就是那和尚然后所有人说要说师傅，或者是说出家人，对不起，谢谢。那当然现在大家都不会叫山地人都是原住民OK， 这叫政治正确。OK， 可是谢谢。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就是社会学家会比较关心所谓社会问题的议题。那所以他的观察，如果是变成一个科学就是社会学是一个很久以来的一个科学。当他比如说他年代够久，他就会变出这样子的一个 form 来了。就像我刚刚讲说，所有人有经历，这是人类所以当做一个人类他的有文明的人类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很珍贵的经验造就成我们人类会越来越好如果一个人排斥所谓经验的东西，那他等于是没有当做那个时点上那个人类他的优势，并没有得到那个优势。我刚刚顺便补充，就是说，不只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是这样子累积经验的还有像日本人，因为是电通广告的话，电通广告一个 very talented 那个 graduate， 就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一个学生进到电通广告，他做 art 他做 designer， 他就会被给厚一本那个就是写说如果是一个全时就是半夜的广告，所有的layout的方式都已经被统计出来了怎么样是最有效的？所以你不必在一个 designer 自己坐在那边画。事实上，在20-30年前，一个非常棒的 art director 就曾经做过这个事。如果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来做，等于那些前面的人都摆过了那所以呢，包括 headline，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这样子一个百货公司的 headline 可能最有效的是什么，他都给你列出来了。所以你只能比他再想的棒一点，不要以为自己想了什么天大很伟大的事，因为以前很伟大的人都做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的 challenge， 我们被挑战说可以想到比他们都好。那常常我们想到的东西，你会发觉原来人家都做过那现在呢，像很多比赛里面，就是所谓的广告比赛里面，很多人就是说都会骂那些评审说，这个明明就是抄袭的，你要说是他想出来的。对，因为这些评审呢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说他没有真的涉猎到，看到一个东西可以知道那是根本是抄袭的。或者，可是也有当我们的 argument， 就是我们的回答说，这说不定他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很难讲。可是同样的一些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的如果要拍那个好的那个食品的广告，它还是一模一样的。所有人对那种垂涎欲滴的东西，就会想说，即使现在深更半夜，所以你们常常看到深更半夜有非常多的那种snack 的广告，因为他如果真的做得好，你绝对可以就是受不了，就下去 7-11 买一个东西，因为在看电视。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定律或者是这也是所谓的观察，这不仅是说现场观察，还有说非常多的其他的所谓的资讯的累积 data bank 所以他这边有举例说媒体啦、艺术、消费市场、文化历史、传播、人类学、政治学等等，畅销书、电影、流行网络等等不同的角度，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观察社会中所谓的主流或者是非主流的边缘现象，然后能够看出所谓现象的本身还有我们刚刚讲说观察之后还是要分析的就是分析呢是把它从所谓 face value， 就是表面上的那些感觉的很多东西，每一个人都看到的是一样的，可是经过分析以后可能是不一样的结果有些人看到那个价值，有些人看到说这个表示什么东西，有些人就看到说就是这样那可是现象本身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诠释这个现象的能力所以第二个就到了所谓分析这一点。那我今天是带了一个，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本来今天想讲女性议题女性的商品等，但是我觉得那个题目太大了我想说介绍一个举例说分析是怎么一回事那分析我觉得随便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所谓 trend observator or whatever， 就是他们就有那种公司还有或者是说个人，就非常多的所谓趋势分析家那日本美国、欧洲都有，各位应该能够耳熟能详，就叫做 popcorn 那个玉米花报告，不知道各位晓不晓得 ？OK， 玉米花报告是全世界的之一就是说对于人的行为的一个观察，然后一段时间他就会做一些包括出书等等的那这个玉米谢谢能量，谢谢，等一下我帮。这有录影等一下专门给
能养一份哈，谢谢。因为不关他的事啊，他被拉公差，可是很抱歉，因为他是唯一那个民事男性在这边的学员，因为显认不了去哪里了哈。我跟他讲 ，OK，popcorn 大家晓得就是玉米花的意思嘛哈。那你们听过吗？爆米花，你们听过这个 popcorn report 吗？OK， 因为 popcorn 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那位小姐，我忘了她的 first name 是什么，就是这位小姐的一个公司啊，他们呢就是定期就会去观察一些东西，然后分析出来这些事情背后的意思。那这个某某族呢也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这种观察的公司或者是工作室中间的一个哈，其实在欧美啊，还有在日本啊等等先进国家，它的广告公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他们的叫做应该是企划研究企划部。他们就会固定，像日本的2个大的广告公司，一个叫做电通，一个叫博报堂，他们是有固定要推出这样子，因为这是他们对他们现有的客户的一个 service 啊，就是说那他们那个分类很多，就只是比如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他们通通有分，而且他固定要做预测啊。前提就是说，我们刚刚就讲说，分析之后还有一个应用。那对一些，特别对广告公司来讲，因为他的客户希望把握到的，不是说现在的人在唱卡拉 OK， 他就觉得 OK 我就来卖，他绝对要比人家更前面，从这些现象看到了未来。所以像这2个大广告公司，他们都有所谓生活研究室哈，他们是定期要推出来。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要 service 他的客户；第二个很重要，他要抓新客户。如果你对你真是一个卖鞋的，可是你事实上你的广告公司给你的资讯实在有限，你也不晓得未来人家会不会穿鞋啊，这些之类的东西，那他可能会去 approach 常常就是会问他们要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你们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 connection 的开始哈。那在电通曾经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女性研究室啊，那后来现在这个他们原来只是一个 division， 只是一个部门的一个女性研究室，现在已经发展成自己一个公司，专门去就是去观察女性的所有的 behavior change 啊，然后做出预估，就是趋势的就是说什么趋势的预测 ，OK， 那预测的之后，他们会有产生非常多的商品的，就是所谓原创的想法去进入这个就是做他们的一个提案的可能性哈。那所以在这些东西从观察开始。可事实上呢，是有非常多的后续的东西，像这样子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去参观过这个女性的这个所谓的女性，她的名字我忘了，是非常女性化的一个工作室哈，所谓公司，因为越来越大，那她就会常常固定的做一些就等于所有的 research 都变成她的例行公事，她常常做的，我想各位都晓得 telephone。survey 就是打电话，这是最容易的，而且这是要累积量的东西啊，因为对很多客户来讲，量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量呢？因为在一个 telephone survey， 就是电话询问的时候呢，你不太可能跟人家谈价值判断或者你的信仰，他们可以谈很久的，多半都是不是我选第3个这一类的。所以它常常是当我们需要在量上面看到一些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还有他常常做的就所谓 central location research， 就是在一个定点一个 location， 他拿那个questionnaire 就是问卷
去调查，对，那多半呢是面对面，去有一点点时间稍微谈一下比较深一点，可是也不能，因为多半他们都会找，比如说他们的一个什么那种商业大楼，就是那种办公，然后看他的对象，假如他是欧巴桑的话，他就要在市场里面找人哈。那他就会有一个问卷，然后差不多像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问卷也不是乱设计的，这是非常精密的科学那个就估算的出来的。然后他就会跟他谈他的，常常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是卫生棉的客户 assign 的这个 project 的话，可能他就要带一个卫生棉啊去跟人家谈。那当然很隐秘的东西，卫生棉可能就不太适当了，也许是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啊，不是说高风险的这种商品，然后他就会花一点时间去跟一个就他会问说，哎，小姐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花，比如说10分钟跟我谈这个事情？那愿意的话，他多半都会给一个小礼物啊等等的。这是一种。那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说，你即使站在哪一个地方，你是经过了估算啊，说这个所谓的误差比不会高，不会差很多。我们常常听到说所谓的那个投完票以后出来的一个调查啊之类的啊，就是它还是有算了一些误差的比嘛，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真正我们也晓得，其实你打完了所有的电话，你一定还是一个比例上的问题，除非你打2000多少万通电话，才会是完全的准确。所以当有误差比的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量也变成了一个参考值哈。那就谈到所谓的收视率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有意见啊。每次人家看到那个叫 Nielsen 公司就会说，你那个盒子是装在哪里？我家为什么永远没有人来装哈？你们一定是在操弄啊什么？就是这种问题是，那常常他们会说这是百分比啊什么，他们会固定算啊什么。可是再怎样讲说，对呀，那个盒子为什么没有钻到我家？所以你怎么可以代表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呢？哈，所以基本上在量的上面，事实上是都不能够完全合于每一个的意。所以真正像我们在做，实际上要去做运作做这种表现的人呢，最珍贵就是所谓的 focus group 的那个就是 focus group interview， 就是团体焦点团体啊。那焦点团体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人也是 challenge 说，你恰巧就找了这10个人，就变他们根本就是刚好是完全都不看他的那个 group 一点都不一样。那基本上我们又会回说，好吧，那我们只能找到2300万个人来谈这个问题了。所以只要它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就有一些误差值的存在。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被 challenge。可是当它的内容，我觉得是我们这些工作者是真正可以考虑的。因为当你在拿一个电话跟被人家问说 yes or no 的时候，你那时候是非常，也许你正在照顾你的小孩啊，随便打啦，给他答得很不错了哈。那人是很善良的，可事实上那个真实度到什么地方，或者那些 yes or no 能够展现多少的他心里在想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是非常珍惜，就是所谓 focus group interview。我们希望当他客户大，然后他够有钱的时候，他可能就做的代表性大一点啊，多做几场或者多深入的话题等等。可是理论上，因为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可以针对包括我们自己创作者想要知道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最恨那种就是所谓的调查部门，就拿我们的广告去跟人家做 focus group 那 interview， 因为万一有一个人说很讨厌这个的时候，我们立刻觉得那一场根本就不具代表性啊，非常烂，这样没有鉴赏力。所以基本上我们喜欢的就是说，那个就会是觉得说是比较，就是即使他讨厌这个作品，我们也可以深度挖掘说，到底哪里
不喜欢等等，而不是说喜欢或不喜欢，就是这样子两个二分法。那所以其实在一个因为我抱歉，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啊是一个广告公司的经验，所以我必须举例是广告公司。我觉得电视节目应该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可是好像很惨烈的，就是说电视节目是绝对不会用到这些步数的，就是那个制作人觉得就是这样不错，然后因为他一共2个执行制作，那2个执行制作的那个经验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去看到的结果哈。那可是广告公司，因为它的挑战是说，你可能随时会 lose 掉这个客户，然后客户商品卖不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他的什么商品有问题或业务有问题，他觉得这个广告很烂这样子哈。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在广告公司做 focus group 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是说那你觉得这样怎么样？你为什么是会买那个卫生棉？当然常常也会让他们看那个卫生棉，说整个卫生棉的经验之外呢，我们还觉得说，他如果是谈完大家就走人了，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通常多半是希望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说对这个卫生棉大概，比如说想要有3种 approach 给他甚至我们常常是用 TV show 给他比如说还是我刚刚随便讲了，就有一个天使有一个网或者有一个什么，让他在就这些东西，因为以后越来越接近我以后可能会表现的东西所以让他就这3个大概的方向去发挥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他的意见，然后从里面找到说不定是这个。那我们最怕那个客户会说，那就1+2+3这样，那就等于是没有东西一样。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觉得说 OK， 也许很多人比较喜欢第2，然后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这叫 pre-test 就是甚至我们有时候是广告影片的脚本都想好了，就会在上面做 pre-test然后我们根据这些结论呢，再去做真正的发想的制作脚本或者文案或者整个，然后甚至我们会做 post-test， 就是说拍完了以后了，再请人家来看。而如果有重大的觉得说看不懂彻底看不懂，可能有些客户会觉得说你要修改好，要给我通通，至少人家晓得我要传达什么，才会再进入真正的制作阶段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分析我要讲到 Bobo 这个 Bobo 族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典型的，他们经过非常多的观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有一种人正在流行就是你我这种人正在流行它称为叫 Bobo 族。这个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谢谢布尔乔亚跟哎呦，我正要继续讲，就是多希望你没有看过，因为我想问他们说为什么是 Bobo 那个 Bobo 族在那个定义上，它就是2个 BO 这个 Bo 和这个 Bo， 一个是布尔乔亚族像各位晓得布尔乔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风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那个怎么讲，有2种界定，就是好坏界定的至少在共产主义的前提上，觉得我们这一堆人都是所谓小资产阶级就是那种很不屑的那种人，就是这个掠夺那个所谓无产阶级的所有的成果然后我们还又嫌东嫌西这样子就是所谓布尔乔亚。可是就是这是一个俄国化大概就是说这种小资产阶级就是不是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意思那另外一个 Bo 呢，就是波西米亚 Bohemian Bohemian 在国外是一个很浪漫的句子就是你要想说是穿着像那波西米亚，就是很像 Gypsy 那种感觉有一个声音，这个你看影片也就吓到很深了拍谁 OK Bohemian 就是在很多那个情况下，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
她就是那种觉得会坐在山边，穿着长裙哈，然后跟很多人自由的那个交往，然后看着星光啊，然后会偶尔吟诗啊，这样子的人，在理论上这两组人是彻底不一样的人。是一个是非常标榜我要奋斗，我要赚钱哈，我至少要那个就是说怎么样衣食无虑。那另外一种人是我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觉得你看那个这个天空，即使是那个什么炸那个彗星，他也觉得那叫流星很美啊等等他不会想到那种所谓科技或等等的事。那可是这些人呢，就发觉说，其实现在有一股人正在主导着这个社会以前可能这两组人是完全无关的人现在它叫做新社会精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翻译者这样翻译的Anyway， 就是事实上这是一个主流的价值在形成那他觉得说，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通常当我们说什么族的时候，都会问说 ，OK， 他是多大年纪？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收入是多少？那是一种分法，他也有这样的分法，可是他比较着重在 lifestyle， 所谓生活的形式吧，就是说基本上当我们做分析的时候，有这两种一定要去 cover 到的，一种就是所谓 domestic， 就是所谓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数字包括我看sex就是性别、年龄、income、occupation 什么职业等等，你们都晓得，就是那种也许每一年我们的主计处会发布一本很厚的，就是说现在台湾的人平均男的多少，女的多少等等，然后他们也会给你一些所谓 trend， 就是说不得了，现在小孩的那个生育率越来越低了等等，那他们也可以从那里面。可是他有没有想说，有没有我们要的是说 ，OK， 这现象叫做生育率越来越低了，可是它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意义，就是所谓价值或者就是说一个女生，你可以问我们很多女生，在场女生都会告诉你说，不一定要结婚可是比如说在10年或20年前，这是很荒谬的像我这么年纪，我自己小的时候觉得一个人50几了，简直这么女的，简直就是那种很老了。可是我现在还像一个小孩一样，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恶心但是基本上你问一个70岁的女生，她也会觉得她很像小孩。当她遇到一个她喜欢的男生呢，她100岁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她几岁的问题，就是 demographic 上面它是怎么样子，而是他心境他的生活方式他很多东西在决定他的一个 behavior 所以在一个前提中，我们要了解，我们至少要了解这些所谓人口统计学上的东西，可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去观察的，就是所谓 lifestyle 这种 lifestyle 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些 Bobo 族还有他的思想等等价值的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念一下他的那个就是 chapter 的每一个开始，你就知道什么我们这样子这种混血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第一个他就是OK 所谓布尔乔亚的人呢他是希望有他的能力是，比如说至少他去 fight for 他的高学历、高收入那可是对于那个波西米亚人来讲，他是觉得说他是反这种机制的，反学历、反那个金钱的东西的。所以可是像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可以是常常在做运动就是反所有的事情，可是他呢却是一个高阶的主管所以No more 是说两个分的，也许以前的商人和现在商人都不一样林百里还是花很多钱买一个什么清朝的什么大的水缸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对不对？
所以他说，第一个高学历阶级的兴起是表示那个波西米亚人不再反对说他不要这种所谓既有的模式的这种，他不同意这个继承的一个结构下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是做了 mix 啊，就是说反统治阶级的高学历分子。然后第东西啊，我想今天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大概跟每一个自己的组员啊，每一组的那个组员啊，也要明确的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主要的课程是希望啊，透过这一次的那个培训呢，把声音跟影像当一个媒材，透过这样的媒材，透过你们的创意呈现出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运用，对不对？那我们虽然讲的电影课，可是电影的课程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器材达不到那样子的标准，只是那个硬体的标准不够嘛，哈，所以我们电影要透过电影的方式啊，就假装是就可以被那个被投影出来，那个就假装是电影的，可是那 quality 它不可能像电影到那么好嘛，哈。那好，电影啊，在电视上面，电视怎么出现啊？在一般的节目里面出现，在 MOD 里面怎么出现？你自己架设的网站是什么？你将来在手机上面怎么运用？啊，怎么运用？通通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就是每一组他最起码知道声音跟影像这样子的媒材，透过创意之后，在不同数位平台上运用，而且还可以互相串联，最好能够互相串联的。啊，我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我，就是在问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好像各组的人恐怕在认知上恐怕不太一样。那么以后在看片子的时候，可能那个评审的那个起跑点就不同了。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先要清楚。那既然是要在不同平台上面的运用的话，那么在最后的时候，你们拍完了之后，学员的那个成绩要交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组的人先透过那个present 架设好的，就是透过你们的那个架设，把这个企划案做一个充分的说明，让我们知道这个说明呢，就包括你们对这个不同数位平台的运用，它包括你的行销，包括你行销的那个 proposal 你们的那个企划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完了之后，就把你们的所谓的这个窗口，不管10分钟、15分钟，放给我们看，然后透过你这个片子放完了之后，然后再透过你们的操作被点选出它的副线，看它的饱和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最后再希望你们把你们的那个在那个手机上面的把你们手机上的，把你们剪好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如果你认为30秒就可以了，就30秒；1分钟就1分钟。可是我认为手机上的不宜太长然后把它下载到手机，让评审看在手机上出现的那个效果。这样了解了吗？好，就是到最后必须呈现这样的。可是呢，也就是说，可是你架设网站之后，你设立了不同的那个副线那个窗口，它被点选的时候，看你的能力了。那可以请问一下，如果我们都没有3G 的手机，如果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很穷，然后为了那个要去买一支3G 的手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3G 就没办法下载的话，跟人家借一次都可以。
你可以班上那么多同学，你跟他借，把他的跟你的下载地址，你播他，该播他的，该播你的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要求你们在工程上面，而是知道工程是有另外的专业的人，可是你们做创作，所谓的创作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就牵涉到，就是说影像的结构上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差别。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电视 MOD 或者是这个架设网站上面出现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影像的结构，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它的那画面的大小都差不多。可是，在手机上面呢，因为它手机小，对不对？所以呢，手机的影像的那个结构呢，第一个时间不宜过长，第二个它的影像的那个画面近景的部分要比较多一点。也就是说，你的 long 的那个镜头在手机上面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感觉嘛，对不对？最多就是，所以在这个手机的影像结构可能是全景到那个特写，可是字的部分你不可能照我们这样子那个字幕打在这下面嘛，对不对？根本看不到，所以它必须运用平面设计的这个观念跟手机结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专门针对那个手机做。不管是30秒、1分钟或者怎么样都可以，都你们自己去决定。可是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时间太长是，我想观众没有那样的耐性啊。那好，这时候那今天要跟你们上的课，就是说先让你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以后会要求你们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讲那视觉的部分，现在就讲说我们剪接的这部分是。我们讲说剪接有节奏嘛，哈，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技术组的部分啊，我们这边导演组的没有这种剪接的专业的人不在这里嘛，哈，所以剪接其实它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我们举个例子，就拿音乐来做例子好了，我们把它当成4拍的音乐哈，四拍一个小节哈。我们就运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啊，来对比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像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哈？我们有用画面，我是用颜色。它里面原来是没有声音，好比1、2、3、4，啊，2、3、4、4、2、3、4、5、2、3、4，红的是绿，好，这个是很规律的，它的那个颜色是很规律的，然后。我如果不讲1、2、3、4的话，你的眼睛看到它是很有规则性，这是最简单的所谓的那个节奏哈。对，好，1、2，然后我不再念1、2、3、4，你们去看那个色彩的变化。好，它这个节奏变慢了，对不对？啊，可是它跟刚才那个画面通通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是用了4个小节，等于16拍，啊，4拍一个小节，4拍一个小节，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刚才有16个，第一个是有16个画面，这边减半了，变8个画面，啊，你们去感觉那个视觉上的跳动啊。好，这个画面更长了，它变成4个颜色，就是一个是4拍嘛，啊，
这个已经跟刚才的所谓的等比的画面的那个长度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它还是在这个16拍里面。所以将来在剪接的时候，就是说它有一种节奏，透过视觉产生的一种节奏跟一种感受在这边。那如果跟声音结合在一起，就会更清楚。可是当没有声音的时候，影像它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节奏存在，而不是没有节奏。1、2、3、4、2、2、3、4、3、2、3、4、4、2、3、4、5、2、3、4，6没有了，4、2、3、4就没有了啊，对不对？4、2、3、4，就我前面这种是什么？如果当你一个影像很长，在那边让人家就是专注在那个一个长的画面，突然后面是短的镜头，或者是特写，又短又特写的镜头，它会产生一种视觉的一种压迫性会出现了，对不对？1、2、3、4、2、2、3、4、3、2、3、4、4、2、3、4、5、2、3、4、6、2，好像我念得很快，就像这个，它就是解构了原来的拍子，可是它这每一个刚看到每一个它的长度通通都是一样的。我要跟各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节奏，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它有一个鼓声是固定的，是1、2、3、4、2、2、3、4、3、2、3、4。可是有时候它会反拍，对不对？它可能他唱的时候在第4拍，第4小节的第4拍，它有一个强音出来。那么，所以当他前面用了3个小节很长的时候，突然你有一个很强的拍子出来，它产生的视觉效果是什么？可是如果把这个东西一直延长变成一个片子的时候，它基本上片子是有一个节奏的。如果你们在拍戏的时候能够包括这种节奏感来自于什么？一个是你有效的设计，第二个是来自于你对这种节奏的了解跟认知，能够转化成戏剧的方式，去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符合这样的那个节奏，那么它就会呈现非常精致的感受，而不是在那边就是好像没有章法的在那边。当然这是一个节奏，那它必须配上那个影像的，就是视觉的角度，包括你近景、中景、远景的这个摄影的部分，那是另外一个部分来谈，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摄影、剪接、声音很精确的设计，那么它的精致度就更容易被提升出来，而不是说我高兴拍什么我就这样去拍，拍完了之后就把它剪在一起。它在你的脑海里面必须要有声音的节奏，要有影像的节奏跟表演的节奏、演出的节奏。因为我今天没有谈纪录片我们讲电影，就是这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跟那个表演的节奏，把这3个通通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精致度就会呈现了。而这3个呢，它必须分开单独思考之后，才把它连接在一起。今年我在做那个金曲奖的那个评审，入围了蛮多的，有6个片子。那这里面那个片子呢，就是因为评审都是多数决嘛，也不见得通都是我喜欢的，现在也不晓得它的结果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把这个入围的片子放给你们看就是从剪接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放的是那个陶喆的那个鬼
这个片子我对他的评价蛮高的，就是说他一直在颠覆，就是他从真实进入幻觉，幻觉进入真实，你都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到最后你都还不确定到底这里面真实跟幻觉中间的对比是什么。然后呢，他又把陶喆一个人其实在演两个人，一个穿条纹的那个衣服是他是善的这一面，另外一个穿那个黑色的那个衣服是恶的那就是人的本质里面属于恶的那个部分。所以因为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构想，建构出这个故事的逻辑之后，他才能够做这些要求，他才会要求表演的那个节奏是什么。所以穿白色衣服的表演的时候，看起来陶喆是个好人，可是当穿那个皮衣的陶喆在唱的时候，他看起来就有一种那个 evil， 有点那个邪恶的那个部分。而他的背景又很多是在那个监狱里面拍的。那么这就是说陶喆的歌词里面，也许认为这个世界现在面临一个就是那个恶的势力非常的庞大，想要跑出来想要闯出来。可是这个片子呢，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他可能的用意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可是呢，一个好的东西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人会跟他的那个生命经验结合了之后，他会产生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这个片子在大陆被禁掉了，因为大陆的人解读，中共在解读就是说你讲的那个是说我们压制人权，所以就把它禁了。因为他后来关了很多的人了，而且他用戏剧的手法，它里面这个 MTV 它运用了戏剧、隐喻暗示，还有人的人的那种正反两面跟那个颠覆的这样手法把它完成。所以它短短的几分钟的片子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元素，所以这个片子我对它的评价是蛮高的。要确定的。声音有吗？没有声音就。后面那个声音大一点可以吗？再大一点吗？好，灯可以关掉。好，这个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了。
间的空间，在你眼前，思念的放把你包围，再也不会让我的清楚在这里。天改变，爱总有两面，总有你视线，也会再不见。他们把回追耐心的填满，不怀念感觉有我累，千万不能让自己睡。鬼，他们是鬼，全都是鬼，你不能睡，他们是干不得的鬼。被谁压得喘不过气，体贴每天体力让变成个有种我不同，就不是越来越接近，看了有些不来说在身上的手印，不会痛，还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他不必留恋。在我里面，他们把回追耐心的填满，不怀疑爱的有我累，千万不能让自己睡。鬼，他们是鬼，全都全是一群鬼，一定死不了的鬼，他们把回。好，我们看那个片子啊，你看那个片子，我们去解构，我们要有能力去解构片子，然后你才能够建构自己的那个想法。那我就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好，一个短短的大概这个片子头尾加起来大概5分钟左右，在一个创作者那个导演的那个思维里面，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思考的过程，他怎么去建构一个故事的逻辑，他怎么赋予人不同的，在不同的段落里面赋予他不同的造型跟意义，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陶喆把它正邪把它分开来，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才行嘛。
然后那个陶喆就是比较正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今天再看一遍，其实我前面看过2次，我今天再看一遍，我又感受到就可能导演是想就是我们现在真正他想要控诉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恶的势力越来越庞大，那个陶喆是被绑在那个垫底上一样这样的，正就是善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被约束住的，是恶的那个部分被释放后来，然后到后面通通都冲出来了，对不对？通通都出来了，包括陶喆他自己，他也是那个恶的，也是一个鬼嘛，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想法，然后透过创作的手段，才能够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他的那个节奏，表演的节奏，声音的节奏，原来的音乐的那个节奏，还有影像的那个节奏。它这个剪接其实非常的碎，可是碎它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里面很多只有2格3格，就是一闪就出现就过去了。那要非常熟练的一个经验，他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所以好的那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完1遍之后，他还可以再看第2遍，然后可以再增加你更多的联想，然后可以再看第3遍，又有更多的联想出来。也就是它里面的元素非常的多，也许我第一次忽略了，可是它会越来越饱和，它就有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看1遍就忘记了，对不对？那另外下面要放的这个，你们很多人大概也很喜欢这个人，尤其女生王力宏的那个什么花田错好，看完了刚才那个，我们再看花田错它的影像结构就像刚才怎么突然那么大，有见到鬼了。它的影像结构，你想想刚才放的那个色块，是不是像最前面的1、2、3、4、2、2、3、4，已经很规律的，对不对？还要看吗？我从来没看完这个片子，我看不下去的。这个不用看。其实我要讲的，这个片子不是音乐不好，不是王力宏不好，是那个导演的问题。这样子的音乐跟这个演员交到了这个导演的手上，他只能这样子的处理。他只会这样子的处理，1、2、3、4、2、2、3、4，这个很规律的，然后他没有内容，他只是无意义的画面的那个衔接，也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王力宏，反正是一个 idol 嘛，来了对着画面这样子搔首弄姿，充满了自恋，对不对？你就看不下去了，就不晓得他干嘛了，对不对？这因为他没有内容。你就没有让你要一直看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嘛，
对啊，他就是用 idol 在那边搔首弄姿嘛，对不对？然后是会让他的歌里比较多情节看到。所以这个，难道刚才那个陶喆会看不清楚吧？因为那个骗子的关系，那个歌的关系。可是刚才陶喆那个骗子，全部也是他演的。可是他人的个性是饱和的，他有各种不同的情绪，他后面有很多的意义去支撑他嘛，对不对？就是看导演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嘛，你看。好，结束了。下面这个片子呢，我不晓得导演的想法是什么，不过我看了有一种感动，讲不出来的感动。因为当你很注意世界潮流的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它饱经战乱，基督徒跟回教徒在那边打了几千年了，然后他们很克制这几个表演者，这个菲儿啊，他没有involve到里面，强迫要给什么情绪。这前面就是他对这个战乱有一些感受，他用这样的视觉的表达的方式。那个音乐可以大声一点，那个这首歌很好听。多事之秋，耶路撒冷的天空，破碎的梦，应许之地，消失中。你深深的外表之中，有多少爱？这藏在的仇恨啊，你想证明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对你有任何遐想，就让陪你无止无尽的诉说。You used to be like an angel, but now it's devil. 多残酷的笑话，我逃离，我冷静下来，就让仇恨随风带走伤，带走痛，让眼泪不再流，为生命找个出口，当血染红天空，却用爱去承受，愿天使曾飞去，灰飞烟灭中，把爱降落。
了笑话，我逃离，冷静不下来，就让仇恨随风，带走伤，带走痛，让眼泪不再流，为生命找个出口，等血染红天空。却用爱去承受，眼前事从飞去，灰飞烟灭中，风来降落。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有了画面，比原来的那个歌词更感动人。因为你听了那个歌词的时候，就是只是词义嘛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个想象。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说，他们那个人道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分寸拿捏的非常的好。他们只是这个团的菲尔这3个人到了耶路撒冷唱歌给他们听。也没有过多的那种滥情，不会去发糖果啊，什么搞那个老美帝国主义的那种假温情，那个没有在里面出现，没有说去发糖果去抱小孩啊。他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陌生，可是我给你感受到，就是说他对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太长的感情，可他知道这个城市历经过岁月里面的一些颠沛流离的，所以他只是3个人在那边唱歌唱给他们听。然后那个导演的那个镜头，他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问题就是导演必须要有想法，然后导演就让那些人唱歌的人跟旁边看的人通通融合在一起。其实我里面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说，后来里面有映射很多他们3个人在那边摆 pose 的那个画面啊，如果那些画面没有，而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街道啊，或者人啊，我觉得他的那个 focus 会更集中，那个感动力会更强。他们突然在一个巷子里面3个人摆 pose 在那边唱歌，就有点怪，对不对？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是好像很有人道的那个精神，跟就是唱给那个耶路撒冷，不管是回教也好，是阿拉伯人或者是那个是基督教也好，基督徒也好，他只是唱歌唱给他们听而已嘛。所以很可惜，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他映射了好几个画面，他们3个人有的靠墙翘脚这样子摆 pose 啊，有的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他的 focus 跟他的那个主张会更清楚。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这个片子跟前面的那个鬼那个片子，在制作费上面差108000里，对不对？他这个完全写实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如果那跟王力宏比起来，他也花的很少钱，王力宏又搭景又做特效啊，搞了一堆，可是不感动人呐。所以根本是什么？在创意，在你没有拍之前，你的想法清不清楚？还有你对自己的执行力了解有多少？你做得到做不到？所谓做得到做不到，就是我还是要重复的再提醒，就是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表演的节奏，我们这是电影嘛哈？怎么你的执行力能不能把这3个 match 在一起？产生一股动人的这个力量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这个叫做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如果只有我一个评审的话，我就给他第1名。我每看一次就笑一次。
的信仰，求简单的快乐。天意甲人无量，安慰心爱照着合甲平顺是后命。讲了无事这做生，一个心生爱命顺。人袂到命，地方都无啥叫心，叫心好安心，有良缘。安慰心爱照了合甲平顺是后命。讲了无顺这做生，一个心生爱命顺。人到命，都无啥叫心，叫心好安心。啊？为什么要禁啊？台湾很开放。对啊，我就不觉得他有什么该禁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啊，对，他非常的有创意，而且都是原创。都是原创，他没有 copy 别人。其实陶喆那个里面呢、后面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喷水的、喷那个下雪雨的那个，其实有形式上有点抄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以前的那个什么，有一个，对，有点抄袭，有点。可是因为问题只是这一部分，它的结构就像这个就完全原创性，拿我们的农民力，对不对啊？然后他所有的导演一定要有想法嘛。他把所有的故事的情节通通先想好了，按照那歌词都分好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拍很简单，因为你想好了之后，他通通都用绿背景或者蓝背景把人物拍下来，全部通通后面用电脑做的，而且他不要用很高级的电脑 ，Premiere 就解决了。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意嘛，对不对？非常简单就把它做完了，用个绿背景，然后把人物通通拍完，啊，抓进来存档，然后后置，我们就开始把它作业。然后可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对台湾社会最后那么多那个人，他就讲所有那个台湾人的，不管是宗教上的，或者是食补的、外劳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他说包括对台湾独立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跟主张，他都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原创性嘛，就是靠创意。制作上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他只要有想法，他们这个团就那5个人嘛，全部都自己演，又不要钱，小小的一个地方，就在可能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工作室，大概那个墙壁啊，给他拉涂绿的或者涂的蓝板的，就拿一个那个 DV， 就这样拍了，然后他们抓进来，然后用那个特效就这样子哗就处理完了，成本非常之低，对不对？可是很有趣啊，对不对？这就是它的那个原创性嘛，哈。老师，可是身为一支影片，我觉得它很棒，很吸引人。但是身为一支 MV， 它会不会 over？ 就是你根本忘了它歌是什么。我是会看那个，我想大家对，如果他的影像通通让你有那么强烈的暗示性的时候呢，你那么清楚的话，你一定会记得，一定记得这个是什么歌名。是浊水溪公社，你一开始你就应该很清楚，它前面很清楚嘛。对，浊水溪公社欢喜渡慈航，就它是连在一起。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有另外一种概念，就你还想再看第2遍，啊，你要看第1遍，你会想要知道到底它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连续再看好几遍的，因为它里面那个 title 有时候我觉得太快了，你们恐怕没办法看清楚。它像那外劳那个泰格伍兹啊，有没有？他在讽刺啊，泰格伍兹先拿扫把打高尔夫球，其实他是在做劳力的，在台湾最低阶层是扫地的，就是做劳工而已嘛。而且他其实每一个画面都有多重的元素跟意义在里面，所以他这个片子其实他可以看很多遍，你越看你觉得他很多暗示在里面啊，有些他也不便讲明，不过他把那个独立跟建国那2个那个弄得就太明显了一点，我觉得，2个贡卡啊在那边就是太明显了一点那个。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要给各位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视觉就以为是3/4的，我们能不能解构我们的影像呢？这部片子前面很好，就视觉的导读性很强，叫《我们的海》，叫苏打绿的。他不要你看到的通通就黑的。直到我有多无奈。
起的梦想都变成爱。这个片子啊，要放给各位看一看。第一个，它的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歌，可是呢，它歌跟影像产生的视觉的导图，然后解构了我们惯有的那个影像的那个思维，就是4:3或者是1:1.85，对不对？那这是他的那个创意在这里面。还有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是最好的一个示范。这个片子我看了，大概2万块钱都不要就拍完了。车票大概300。没有，他还要就算要机器嘛，对不对？他们就到了一个海边，路上拍到那个新竹那个海边拍完了，然后回去补那个弹琴的，对不对？就剪好了。可是他没有很烂啊。我都觉得比王力宏那只好看啊，是不是？他有想法嘛，对不对？最起码他有一个想法在。他好，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好，那我那个影像跟音乐怎么去结合？最起码做到音乐跟影像结合，怎么去吸引看 MV 的人的注意力？我怎么又透过影像去做视觉的导图？
让你更专心进到他的歌里面。他的目的只要你进他的歌里面，没有多余的附加价值。他的影像的结构就是让你很专注的进到他要设定的环境，出发点非常的单纯，制作配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少，那他不见得很差，对不对？比起那个王力宏花了500-600万，那个也花500-600万，陶喆那个也是很贵的，因为他那个灯光摄影都是电影级的了，那个跟那种，你就自己要想好啊，没钱有没钱的拍法，全部就外景了吧，对不对？自然光嘛，进到电脑里面色温再稍微调整嘛，对不对？可是要什么？如果你连这个创意都没有，那更别谈了，什么都搞不出来，对不对？啊，下面这个呢？等一下，老师，刚刚那支 MV 也是入围金曲。哦，没有。给你们看的这里面呢，只有那个鬼跟那个欢喜度慈航，就是左西公社那2个有进的。
讲说那个负责剪接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些基础的那个功力了啊，是有他剪接的这个功力在。不过这片子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偷机，就是那个把周杰伦拿到那个阳明山跟车子放在一起，然后就一直他在摆 pose， 要不然了不起就是擦车子。然后别人那个开车那个时候，你们有看过那个《头文字 D》吗？都是电影里面把它穿搭在一起。不过透过他剪接的技巧，我们不能否认他剪接的技巧不错，的变成两个时空，一个好像是他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面去回忆那个他那个赛车的生涯，但他基本上是一种取巧的这个方式。所以站在金曲奖的角度，这种片子不值得鼓励嘛？你看他用取巧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个片子也没有入围，其实他也不能够入围，也不是。他的剪接说是不错，可是你要跟那个鬼比起来，我觉得比那个鬼比那个陶喆的那个创意啊，他这个只是很手捻的那个剪接的那个手法去处理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就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其实目前啊，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几个大咖的，什么王力宏啦、周杰伦跟那个陶喆。他们都运用了非常多的那个元素，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的元素。陶喆前面的 opening 用二胡啊，对不对？那个花莲座用京剧啊，这个用那个康熙民谣，嘚儿飘嘚儿飘，嘚儿我还比他会嘚儿嘞，这个。他只会嘚儿飘嘚儿飘，应该那个康熙那边都叫嘚儿飘才对，叫嘚儿飘嘚儿，要这样才行啊，对不对？再结合了跟康熙民谣，目的什么？他商业市场的那个操作。它的目标是针对那个大陆市场，对不对？台湾已经不是它最主要的市场，那个唱片量什么都是有限的嘛。那可是这个我都无可厚非，而是它本身在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呈现出十足的创意，跟它的未来性，或者它可被留存的价值是在哪里？对，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解构啊，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当你懂得怎么去解构，你才能够去建构嘛，哈，有这个丰富的经验之后，然后去建构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当然，就是创意是最重要的，哈，没有创意，一切都是假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因为恐怕放不完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只有2周嘛，对不对？3个周，到10点，到10点哦。啊，那不行。这一段呢，是我拍的一个布袋台湾布袋戏《掌中舞春秋》。那我是透过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的原来拍这个纪录片的想法是什么？透过布袋戏的这个形式来看台湾史，而这个台湾史是从汉人移民到台湾，把戏曲、把布袋戏带到台湾来。可是呢，戏曲它只是一个窗口，主要就谈那个台湾的这个近代史。那这一段给各位看的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日据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日本快要战败了。快要战败的时候，那美军常常过来轰炸那个台湾，所以台湾已经民不聊生了。所以在那时候，所有的那个台湾人的心情啊，是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够台湾呢能够重回祖国怀抱嘛哈。那时候所谓的祖国就是那个国民党统治的，就是的这个怀抱嘛哈。然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那个环境有一种情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导演就必须选择，我那时候就选择用音乐变为主体，用音乐来表述当时的时空之下的台湾人民他的心境。那个战争呢，变成是他的背景了。所有战争的那个声音啊，就炮火啊，这个战争场面，它变成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导演非常的强烈诉求是什么？导演强烈的诉求要观看者进入到老百姓的那个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去了。所以，第一招啊，比啊，拢家己头抬人家，啊，台比完好啦。在日本海里看啊，这海比哦，这是比就靠，你来，也是吹啊边边哦，等到咩就对这条看，我讲我死啊，
我日本人来看，讲大人啊，我咧比着 DJ 死啊，讲台大，因为日本人讲迄病死的比拢多啊，就叫人台大，我今日大，我跟啲客户去讲，跟啲后尾我你来我开你端了，你今日端来就这样，因为用迄食物件无拢无当食，米嘛爱领咧，咱个歌就爱去交公家咧，咱个所需的我爱交公家，买只公家好给我哩。broadcast of the Emperor's voice had ended the war. Then he renounced his divinity. Now he tried to soothe the fears of famine among his people, but they were skeptical of the power of their former god. 好，像这个片子呢，除了前面的那个访问是我拍的之外，所有的那个画面呢，其实它通通都是资料片，对不对？而那个资料片是1945年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片，是当时的时间的，当时的时空，透过我们的那个剪接，描述第一个就是1945年的时间跟空间。可是呢，用这个音乐是在2001年的，这个是2001年完成的，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我用这个音乐变成现在的时空来诠释以前的那个台湾的人的那种心境。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要做影像跟声音的表达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明确你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很明确的要建构出观点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观点是我用第一时空、第一个时间空间作为表述的主题呢，还是就是说我用客观的角度我用第三者人称去看第一时间空间的事情的那个发生，对，变成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历史的过程。当然还有更多更可能产生的那个一些表现的那个形式的那个语法上面。这语法上面，就是你也可以用戏剧创造出符合史实的用戏剧的方式呈现符合当时时间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用我现在的方式呈现那个时间的时空跟真实的记录的那个时空产生一种对话的一种机制，这个也是可行的大家在
他们进。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来唱。这上次有没有放给你们看过？可以小声一点，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已经不存在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它比较像 MV 嘛哈，像一个那个 MTV。可是它的那个影像结构，除了暗示隐喻之外，它还必须要符合那个历史才行。之路，不过在这个时候的马斯达邦呢，比较是属于介绍型的自我介绍。当然，马斯达邦的那个内容大概也没有猎人头，还有之路。过去一定要把过去往上也。下面那个周族呢，就是不同的时间空间。我有演出的部分，演出的部分它是开场，代表说他们在诠释他自己的族人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切入到真正的那个仪式是记录的。所以他有演出的这个部分，有记录的，有访问的，他把3个不同的形式把它融合在一起。真正占据的名称叫梅尔佛人，不是米开始。那梅尔佛人就是说，当他们去仰仗、得到这些比较有地位的那些人的头带回来的时候，才会有梅尔佛人。为什么今天说这个是战绩啊？它并不是这是表演，因为梅尔佛人的一小件仪式就落到那个今天的那个。在最前面先奠定他的位置，他们是诠释者啊。过去埋水的时候都是有头目把长老围集起来，然后接定
一个时间，那么时间界定了以后，就展开不相的一些筹备的工作。那么男孩子们不知道上去打擂，女孩子在家里准备做起工作，分配得很好。做主的内容多是吗？你们要训练耳朵跟眼睛可以分开，一个礼拜内学习看东西，全部都回来拿去活动，还能听出声音的层次。因为拿去看，因为转化成以后，你们执行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声音？可能是部落的阵仗嘛，部落族人力量结合，等于说是人跟神之间，跟人跟人之间，部落之间的一个力量，一个重新的整合。就是说迎接这个天神下来到那个古巴这边。整个族群的一个融合就是说从一个家属的记忆里面拿到那边就是要分享，大家这个长义的人要一起喝。你这个孩子送到古巴以后，因为天神还在那边，就是说给天神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自己的经济出属古巴里面。很神圣的地方，除了有一个祭祀以外，或者是祭典的时候，像唱我们的赞歌不能随便在这里唱，只有祭典的时候才唱。那带火把的祭坛绝对不是未婚的女孩子，而且不是完嫁的女孩子，是完嫁的媳妇或者是死家的媳妇，就到那个中央去把那个火放在里面。他意思是说，他放下的火，同时这个记号那个掺杂在里面的鬼魂全部烧掉，那种火是整个都是代表整个族群的火跟那个古巴的火会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凡是听到这个歌声的人，凡是听到我们联系的法律就到会所来还有说希望透过这样的祭典，请上天来
保佑我们的一切。虽然他的唱法一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曲来叙述一些事情，那么也是一个祈祷的含义在。结束的最后，这个时候已经无机会，任何人可以参加，你的或者是外来的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宗教的话，那个玛雅神谕本来是一个宗主跟上天的一个关系，它变成它是一个观光，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对文化来讲是悲哀的。整个排湾族的组织体系完全是以我们的记忆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核心和精髓，因此在各种记忆当中都有每一个人的职权，不能越权。所谓的来了就是招祖先来跟我们人间一起庆祝，所以不是5年的意思，而是招祖先跟我们人间一起做这个神圣的庆祝。像这个排湾族的部分全部都是 PD150就是你们用的，就是用那种简单的器材拍出来的。在那个党系部落的魏格那个地方做的仪式，那个叫阿斋哇嘎吉那阿斋哇怎么样，也属于土地的党系，也属于这个部落的党系。按照台湾族的仪式每一座山，每一个农耕地都有一个石头位格，所以他就从那个阿加伊诺比那样，或者说是阿加伊诺盖吉那这个地上延伸往各地献祭，献上祭。20号，另外一个地方是狩猎的，狩猎的地方通常是由男的祭司到那个地方做这个仪式，不是女的祭司去做。
所以分两个地方，一个是拿那个守卫的那个方位格，就到那边献祭。祭司们就到河的那个若班呢，斯勒姆就是遮护河的那个位格点，祭祀的10位格那个地方去做祭。应该是去了3次，第1次是驱除污秽，那第2次去是希望那些恶灵或善灵来的时候，那些水族里面的东西不受害。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送主灵的第2天做那个驱除那个遮蔽物，希望今后水族里面多繁殖。年纪的祭歌，我们通常都说它是边红，就是顾范。每一句的前面或后面都会有亚伯来亚语这一句哈。那每一句的意思，它有每一句的意义，所以很笼统的说，首先要跟祖先们说，我们已经到来了，请你们来吧。还有希望主神祖先们带来的是光荣、名望，祈求这个祖先能赏给他们很丰富的猎物。还有也希望祖先们赏给我们这个灵魂小米，好使大家丰收啊。就是包括在这个歌词里面的意义。那这个神的祭歌不能完成，只有在祭礼中才可以完成。招主灵的仪式我们的观念上来讲，不只是善灵到来，有的时候可能是恶灵也同时就蜂拥而来，所以特别用那个来做一个仪式用。
安全距离，请各位合作。勇士的台前面。那个5个球是5个主神在那个歌词里面有唱到的那些主神所带来的福气或者是不好的。如果是好的一面来说，吃到球的这个人可能在5年内会对他们整个家族有一个很好的运气啊。如果这个球带来的是不好的，那你在5年之内，可能这个家族都会有不好的现象发生了。应该知道这个球你得到的球是好的坏。他们不愿意我们多问啊。他们是说重要的是那个基干叫普拉能，没有休止在那个基干。下午只有那个吃到了就撤除吃球价跟计分。好，我们的吃球场的勇士们要开始啊！看对面的主杆啊，咱们阿布的内。他们是怎么处理最后吃到的当然他应该是带到祭祖再做仪式，以后再给那些得到的作为留念。我们排湾族并没有分男女之分的继承，而是以投胎孩子为主的继承。那么投胎孩子只要是男的或女的都没有关系，就是有投胎孩子来继承这个家产。头目也是一样的，一般平民也是一样所以还有女的头目。我们台湾族传统的社会阶级非常分明，每一家头目都有自己的品质
都各有属柄。
全部看完的话，非常的长的，有各族的。那因为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分了那么多组嘛，哈，能够拍的东西呢，戏剧的部分有拍戏剧的有哪几组啊？请举手看看。是你们是同一组的吗？不是啊，一组的就一组，只要一个举手就好了。有几组在拍戏剧的？1、2、3、4、5组，6组在拍戏剧的。别的呢，大部分纪录片的呢，拍纪录片形式的6、7、8、9组，还剩下的呢 MV 哦，啊，对啊，学到了。哦，9加15组，你看我的算术有多差，9加6都不会。如果去玩那个什么小鸡大财神，我一定输的。因为前面那个电影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已经做了一些说明了嘛，哈。现在我们讲就是针对这个纪录片，我们讲说那个戏剧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创意是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因为时间空间是可被控制的，对不对？时间空间是透过你的创意整合，然后不行，表现得不好，它可以 NG no good， 然后重新再来过。可是纪录片它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尤其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它不可能 NG 啊，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拍好它就停下来它的那个祭典仪式的进行嘛。你也不可能拍纪录片，而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当仪式性的在进行的时候，你不可能去主导它，对不对？你也不能够去摄入，你也不能够干涉它。可是你要拍到它精髓，拍清楚它的逻辑，那就是靠你很好的田野调查的这个基础。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之后，才去建构一个节目啊。我们讲说，开始要去建构一个节目。我就拿这个片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好了，就好。我那时候决定就是说，透过原住民的乐舞、音乐、舞蹈，来看台湾原住民各族的社会结构跟仪式。它是要透过音乐跟舞蹈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然后呢，我又想到我要把时空拉长来奠定原住民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合法性。所以我必须从历史，就是汉人还没有来之前，大洪水之前，他们这些人种就在这边。可是那样子的时空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只好用戏剧、用特效的方式去处理。上次好像我已经放过给你们看了，对不对？然后在我的思维逻辑里面来讲，那么要介绍台湾的原住民来讲，我总要选择一个方式嘛，哈，已经有一个谈的目标了。然后方式是什么呢？我就由北往南，所以从泰雅族塞夏族，然后少族、周族排湾族、鲁凯族，然后是那个阿美族、卑南族，而它的系统也是由父系由北往南，然后父系的台湾来谈双系社会，就是台湾族跟鲁凯族，然后谈母系社会。就是那个阿美族跟卑南族，这样子就理出一个合理的一个顺序。你不是跳来跳去，那个观众会模糊嘛，哈，所以他必须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有了这些逻辑基础了，再加上你事前做的很好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去谈创意，才能够谈创意。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好比我用戏剧的方式，像排湾族这一段有好几种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有戏剧的演出的部分，像那个婚礼的那个部分，它是用戏剧的方式演出。因为传统的婚礼现在都没有人在举办，那老人有印象，是我们去拍的时候，他们整个村子就重新把那个传统的那个婚礼重演一遍。可是，在演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那个现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
是透过你的安排发生的。那纪录片你也必须诚实的面对，你不见得用讲，可是你用影像让人家感受出来。所以它的那个色调，我就特别把它做了一些处理，把它变成暖色系的，叫温暖的，对不对？他们的婚礼。可是刚开始的是有一个讲述人啊，就是那个吹鼻笛的那个人，那个人颜色就是正常的，坐在屋顶上的，他来讲这个婚礼。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好，那我要讲这个婚礼的时候，你也必须开始分段来处理它的那个逻辑。我这段要怎么表现？这就是我们开始要延伸你的那个创意。好，先从结构上，我们分了很多小段出现。这小段的部分啊，婚礼的部分，我挑出一个笛子，那个鼻笛来作为那个这个族群的抽象的一个诠释者。他有时候人出现，有时候人没有出现，对不对？用这个笛子来作为一个诠释者，透过这个诠释者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就是现在时空不拥有的，是我用戏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用暖色的方式。那真实的那个部分，我就用真实的这个色彩让它出现，让它。那么事实上，它是透过了影像的处理，让人家感受到你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想法是什么。那周族那个也是一样，他是透过了访问跟那个领唱的那个人，他会先出来，那是表演，透过那个表演才迁入到那个记录里面。因为本来就是透过那个人唱的，如果你先不出来那个唱的，先是仪式，会产生这个混淆，也就变讲不好听，人家会说你欺骗了那个观众。那个声音明明是那个表演的那个声音，那你把那个现场的那个部分假装是他的那个声音，所以在说法上，当你要面对群众去做说明的时候，他就会露出很多破绽出来。所以你必须在思维的那个过程里面，通通都要想得很清楚，尤其有这种祭典仪式的这部分，在特有的时间空间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必须要合理的一个建构。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之后，再用那个那些表现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它比影像的结构刚刚谈了。那么声音怎么办呢？声音这边有歌。歌是我们当初决定，就当初用歌，透过这个歌曲来谈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跟它的祭典仪式，所以歌它是主轴吧。可是当它有歌跟人访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声音的比例要怎么样去放呢？访问的声音要拉出来。本来歌是主轴，对不对？当有人的声音出来了，它的 level。的时候，这歌变成他的背景的声音。那这个背景的声音后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歌又在诠释，除了他在唱歌对嘴唱歌的第一个时间空间之外，他可能透过这歌又讲一个现实的，就是祭典仪式在进行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时候声音的表现的时候，层次来讲，第三层。就是真正的现场的声音，它必须你要决定它要不要出来。如果出来，它就是在第三层。所以当你们在处理在剪接的时候，我这是用 Premiere 的这个软体来做的。我们画面有几轨？大概有6轨吧，对不对？声音大概有9轨吧。有9轨的声音，而且每一轨的声音呢，你可以点选它它是那个stereo 的，可以是偏左边或者是偏右边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讲说执行了，现在开始执行了，这个东西都拍完了，这些影像你要去处理它的时候，影像的这个结构是按照我刚刚讲的，也许是访问。然后看到唱歌，然后拉回到记录，我们讲过这3个阶段来讲。可是，在访问的时候，这个声音你放在我们讲放在第一轨上面，然后第2轨是歌的声音。可是这个歌的声音呢，你不能够说它画面出来，你歌才出来，对不对？它的歌它必须在前面就 fade in，
进来，如果你要它 fade in 进来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用声音啊，我们声音的处理，你就不能用 cut 的这样子的做一个方式。所以最保险的方式，我们要如果让这个声音的剪接很美，空间很好的话，所以它必须把不同的空间放在不同的声轨上面。访问的放在一轨，放在第一轨，我们把它放在第一轨上面哈。那个唱歌的，我这个是唱歌的我放在第二轨。那个环境音放在第三轨。那么环境音有时候环境音跟环境音这两个镜头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剪接的时候，你画面觉得这样子接很好，可是那个声音有瑕疵，剪接起来会有跳动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把这个声音再把它拉开来，环境音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这样子的时候，当它这个平切点的时候，这两个好比这两个声音啊，本来是 cut 的，是这样子，会有瑕疵。我现在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我这边把它延伸 fade in， 上面这一轨给它 fade out， 这两个声音再把它 dissolve 在一起，这样子就变成 dissolve， 对不对？它的声音的瑕疵就没有了。可是这些声音只是代表，就是说这个环境，这个我们在影像里面看到的这个环境的声音有这样子的现象。可是，在我的听觉，等你这些处理完了之后，你自己在听觉上，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你觉得它缺乏了空间感。后来你想，哦，那是在树林里面，那个虫叫的声音不够，或者在什么时候应该加一点鸟叫的声音，所以你在第五轨或者第六轨的里面，就把这些虫叫的声音然后第六轨呢，就把鸟叫的声音放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这些声音通通放出来的时候，你再用你的耳朵去听，觉得在视觉上这个鸟叫的声音应该是很远的呢，还是很近的？如果很远的话，你透过特效的那个音效的那个处理点选，把它加那个 echo 或者加 reverb 或者加 delay， 看你的怎么去处理，声音把它拉小了，对不对？虫叫的声音你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去处理？所以当你影像剪完了之后，你每一层的声音，你都要去想象那个声音的处理的空间感是什么。访问的人如果他是面对着镜头讲，显然他对这个麦克风很近，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最真实的。歌的那个部分有对准的时候可以很真实，没有对准的时候，它变成一种描述的功能。它也许你可以把它变成好像是在好像神在唱这个歌一样，尤其祭歌。你看那个排湾族的那个歌，有时候它是真实的，有时候会很空灵的感觉。那个就是加了那个 reverb， 把它声音拉小了。那个然后现场又有虫叫的那些声音，这些声音透过处理之后，让它产生一种更具有想象的空间。那这个就回复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精确的声音剪接，精确的影像剪接，精确的人物的，就是里面人物的表现，透过这样子的思考，喂，我还在上课，喂，已经切掉了。所以不管是影像，不管是人物，不管是声音，都要透过非常细腻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检视、处理，提升它的那个精确性。这些东西再把它融合，三个叠在一起，这个东西它就非常一个反差，让这个事件被凸显出来。这个当然就有它的合理性的存在了。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因为你们慢慢的，你们大概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通通都会进入那个执行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基础拍纪录片的人，基础把它想好，
拍戏剧的，把你的创意、你的分镜脚本想好，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冷静细心，去多思考一下前后镜头的关系，然后还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回来剪接了之后，它的声音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也就是影像中的人物啊，剪接的精致跟声音的精致，把它整个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在这个状况下，不管你是拍纪录片也好啊，拍戏剧片也好，或者是拍这个 MV 也好，啊，最起码它会达到一定的成绩、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已经透过完整的一个思考跟执行的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够要求你们到了什么名家，可是最起码的东西出去基础面的部分，人家一看，通通都达到了，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知道各位通通都是在这个业界中，各自在不同的那个专业里面，可是这样的专业它缺乏了连接，尤其是在电视台里面规划的那个课程，好比业务的部分，如果业务的部分是管电视台的业务的话，这样子的思维它就已经落伍了嘛，已经跟这个社会衔接不上了，而是一个行销的观念，而这个行销的观念必须知道，声音跟影像透过你的创意变成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在不同的平台、数位平台如何去运用，去产生增加它的产值。如果你们只能依赖一个电视，你们就会死得很惨。当这个主管他的艺术水平不高，戏剧水平不高，那么他又掌握钱，那你只好附和他，你才能够拿到钱，不然你不要拍节目啊，因为你唯一的窗口就是他。可是当你把这个数位影音这个东西能够运用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话，那么电视它只是你的一个对象而已，对不对？你可以跟 MOD 谈，他出多少钱啊？我们做这个节目给他，然后你的付线拉出来了之后，或者你跟商业好比你们讲美食，这个节目跟饮食有关的，跟美食店又可以收他们的权利金，等等之类的，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产值出现。那么你跟中华电信在手机上，你把你的影像把它变成一个30秒的一支很好看的那个 MV， 或者帮中华电信做一个那个形象广告，对不对？你也可以卖给他，你也跟他谈，就是说有人看了之后，好比1分钟0.6毛，是不是现在最便宜？那我的那个版税是1毛，人家点选一次你就有1毛。如果你拍的很好看，很多人看，被点了100万次，才10万块。现在1分钟是不是1毛？0.6毛。我不晓得，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产值出现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制作节目的经济的来源，它不是单一要靠这个电视了。那相对之下，你的创作的空间就无形就增加了，对不对？你不必依赖它，你觉得自己很有水准，这个电视台都编成还没水准，可是我只好交给他，因为他给我钱，因为你只能依赖他嘛。所以你可以反行其道，在 MOD 或者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被别人注意的时候，你再卖给他，版权变高了，对不对？这就是行销，在行销上面，你们一定数位平台的应用的行销的观念一定要清楚。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推那个互动电视，我看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嘛，才会有。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灵活的运用在不同平台上，将来你们就是革命的人，你们就是领导革命的人进入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电视的平台。不然，如果电视还是按照这个思维慢慢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相对的就一直会萎缩。
对不对？它就会萎缩下去。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些电视台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改变，他们也不是笨到这种程度嘛，对不对？也想要做这方面的改变。所以，当各位拥有这样的知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在这一波改变的风潮的浪头的顶端，而不是在浪头的屁股后面跟着别人走。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一次，能够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运用，慢慢把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充分的运用熟悉了之后，他以后他就会，我觉得以后分众的市场会越来越明显。以后就是什么儿童频道啊，或者艺术频道啊，那你就挑你想要表现的嘛，对不对？也许钱，我认为台湾市场还不够大，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市场不够大。也许钱不是很多，不像美国，钱可以很多。钱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就创作者来讲，它提供了比较多的创作空间，因为它分众市场会出现。分众市场出现了之后，你就针对那一块，你有兴趣的那一块，你去充分的去发挥你的创意。人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自我的成就跟满足其实是很重要的嘛，不是一直去适应别人对你的需求跟要求嘛，对不对？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包括行动数位也是可以被结合的，你还可以拍成很好的心情故事，在网络上出现，也可以跟捷运公司合作啊，太多了。其实你卖给台北市政府嘛，不跟他谈合作嘛。如果他自己拍一个3分钟的一个心情故事，像我的想法就是说，好比台北市政府以前有办过什么外劳在台湾写的心情故事，短短的50个字，什么几百个字，我把这个几百个字透过我的创意变成一个 MV， 变成一个小故事，你就跟台北市政府合作，请他出钱啊，他也可以在网络上播，也可以在落地上面播啊，到处都有你的表现的这个空间，是看怎么去创造，再创造出来。我讲得很累了，因为讲很抽离的讲话，因为有没有问题？你们时间还有吧？哈，还有将近20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执行，你们都要面临执行了，对不对？有结构没有脚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该 close up， 什么时候应该要弄场景，或者什么时候该开空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拍纪录片，然后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没办法做什么田野调查或者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意见？就你看那个你要拍的那个主题，你当然必须要很清楚嘛，哈，你要很清楚。那么它纪录片里面有一种形态，就是说里面发生的这个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未发生的是真实的。可是呢，如果它不是仪式性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请求他们，要求他们再来一遍，否则那个不叫纪录片，对不对？戏剧的方式有戏剧的那个方式，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真实的，是有很多的基础文字的这个资料或者历史的发生过的事件来支撑它的合理性。可是，在现在的时间空间不存在了，所以我用戏剧用演出的方式。那演出的方式的部分呢，去呈现它的真实内容的这个真实，它也是属于纪录片的一种形态，就像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拍那个英国的宫廷啊，什么那个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重现，可是它里面那个内容是在史籍的记载里面是真实的那个部分。那么你讲的就是说，拍的那个画面的近景、中景啊，这些部分呢，其实导演如果他没有把握的话，他最起码要带2部摄影机。或者是3部摄影机，然后跟这个摄影师讲，你拍的部分，他安排的位置呢，就它成为3个点哈，
就是因为如果这些活动在进行的过程是一个面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变成三角点啊，最中间的这个呢，你拍的全部都是 full shot 到 long shot， 左边的这个你拍的，因为它比较接近人，你拍的就是特写到中景，那这边呢就拍的中景到全身，就全景到中景，这个是全景到 long 景嘛哈，这个是近景特写到中景这样的画面的 size。当然，所有的活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知道它的长度。如果是记录一个事情，它的长度是多长？那这个比较费底片的方式就是3部同时在拍。这个的作业方式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电视台棚内作业、3G 作业，对不对？只是这3G 作业没有 take， 是从头到尾通通都录，最保险的方式，通通都录完了。然后好，我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在电脑剪接的时候，因为它的长度通通一样嘛，对不对？我就 camera 1放在第1轨 ，camera 2放在第2轨 ，camera 3放在第3轨，头尾通通一样，声音通通一样。你可以拉说，哎，第一个镜头看哪一个画面比较好，用哪一个，然后第二好，那我用了这个镜头，这2个把它杀掉，然后看第2个镜头怎么衔接。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会漏掉东西。这是一个计时的过程，就是计时的过程，非常完整计时的过程。然后这个声轨的部分也是3轨，按照1、2、3，因应那个镜头的远近来，因为距离不同，那个听觉上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来取决。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完了之后，你怎么去萃取这中间的精华？如果这个整个过程是30分钟，可是对我来讲，我只要3分钟，那你就必须透过创作的手段，就是你要非常透过，因为你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嘛，你用这样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之后，透过你的解读，你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的重要，可以把这个事件说明的完整。好，这个透过你把那个脚本你把它写出来，包括你要用旁白呢，或者透过一个人访问，当然用这个事件的有关的人来访问，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代表客观嘛。我在剪接上虽然是主观的选择，可是在说明这个事件的时候，是找了跟这个有相关的人在讲，那么对观众来讲说服力比较够。那一般很多人怕又要再拍一次又花钱，他就变成旁白。用旁白在讲，对不对？用旁白来补足你影像上衔接的不足。可是，在影像的衔接上面，因为它已经提供了各种不同画面的那个 size， 对不对？这个过程里面都已经提供了不同画面的 size， 所以在剪接上其实已经提供你很多的素材，所以就取决于你怎么去说这件事情，你的理念是什么，你要用的形式是什么。这个形式就你的创意了，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说这个东西，够不够清楚？大致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做功课，你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个镜头先到那边去拍，就是等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镜头已经移到这边来了，它才发生。你不要在这边拍这个，结果你拍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当你发生的时候，镜头移过来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对不对？所以要能够明确的掌握事件发生的过程。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时候，变成你就要事前问清楚这个流程是什么，是谁负责。谁会讲什么？谁负责讲什么？谁在主导？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你必须看完了之后，这些事件知道了之后，然后你取决于一个角度，这个 camera set 的位置是可以同时捕捉到这些事件发生的，你都可以从你
那个 camera 你设定的那个角度、那个位置都可以捕捉得到。因为这只有一部摄影机的时候，变成他要很细腻的去了解拍摄的内容，了解主导的人是谁，了解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那个对摄影师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很丰富的经验，不然他都一直拍到人家的屁股。尤其我上次举例，就是有些仪式只不过一个动作，可是这个动作充满了含义。好比他在敬天觉得很重要，他敬天，他在敬天过去，他已经转身走了，就拍到他的屁股而已，来不及了。可是你觉得很可惜，他可能会为你再来一次，不可能嘛，对不对？除非那个是表演性质，你又跟他很熟，你才跟他讲对不起，当我没有拍到，能不能再来一遍？可是再来一遍你只拍到那个形，因为人的表情，如果是人的表情跟环境的那个空间的情绪听觉上面其实都不连接的，都不连接的。那么变成要多花时间，要把前面的那个空间拉过来，在这个补拍的这个背后，把那个声音要把它连在一起，不然人家从听觉上、跟表情、跟人物上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如果他刚开始拍的时候旁边有人，你叫他重来一次，他旁边的人都不对啦。都不是啦，走掉，那你就必须你的摄影机的那个角度就要避开这个容易穿帮的这种角度。也许你用低角，也许你用特写一点，或者用长镜头压缩的去拍它，可以让后面 out 掉。这样子的话，就你看不太容易感觉出来。可是那些都是立即的判断跟反应，所以那个摄影师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的摄影师在那种很快速的。很缓慢的场面，能够很冷静的拍出来，他剪出来很有风格，这个摄影师就很了不起。不是，那个镜头拍出来就一直在摇，然后那个剪接的就一直骂，干嘛？要他怎么剪的时候，糟糕了，对不对？就是。好吧，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透过歌舞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那你们的前置作业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我敢拍这个，就是因为我20几年的时间跟原住民的互动，所以你看那些连演的那些人都不觉得他在演，是因为我跟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们。那对台湾族的那个夫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15、16岁，他们是真的夫妻。然后旁边那些人都认识，所以我就还有当导演的人一定要能够带动这个氛围，让他没有压力，然后摄影机远一点，去让他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就很真实。如果你，因为他们都不是职业演员嘛，你给他 NG 1次 NG 2次，脸都不晓得怎么办好了，对不对？脸都扭曲了，对。我是因为长时间的关系，跟他们很久的那个时间。我从72年就开始在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部落里面跑，所以很多都是小孩我就认识了，包括那些大人唱歌的那些老人啊。因为我第一个到部落里面，第一个就是找那些老人家，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嘛。他们没有文字，可是他都是透过经验生活的那个经验都记在他脑袋里面嘛，所以主要都先找那些老人。可是你们一次几个人去？你是当导演，然后摄影的有摄影的人。这个不是你们可以拍的，我那摄影也最多到7个，一次7个同时在拍。没有，就是摄影机，对，纯摄影。因为像那个周族。它在发生的时候，一个场地是主祭场嘛，对不对？主祭场4部摄影机，还有人跑到那个家里面去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米跟那个酒，那边也要有人在等啊。呀，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很久，我那个其实有2、3年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不能一次拍完，我今年我主力只拍主祭场，好，明年我就拍那个。背后的运作，它那个
组织的那个运作，我就在拍那个组织运作，2个接起来看看有没有还缺了什么东西，然后第3年再去补，因为它不可能为你重来嘛，对不对？如果你要一次拍完的话，你那个摄影机要很多，因为原住民这个东西它是整个部落在一次祭典是整个部落在动，然后在不同的那个点，然后延伸到不同点，然后才到这个主祭的那个，然后主祭场你看我们又进不去，不能进去的，我们不能够到那里面去干扰人家的祭典的仪式的进行嘛，所以你必须事先就要架好那个摄影机，然后那个报战功在那里面的是什么？是我的学生是原住民，正好是那个部落的原住民，我就给了他一部那个 DV 150的，就是150的，给他进去，是他拍的，不是我拍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族群的人，他不能进到那个里面去嘛，所以你必须事前通通都要规划的很好，因为那个太庞大了，你们在执行的那个经验上还没办法指挥那么多的线同时在进行，你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还有 walkie talkie， 我都是靠手那个无线电在控制的。我站在，因为没有去之前，我就跟每一个摄影师，你负责拍什么，这个什么时间他会走哪一条路，会怎么拍，因为我都是知道的。我跟他讲，我看他有的摄影师慌了，拍到别的东西，那边要发生，他没有回头啊，没有回去看那边，我马上跟他讲，你干什么干什么？后面要发生了，没有电影不行，它可以重来啊，对不对？这个他没有办法重来啊，对不对？像那个拿那个酒跟那个肉的，我们一个是其实那2个不是同一个人的，拍到的去拿的是一家的，跑来的是另外一家的，对不对？其实那个不是同一家的人啊，跑来那个是瘦瘦的，去拿肉那个是老的，年纪很老。可是他们因为他这个族群是5个大的氏族，他们都有主祭的屋，所以5个地方我们只安排了2个地方。那个如果5个都安排，那更多人了，对不对？我说我只要拍2个代表性的就可以了，就是一个是拍去拿，结果另外一个有跟回来，跟到那个主祭那边拿了一大桶那个竹子的那个糯米酒还有肉回来，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拍的，它变成只是在说明那个事件的过程，可是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的话我更惨了，对不对？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拍记录的部分啊，因为你们要拍的那个是可被安排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困难，一部机器求这个画面的好看，不好可以 NG 的，不过你一直 NG啊，被那个人就会很火大，就那个表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开始扭曲了，我跟你讲，因为你打击到他的信心度嘛，对不对？他第一次讲的很活泼，很那个，第2次他一定不对的，你说重来一遍，心情也低落了，表情也会比较差一点。所以最好是你要负责导演的人呢，要不断的去卸除被访问者的那种心防，然后建立起彼此的信任，用很愉快的那个方式让他表现得很好。如果你要访问的东西很悲惨，那么还没有访问之前去谈那个悲惨的事情，先产生心理的暗示，让他的心情很低落，对，这都是一种手法，对不对？对。是。最后2分钟，你要不要统一跟大家讲一下刚刚以后有没有做一个你不是前任说要跟你们讲吗？那个。其实很重要的主要的课程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那个培训呢，把声音跟影像当一个媒材，透过这样的媒材，透过你们的创意呈现出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运用，对不对？那我们虽然讲的电影课，可是电影的课程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器材达不到那样子的标准，只是那个硬体的标准不够嘛，所以我们电影要透过电影的方式就假装是，就可以被那个被投影出来，那个就假装是电影了，可是那个画面它不可能像电影到那么好嘛，那好，电影在电视上面
电视怎么出现啊？在一般的节目里面出现，在 MOD 里面怎么出现？你自己架设的网站是什么？你将来在手机上面怎么运用啊？怎么运用？通通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就是每一组他最起码知道声音跟影像这样子的媒材，透过创意之后，在不同数位平台上运用，而且还可以互相串联，最好是互相串联的。好，我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我，就是在问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好像各组的人恐怕在认知上恐怕不太一样。那么以后在看片子的时候，可能那个评审的那个起跑点就不同了，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先要清楚。那既然是要在不同平台上面的运用的话，那么在最后的时候，你们开完了之后，学员的这个成绩要交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组的人先透过那个present 架设好的，就是透过你们的那个架设，把这个企划案做一个充分的说明，让我们知道这个说明呢，就包括你们对这个不同数位平台的运用，它包括你的行销，包括你行销的那个 proposal 你们的那个企划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完了之后，就把你们的所谓的这个窗口，不管10分钟、15分钟，放给我们看，然后透过你这个片子放完了之后，然后再透过你们的操作被点选出它的副线，看它的饱和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最后再希望你们把你们的那个在那个手机上面的把你们手机上的把你们剪好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如果你认为30秒就可以了，就30秒，1分钟就1分钟。可是我认为手机上的不宜太长然后把它下载到手机，让评审看在手机上出现的那个效果。这样了解了吗？好，就是到最后必须呈现这样的。可是呢，也就是说，可是你架设网站之后，你设立了不同的那个副线那个窗口，它被点选的时候，看你的能力了。那可以请问一下，如果我们都没有3G 的手机，如果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很穷，然后为了那个要去买一支3G 的手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3G就没办法下载这个话，跟人家借一次都可以。你可以大家说同学，你跟他借，把他的跟你的下载一起，你播他，该播他的播他的，该播你的播你的就好了，对不对？我不是要求你们在工程上面，而是知道工程是有另外一个专业的人，可是你们做创作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牵涉到就是说影像的结构上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差别。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电视 MOD 或者是这个架设网站上面出现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影像的结构，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它的画面的大小都差不多。可是，在手机上面呢，因为它手机小，对不对？所以呢，手机的影像的那个结构呢，第一个时间不宜过长，第二个它的影像的那个画面近景的部分要比较多一点。也就是说，你的 long 的那个镜头在手机上面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感觉嘛，对不对？最多就是，所以在这个手机的影像结构可能是全景到那个特写，可是字的部分你不可能照我们这样子那个字幕打在这下面嘛，对不对？根本看不到，所以它必须运用平面设计的这个观念跟手机结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专门针对那个手机做。不管是30秒、1分钟或者怎么样都可以，都你们自己去决定。可是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时间太长是，我想观众没有那样的耐性那好，这时候那今天要给你们上的课，就是说先让你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以后会要求你们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讲那视觉的部分，现在就讲说我们剪接的这部分是。我们讲说剪接有节奏嘛，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技术组的部分我们这边导演组的没有这种剪接的专业的人不在这里嘛
所以剪接其实它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我们举个例子，就拿音乐来做例子好了。我们把它当成四拍的音乐哈，四拍一个小节，四拍一个小节哈，我们就运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啊，来对比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像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哈。我没有用画面，我是用颜色。好，你看哈。它里面原来是没有声音，好比1、2、3、4，啊，2、3、4，4、2、3、4，5、2、3、4，红的是好，这个是很规律的，它的那个颜色是很规律的，然后。我如果不讲1、2、3、4的话，你的眼睛看到它是很有规则性，这是最简单的所谓的那个节奏哈。对，好，1、2，然后我不再念1、2、3、4，你们去看那个色彩的变化。好，它这个节奏变慢了，对不对？啊，可是它跟刚才的那个画面通通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是用了4个小节，等于16拍，啊，4拍一个小节，4拍一个小节，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刚才有16个，第一个是有16个画面，这边减半了，变8个画面，啊，你们去感觉那个视觉上的跳动啊。好，这个画面更长了，它变成4个颜色，就是一个是四拍嘛啊。这个已经跟刚才的所谓的等比的画面的那个长度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它还是在这个16拍里面，所以将来在剪接的时候，就是说它有一种节奏，透过视觉产生的一种节奏跟一种感受在这边。那如果跟声音结合在一起，就会更清楚。可是当没有声音的时候，影像它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节奏存在，而不是没有节奏。1、2、3、4、2、3、4、3、2、3、4、4、2、3、4、5、2、3、4。6没有了，4、2、3、4就没有了啊，对不对？4、2、3、4，就我前面这种是什么？如果当一个影像很长，在那边让人家就是专注在那个一个长的画面，突然后面是短的镜头，或者是特写，又短又特写的镜头，它会产生一种视觉的一种压迫性会出现了，对不对？1、2、3、4，2、3、4，3、2、3、4，4、2、3、4，5、2、3、4，6、2，好像我念得很快，
就像这个，它就是解构了原来的拍子，可是它这每一个刚看到每一个它的长度通通都是一样的。我要跟各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节奏，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它有一个鼓声是固定的，是1、2、3、4、2、2、3、4、3、2、3、4。可是有时候它会反拍，对不对？它可能他唱的时候在第4拍，第4小节的第4拍，它有一个强音出来。那么，所以当他前面用了3个小节很长的时候，突然你有一个很强的拍子出来，它产生的视觉效果是什么？可是如果把这个东西一直延长变成一个片子的时候，它基本上片子是有一个节奏的。如果你们在拍戏的时候能够包括这种节奏感来自于什么？一个是你有效的设计，第二个是来自于你对这种节奏的了解跟认知，能够转化成戏剧的方式，去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符合这样的那个节奏，那么它就会呈现非常精致的感受，而不是在那边就是好像没有章法的在那边。当然这是一个节奏，那它必须配上那个影像的，就是视觉的角度，包括你近景、中景、远景的这个摄影的部分，那是另外一个部分来谈，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摄影、剪接、声音很精确的设计，那么它的精致度就更容易被提升出来，而不是说我高兴拍什么我就这样去拍，拍完了之后就把它剪在一起。它在你的脑海里面必须要有声音的节奏，要有影像的节奏跟表演的节奏、演出的节奏。因为我今天没有谈纪录片我们讲电影，就是这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跟那个表演的节奏，把这3个通通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精致度就会呈现了。而这3个呢，它必须分开单独思考之后，才把它连接在一起。今年我在做那个金曲奖的那个评审，入围了蛮多的，有6个片子。那这里面那个片子呢，就是因为评审都是多数决嘛，也不见得光都是我喜欢的，现在也不晓得它的结果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把这个入围的片子放给你们看就是从剪接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放的是那个陶喆的那个鬼这个片子我对他的评价蛮高的，就是说他一直在颠覆，就是他从真实进入幻觉，幻觉进入真实，你都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到最后你都还不确定到底这里面真实跟幻觉中间的对比是什么。然后呢，他又把陶喆一个人其实在演2个人，一个穿条纹的那个衣服是他是善的这一面，另外一个穿那个黑色的那个衣服是恶的那就是人的本质里面属于恶的那个部分。所以因为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构想，建构出这个故事的逻辑之后，他才能够做这些要求，他才会要求表演的那个节奏是什么。所以穿白色衣服的表演的时候看起来陶喆是个好人，可是当穿那个皮衣的陶喆在唱的时候，他看起来就有一种那个 evil， 有点那个邪恶的那个部分。而他的背景又很多是在那个监狱里面拍的。那么这就是说陶喆的歌词里面，也许认为这个世界现在面临一个就是那个恶的势力非常的庞大，想要跑出来想要闯出来。可是这个片子呢，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他可能的用意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可是呢，一个好的东西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人会跟他的那个生命经验结合了之后，他会产生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这个片子在大陆被禁掉了，
因为大陆的人解读，中共在解读啊，就说你讲的那个是说我们压抑那个压制人权，所以就把他禁了。因为他后来关了很多的人了，就，而且他用戏剧的手法，它里面这个 MTV 它运用了戏剧、隐喻啊、暗示，还有人的人的那种正反两面跟那个颠覆的这样手法把它完成。所以它短短的几分钟的片子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元素，所以这个片子我对它的评价是蛮高的。要确定的。声音有吗？没有声音就。后面那个声音大一点可以吗？再大一点吗？灯可以关掉。这个讲可以，这样可以。在我里面，咱们把回忆吹，在心中的夜晚。
片子啊，你看那个片子，我们去解构，我们要有能力去解构片子，然后你才能够建构自己的那个想法。那我经常跟各位讲，就是说啊，一个短短的大概这个片子头尾将近大概5分钟左右，在一个创作者那个导演的那个思维里面，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思考的过程，他怎么去建构一个故事的逻辑？他怎么赋予人不同的，在不同的段落里面赋予它不同的造型跟意义？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陶喆把它正邪把它分开来，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才行啊。然后那个陶喆就是比较正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今天再看一遍，其实我前面看过2次，我今天再看一遍，我又感受到就可能导演的是想，就是我们现在真正他想要控诉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恶的势力越来越庞大。那个陶喆是被绑在那个电椅上一样的，正就善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被约束住的，是恶的那个部分被释放后来，然后到后面通通都冲出来了，对不对？通通都出来了，包括陶喆他自己，他也是那个恶的，也是一个鬼嘛，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想法，然后透过创作的手段，才能够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手段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他的那个节奏、表演的节奏、声音的节奏、原来的音乐的那个节奏，还有影像的那个节奏。他这个剪接其实非常的碎，可是碎它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里面很多只有2格3格，就是一闪就出现就过去了。那要非常熟练的一个经验，他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所以好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当他看完1遍之后，他还可以再看第2遍，然后可以再增加你更多的联想，然后可以再看第3遍，因为有更多的联想出来。也就是它里面的元素非常的多，也许我第一次忽略了，可是它会越来越饱和，它就有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看1遍就忘记了，对不对？那另外下面要放的这个，你们很多人大概也很喜欢这个人，尤其女生王力宏的那个什么花田错好，看完了刚才那个，我们再看花田错它的影像结构就像刚才怎么突然有见到鬼了？它的影像结构，你想想刚才放的那个色块，是不是像最前面的1、2、3、4、2、2、3、4，已经很规律的，对不对？还要看吗？我从来没看完这个片子。
我看不下去的人。啊，这个不用看。哎，其实我要讲的，这个片子不是音乐不好，啊，不是王力宏不好，是那个导演的问题。这样子的音乐跟这个演员交到了这个导演的手上，他只能这样子的处理，他只会这样子的处理，1、2、3、4、2、2、3、4，这个很规律的，然后他没有内容，他只是无意义的画面的那个衔接，也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王力宏，反正是一个 idol 嘛，来了这个画面这样子搔首弄姿，充满了自恋。对不对？你就看不下去了，你不晓得他干嘛了，这些，这因为他没有内容，你就没有让你要一直看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嘛，啊。那你有没有在看我？对啊，他就是用 idol 在那边搔首弄姿嘛，对不对？他或是会让他的歌迷比较多亲切看到。所以这个，难道刚才那个？陶喆会看不清楚吧？然后因为那个骗子的关系，那个骗子的关系，那个歌的关系。可是刚才陶喆那个骗子，全部也是他演的。可是他人的个性是饱和的，他有各种不同的情绪，他后面有很多的意义去支撑他嘛，对不对？就是看导演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嘛，对。好，结束了。下面这个片子呢，我不晓得导演的想法是什么，不过我看了有一种感动，讲不出来的感动。因为当你很注意世界潮流的时候，你知道那耶路撒冷，他饱经战乱，基督徒跟佛教徒在那边打了几千年了，然后他们很克制这几个表演者，这菲尔啊，他没有引爆入到里面，强迫要给什么情绪。这前面就是他对这个战乱有一些感受，他用这样的视觉的表达的方式。那个音乐可以大声一点，那个这首歌很好听。多是只求耶路撒冷的天空，破碎的梦应许之地消失中，你深深的外表之中有多少爱，这存在的仇恨啊，你想证明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对你有了遐想，就让凭你无止无尽的诉说。You used to be like an angel, but now a devil. 多残酷的笑话，我逃离，我冷静下来，就让春寒随风带走伤，带走痛，让眼泪
用爱去承受，愿天使曾飞去，为飞扬魔中，把爱折磨。不应该对你有任何遐想，就任凭你无止无尽的诉说。You used to be like an angel, but now devil。多残酷的笑话，我逃离，我冷静不下来，就让仇恨随风，带走伤，带走痛，像眼泪不再流，为生命找个出口，等夕阳后天空。却用爱去承受，愿天使曾飞去，为飞扬魔中，把爱折磨。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有的画面比原来的那个歌词更感动人，因为你听的那个歌词的时候，就是只是词义嘛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个想象。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说他们那个人道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分寸拿捏的非常的好。他们只是这个团的菲尔这3个人到了耶路撒冷唱歌给他们听。也没有过多的那种滥情，不会去发糖果啊，什么搞那个老美帝国主义的那种假温情，那个没有在里面出现，没有说去发糖果去抱小孩啊。他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陌生，可是我给你感受到，就是说他对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太长的感情，他知道这个城市历经过岁月里面的一些颠沛流离的，所以他只是3个人在那边唱歌唱给他们听。然后那个导演的那个镜头，他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问题是导演必须要有想法。然后导演就让那些人唱歌的人跟旁边看的人通通融合在一起。其实我里面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说，后来里面有映射很多他们3个人在那边摆 pose 的那个画面啊。如果那些画面没有，而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街道啊，或者人啊，我觉得他的那个 focus 会更集中，那个感动力会更强。他们突然在一个巷子里面3个人摆 pose 在那边唱歌，就有点怪，对不对？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是好像很有人道的那个精神，跟就是唱给那个耶路撒冷，不管是回教也好啊，是阿拉伯人或者是那个是基督教也好，基督徒也好。他是唱歌的，唱给他们听而已嘛，所以很可惜，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他映射了好几个画面，他们3个人有的靠墙翘脚这样摆 pose 啊，有的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他的 focus 跟他的那个主张会更清楚。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这个片子跟前面的那个鬼那个片子，在制作费上面差10万8千里，对不对？
它这个完全写实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如果那跟王力宏比起来，他也花了很少钱，王力宏又打底又做特效啊，搞一堆，可是不感动人呐、所以根本是什么？在创意，在你没有拍之前，你的想法清不清楚？还有你对自己的执行力了解有多少？你做得到做不到？所谓做得到做不到，就是我还是要重复的再提醒，就是声音的节奏、影像的节奏、表演的节奏，这是电影嘛哈？怎么你的执行力能不能把这三个 match 在一起，产生一股动人的这个力量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这个叫做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如果只有我一个评审的话，我就给他第一名。我每看一次就笑一次。心酸，平凡的信仰，就简单的快乐。天意甲咱无量宽，阮心爱照亮，拍到彼此心后命。忘了往事这座山，一个是山，人会到底。有心的有心，安心天意甲咱无量宽，阮心爱照亮，拍到彼此心后命。
太棒了。对啊，我都不觉得他有什么该信的。没有很多 RV 的东西。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啊，对，他非常的有创意，而且都是原创。对。都是原创，他没有 copy 别人。其实陶喆那个里面呢、后面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喷水的、喷那个下雪雨的那种，其实有形上有点抄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以前的那个什么，有一个，对，有点抄袭，有点。可是因为问题只是这一部分，它的结果就像这个就完全原创性，拿我们的农民力，对不对啊？然后他所有的导演一定要有想法嘛。他把所有的故事的情节通通先想好了，按照那个歌词都分好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拍很简单，因为你想好了之后，他通通都用绿背景或者蓝背景把人物拍下来，全部通通后面用电脑做，而且他不要用很高级的电脑 Premiere 就解决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意嘛，对不对？非常简单就把它做完了，用绿背景，然后把人物通通拍完啊。抓进来存档，然后后置，我们就开始把它作业。然后，可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对台湾社会，最后那么多那个人，他就讲所有这个台湾人的，不管是宗教上的，或者是食补的、外劳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他说啊，包括啊对台湾独立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跟主张，他都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原创性嘛，就是靠创意。制作上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他只要有想法，他们这个团就那5个人嘛，全部都自己演，又不要钱，小小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可能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工作室，大概那个墙壁啊，给他拉涂绿的，或者说的蓝法的，就拿一个那个 DV， 就这样拍了，然后他们抓进来，然后用那个特效就这样子哗就处理完了，成本非常之低，对吧？可是很有趣啊，对吧？这就是它的那个原创性嘛，哈。老师，可是身为一支影片，我觉得它很棒，很吸引人。但是身为一支 MV，它会不会 over？就是你根本忘了它歌是什么？我是会看那个，我想大家对，如果他的影像通通让你有那么强烈的暗示性的时候呢，你那么清楚的话，你一定会记得，一定记得这个是什么歌名。连歌名都没注意到。是浊水溪公社，你一开始你就应该很清楚，它前面很清楚嘛。那不是他们团体名称吗？对，浊水溪公社欢喜渡慈航。哦。就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有另外一种概念，就你还想再看第2遍，啊，你要看第1遍，你就想要知道到底它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连续再看好几遍的，因为它里面的开头有时候我觉得太快了，你们恐怕没办法看清楚。它像那外劳那个泰格伍兹啊，有没有？他在讽刺啊，泰格伍兹先拿扫把打高尔夫球，其实他是在做劳力的，在台湾最低阶层是扫地的，就是做劳工而已嘛。他其实每一个画面都有多重的元素跟意义在里面，所以他这个片子其实他可以看很多遍，你越看你觉得他很多暗示在里面啊，有些他也不便讲明，不过他把那个独立跟建国那2个那个弄的就太明显了一点，我觉得，2个共卡啊在那边就是太明显了一点那个。好，你看下一个，这个要给各位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视觉就以为是3/4的，我们能不能解构我们的影像呢？这部片子前面很好，就是视觉的导读性很强，叫我们的海，叫苏打绿的。他不要你看到的通通都黑的。看见变成一片空白，直到总是否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多一
想要勉强我看看，太多困难会让人害怕看未来，你知道我不想离开，你知道我有多无奈。如果时间一直走得那么快，我怎么对你依赖？是我的爱，阳光的下午慢慢感染的海不蓝，飞起的梦想都变成爱。这个片子啊，要放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它的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歌。可是呢，它歌跟影像产生的视觉的导，然后解构了我们
我们惯有的那个影像的那个思维，就是4:3或者是1:1.85，对不对？那这是他的那个创意在这里面。还有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是最好的一个示范。这个片子我看了，大概2万块钱都不要就拍完了。车票大概300。没有，他还要就算要机器嘛，对不对？他们就到了一个海边，那路上拍到那个新竹那个海边拍完了，然后回去补那个弹琴的，对不对？就剪好了。可是他没有很烂啊，我都觉得比王力宏那只好看啊。因为他有想法嘛，对不对？最起码他有一个想法在。他好，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好，那我那个影像跟音乐怎么去结合？最起码做到音乐跟影像结合，怎么去吸引看 MV 的人的注意力？我怎么又透过影像去做视觉的导图，让你更专心进到他的歌里面？他的目的只要你进他的歌里面，没有多余的附加价值。他的影像的结构就是让你很专注的进到他要设定的环境，出发点非常的单纯，制作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少，那他不见得很差，对不对？比起那个王力宏花了500-600万，那个也花500-600万，陶喆那个也是很贵的，因为他那个灯光摄影都是电影级的了，那个跟这种，你就是自己要想好啊，没钱有没钱的拍法，全部就外景了吧，对不对？自然光嘛。进到电脑里面，色温再稍微调整嘛，对不对？可是要什么？如果你连这个创意都没有，那更别谈了，什么都搞不出来，对不对？啊，下面这个呢？等一下，老师，刚刚那支 MV 也是入围进去。哦，没有。给你们看的这里面呢，只有那个鬼跟那个欢喜度慈航，就是所有的西公社那2个有进的。好，这个片子其实，在我们讲说那个负责剪接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些基础的那个功力了啊，是有他剪接的那个功力在。不过这个片子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偷机。就是那个把周杰伦拿到那个阳明山跟车子放在一起，然后就一直他在摆 pose， 要不然了不起就是擦车，然后别的那个开车那个时候，你们有看过那个头文字 D 吗？都是电影里面把它穿搭在一起。不过透过他剪接的技巧，我们不能否认他剪接的技巧不错的，变成2个时空，一个好像是他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面去回忆那个他那个赛车的生涯。可它基本上是一种取巧的这个方式，所以站在金曲奖的角度，这种片子不值得鼓励嘛？你看他用取巧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个片子也没有入围。其实他也不能够入围，也不是他的剪接说是不错，可是你要跟那个鬼比起来，我觉得比那个鬼比那个陶喆的那个创意啊，他这个只是很手捻的那个剪接的那个手法去处理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就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其实目前啊，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几个大咖的，什么王力宏啦、周杰伦跟那个陶喆，他们都运用了非常多的那个元素，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的元素。陶喆前面的 opening 用二胡啊，对不对？那个花田座用京剧啊，这个用那个康熙民谣，嘚儿飘嘚儿飘。这个我还比他会嘚儿嘞，这个。他什么嘚儿飘，应该那个康熙那边都叫嘚儿飘才对的，嘚儿飘，要这样才行啊，对不对？但结合了跟康熙民谣，目的什么？他是要他商业市场的那个操作，他的目标是针对那个大陆市场，对不对？台湾已经不是他最主要的市场，那个唱片量什么都是有限的嘛。那可是这个我都无可厚非，而是它本身在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呈现出十足的创意，跟它的未来性，或者它可被留存的价值是在哪里？对，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解构啊，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当你懂得怎么去解构，你才能够去建构嘛，哈，有这丰富的经验之后，然后去建构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当然，这个创意是最重要的啊。
没有创意，一切都是假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怕放不完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只有2周嘛，对不对？3个周，到10点，到10点了。好，那开始。这一段呢，是我拍的一个布袋台湾布袋戏《掌中舞春秋》。那我是透过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的原来拍这个纪录片的想法是什么？透过布袋戏的这个形式来看台湾史，而这个台湾史是从汉人移民到台湾，把戏曲、把布袋戏带到台湾来。可是呢，戏曲它只是一个窗口，主要就是谈那个台湾的这个近代史。那这一段给各位看的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日据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日本快要战败了。快要战败的时候，那美军常常过来轰炸那个台湾，所以台湾已经民不聊生了。所以在那时候，所有的那个台湾人的心情啊，是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够台湾呢能够重回祖国怀抱嘛哈。那时候所谓的祖国就是那个国民党统治的，就是的那个怀抱嘛哈。然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那个环境有一种情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导演就必须选择，我那时候就选择用音乐变为主体，用音乐来表述当时的时空之下的台湾人民他的心境。那个战争呢，变成是他的背景了。所有战争的那个声音啊，炮火啊，这个战争场面，它变成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导演非常的强烈诉求是什么？导演强烈的诉求要观看者进入到老百姓的那个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去了。所以，第二招啊，第一拢家嘅头睇嘅啫，睇啲話啦，睇啲本來你近啊，啲喺啲哦，即時啲就講，你來，人要自己變咯，變咗咩就啲就話睇，我講我試啊，不過就本來係話好大隻啊，我喺邊度啲張試啊，好彩大，呢啲就本來講咧病死嘅啲都唔多啊，就叫唔睇大，點解大？所跟啲劇我唔關，跟啲後尾我哋話睇啲端嚟，跟住就這樣，就咩就嚟嘅冇得知啊，邊來邊啊？你能嘅我點解愛啲舊公家？能嘅所有錢我愛舊公家，邊隻公家好幾位？Then he renounced his divinity. Now he tried to soothe the fears of famine among his people, but they were skeptical of the power of their former god. 好，像这个片子呢，除了前面的那个访问是我拍的之外，所有的那个画面呢，其实它通通都是资料片，对不对？
而那个资料片是1945年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的一些资料片，是当时的时间的当时的时空，透过我们的那个剪接，描述第一个就是1945年的时间跟空间。可是呢，用这个音乐是在2001年的，这个是2001年完成的，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式，用这个音乐变成现在的时空来诠释以前的那个台湾的人的那种心境。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要做影像跟声音的表达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明确你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很明确的要建构出观点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观点是我用第一时空、第一个时间空间作为表述的主题呢，还是就是说我用客观的角度我用第三者人称去看第一时间空间的事情的那个发生，对，变成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历史的过程。当然还有更多更可能产生的那个一些表现的那个形式的那个语法上面。这语法上面，就是你也可以用戏剧创造出符合史实的用戏剧的方式呈现符合当时时间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用我现在的方式呈现那个时间的时空跟真实的记录的那个时空产生一种对话的一种机制，这也是可行的他们进。这上次没有放给你们看过。可以小声一点，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已经不存在的一个时间的空间。它比较像 MV 吧像一个那个 MTV。可是它的那个影像结构，除了暗示隐喻之外，它还必须要符合那个历史才行。Uno
禁忌啊？为什么？他们禁忌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马斯达邦呢，比较是属于介绍型的，自我介绍。当然，马斯达邦的那个内容大概也没有猎人头啊，还有之后过去应该把过去两张也。下面那个周族呢，就是不同的时间空间。我有演出的部分，演出的部分它是开场，代表着他们在诠释他自己的族人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切入到真正的那个仪式是记录的。所以他有演出的这个部分，有记录的，有访问的，他把3个不同的形式把它融合在一起。真正真谛的名字叫梅尔佛人，不是梅尔斯。那梅尔佛人就是说，当他们去养伤，连到这些比较有地位的那些人的口带回来的时候，才会有梅尔佛人。为什么今天说这个是藏祭啊？它是为了表演，因为梅尔佛人的一小件仪式，就落到那个今天的那个。在最前面就奠定他的位置，他是诠释者啊。过去埋去的时候都是有头目把长老围集起来，然后接定一个时间，那么时间接定了以后，就展开不相的一些筹备的工作。那么男孩子们不知道上去打擂，那女孩子在家里准备做酒工作分配得很好。做酒的不能用脱什么？你们要训练耳朵跟眼睛可以分开一个礼拜内所以看东西，全部都是麻醉活动，还能听出声音的层次。因为因为转化了以后，你们实习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声音？是部落的阵仗，部落族人力量的结合，等于说是人跟神之间，人跟人之间，部落之间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重新的整合。就是说，迎接这个天神下来，到那个国王这里。分享，大家这个长义的人要一起喝。你这个孩子送到古巴以后，因为天神还在那边，
就是要给天神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是你的经济出身，这样。很神圣的地方，除了有一个祭祀以外，或者是祭典的时候，像唱我们长河东水边在这边唱，所有祭典的时候在唱。那带火把的金蛋绝对不是被封的女孩子，而且不是玩家的女孩子，是玩家的媳妇或者是世家的媳妇，就到那个中央去把那个火放在里面。他意思是说，他放下了火，同时这个记号那个掺杂在里面的鬼魂全部烧掉，那种火是整个都是代表整个族群的火，跟那个不管的火，对，两个就生命。听到我们联系的话，他们就把会说来还有说希望国家的纪念，请上天来保佑我们的一切。习俗一些事情，那也是一个祈祷的含义在。颁奖起来的话，马来西亚是佛梅亚的结束的最高峰。这个是已经不机会把任何人可以参加，你的或者是外来的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宗教的话，那个马来西亚本来是一个宗主跟上天的一个关系，那变成它是一个观光，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对文化来讲是悲哀啊。整个排湾族的组织体系完全是以我们的记忆，记忆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核心和精髓，因此在各种记忆当中都有每一个人的职权，不能越权。
个嘛，那个就是招祖先来跟我们人间一起庆祝，所以不是5年的意思，而是招祖先跟我们人间一起做这个神圣的庆祝。像这台湾族的部分啊，全部都是 PD150啊，就是你们用，就是用那种简单的器材拍出来。在那个党去部落的位那个地方做仪式，那个叫阿加因啊，阿加因啊，怎么样？也属于土地的党气，也属于这个部落的党气。那叫台湾族的仪式哈，每一座山、每一个农耕地都有一个石头位格，所以他就从那个大家哇跟那样，或者说是大家哇跟那样的那个顶上哈，延伸哈往各地献祭、献上祭。Si lo hemos antes ya si no va a ir, que sea vea, que sea para ir, que más se pasa, que más se lleva, que sea para no se cae bien, que ya las abuelas las hemos que las hagan, las hemos que las películas, las cosas,60号，另外一个地方是狩猎的。狩猎的地方通常是由男的祭司哈，到那个地方做这个仪式，不是女的祭司去做，所以分2个地方，一个是拿那个狩猎的那个方位的，就到那边献祭。祭司们就到河的搬了把石头就是遮护河的位格点，祭祀的10位格那个地方去做祭。应该是去了3次，第1次是驱除污秽，那第2次去是希望那些堕灵或上灵来的时候，那些水族里面的东西不受害。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顺主灵的第2天做那个驱除那个遮蔽物，希望今后水族里面多繁殖。我们通常会说它是标本就是规范。每一句的前面到后面都会有
压和来压抑这一句哈。每一句的意思它有每一句的意义，所以很笼统的说，首先要跟祖先们说，我们已经到来了，请你们来吧。还有希望主神祖先们带来的是光荣名望，祈求这个祖先能赏给他们很丰富的礼物。还有也希望祖先们赏给我们这个灵魂和小米，好使大家丰收啊，就是包括在这个歌词里面的意义。那这个神的祭歌不能变成，只有在祭中才可以招祖灵的仪式我们的观念上来讲，不只是善人到来，有的时候可能是恶人也同时就蜂拥而来，所以特别就是用那个来做一个意识用。谈学祭礼，请各位合作。勇士的那个歌曲是主神在那个歌词里面有唱到的那些主神所带来的福气或者是不好的。如果是好的一面来说，吃到酒的这个人可能在内会给他们整个家族一个很好的运气啊。如果这个球带来的是不好的，那你在5年之内，可能这个家族都会有不好的现象发生了。
个时候不要应该知道这个球你得到的球是好的坏。他们不愿意我们多问嘛。他们是说重要的是那个基干叫骨干的，没有说只讲你的基干。下午只有那个吃到就撤除吃酒驾跟那个基干。好，我们的刺球场的勇士们都要开始啊！看他们的主干啊，这个阿干的内。他们是怎么处理最后吃到的骨干呢？他应该是带到祭祖再做仪式，以后再给那些得到的作为留念。我们排湾族并没有分男女之分的继承，而是以投胎孩子为主的继承。那么投胎孩子只要是男的或女的都没有关系，就是有投胎孩子继承这个家产。头目也是一样的，一般平民也是一样，所以还有女的头目。我们台湾族传统的社会阶级非常分明，每一家头目都有自己的体制系统，他们都各有属名。
好，因为全部看完的话非常的长，有各族的。那因为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分了那么多组嘛，哈，能够拍的东西呢，戏剧的部分有拍戏剧的有哪几组啊？请举手看。是你们是同一组的吗？不是啊，一组的就一组，只要一个举手就好了。有几组在拍戏剧的？1、2、3、4、5组，6组在拍戏剧的。别的呢，大部分纪录片的呢，拍纪录片形式的6、7、8、9组，还剩下的呢 MV 哦。啊？对啊。15组9加6不是10？哦，学到了。哦，9加15组，你看我的算术有多差，9加6都不会。如果去玩那个什么小鸡大财神，我一定输的。因为前面那个电影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已经做了一些说明了嘛，哈。现在我们讲就是针对这个纪录片，我们讲说那个戏剧跟 MV 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创意是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因为时间空间是可被控制的，对不对？时间空间是透过你的创意整合，然后不行，表现得不好，它可以 NG no good， 然后重新再来过。可是纪录片它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尤其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它不可能 NG 啊，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拍好它就停下来它的那个祭典仪式的进行嘛，你也不可能拍纪录片而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当仪式性的在进行的时候，你不可能去主导它，对不对？你也不能够去摄入，你也不能够干涉它。可是你要拍到它精髓，拍清楚它的逻辑，那就是靠你很好的田野调查的这个基础。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之后，才去建构一个节目啊。我们讲说，开始要去建构一个节目，我就拿这个片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好了，就好。我那时候决定就是说，透过原住民的乐舞、音乐、舞蹈来看台湾原住民各族的社会结构跟仪式，它是要透过音乐跟舞蹈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然后呢，我又想到我要把时空拉长来奠定原住民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合法性，所以我必须从历史，就是汉人还没有来之前，大洪水之前，他们这些人种就在这边。可是那样子的时空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只好用戏剧、用特效的方式去处理。上次好像我已经放过给你们看了，对不对？然后在我的思维逻辑里面来讲，那么要介绍台湾的原住民来讲，我总要选择一个方式嘛，哈，已经有一个谈的目标了。然后方式是什么呢？我就由北往南，所以从泰雅族塞夏族，然后少族、周族排湾族、鲁凯族，然后是那个阿美族、卑南族，而它的系统也是由父系由北往南，然后父系的台湾来谈双系社会，就是排湾族跟鲁凯族，然后谈母系社会，就是那个阿美族跟卑南族，这样子就理出一个合理的一个顺序。你不是跳来跳去，那个观众会模糊嘛，哈，所以他必须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有了这些逻辑基础了，再加上你事前做的很好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去谈创意，才能够谈创意。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好比我用戏剧的方式，像排湾族这一段有好几种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有戏剧的演出的部分，像那个婚礼的那个部分，它是用戏剧的方式演出。因为传统的婚礼现在都没有人在举办，那老人有印象，是我们去拍的时候，他们整个村子就重新把那个传统的那个婚礼重演一遍。可是，在演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那个现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
是透过你的安排发生的。那纪录片你也必须诚实的面对，你不见得用讲，可是你用影像让人家感受出来。所以它的那个色调，我就特别把它做了一些处理，把它变成暖色系的，叫温暖的，对不对？他们的婚礼。可是刚开始的是有一个讲述人啊，就是那个吹鼻笛的那个人，那个人颜色就是正常的，坐在屋顶上的，他来讲这个婚礼。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哈，那我要讲这个婚礼的时候，你也必须开始分段来处理它的那个逻辑。我这段要怎么表现？这就是我们开始要延伸你的那个创意。好，先从结构上，我们分了很多小段出现。这小段的部分啊，婚礼的这个部分，我挑出一个笛子，那个笛笛来作为这个族群的抽象的一个诠释者。他有时候人出现，有时候人没有出现，对不对？用这个笛子来作为一个诠释者，透过这个诠释者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就是现在时空不拥有的，是我用戏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用暖色的方式。那真实的那个部分，我就用真实的这个色彩让它出现，用它。那么事实上，它是透过了影像的处理，让人家感受到你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想法是什么。那周主那个也是一样，他是透过了访问跟那个领唱的那个人，他会先出来，那个是表演，透过那个表演才迁入到那个记录里面。因为本来就是透过那个人唱的，如果你先不出来那个唱的，先是仪式，会产生这个混淆，也就变讲不好听，人家会说你欺骗了那个观众。那个声音明明是那个表演的那个声音，那你把那个现场的那个部分假装是他的那个声音，所以在说法上，当你要面对群众去做说明的时候，他就会露出很多破绽出来。所以你必须在思维的这个过程里面，通通都要想得很清楚。好，尤其有这种祭典仪式的这部分，在特有的时间空间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必须要合理的一个建构。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之后，再用这个那些表现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它比影像的结构刚刚谈了。那么声音怎么办呢？声音这边有歌。歌是我们当初决定，就当初用歌，透过这个歌曲来谈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跟它的祭典仪式，所以歌它是主轴嘛。可是当它有歌跟人访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声音的比例要怎么样去放呢？访问的声音要拉出来。本来歌是主轴，对不对？当有人的声音出来了，它的 level。的时候，这歌变成它的背景的声音。那这个背景的声音后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歌又在诠释，除了他在唱歌对嘴唱歌的第一个时间空间之外，他可能透过这个歌又讲一个现实的，就是祭典仪式在进行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时候声音的表现的时候，层次来讲，第三层。就是真正的现场的声音，它必须你要决定它要不要出来。如果出来，它就是在第三层。所以当你们在处理、在剪接的时候，我这是用 Premiere 的这个软体来做的。我们画面有几轨？大概有6轨吧，对不对？声音大概有9轨吧。有9轨的声音，而且每一轨的声音呢，你可以点选它它是那个stereo 的，可以是偏左边或者是偏右边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讲说执行了，现在开始执行了，这东西都拍完了，这些影像你要去处理它的时候，影像的这个结构是按照我刚刚讲的，也许是访问访问。然后看到唱歌，然后拉回到记录，我们讲过这3个阶段来讲。可是，在访问的时候，这个声音你放在我们讲过放在第一轨上面，然后第2轨是歌的声音。可是这个歌的声音呢，你不能够说它画面出来，你歌才出来，对不对？它的歌它必须在前面就 bring in，
进来。如果你要它 fade in 进来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用声音啊，我们声音的处理，你就不能用 cut 的这样子的做一个方式。所以最保险的方式，我们要如果让这个声音的剪接很美，空间很好的话，所以它必须把不同的空间放在不同的声轨上面。访问的放在一轨，放在第一轨，我们把它放在第一轨上面哈。那个唱歌的，我这个是唱歌的，唱歌的我放在第二轨。那个环境音放在第三轨。那么环境音有时候环境音跟环境音这两个镜头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剪接的时候，你画面觉得这样子接很好，可是那个声音有瑕疵，剪接起来会有跳动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把这个声音再把它拉开来，环境音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这样子的时候，当它这个平切点的时候，这两个好比这两个声音啊，本来是 cut 的，是这样的，会有瑕疵。我现在把它放在第三轨跟第四轨，我这边把它延伸 fade in， 上面这一轨给它 fade out， 这两个声音再把它 dissolve 在一起，这样就变成 dissolve， 对不对？它的声音的瑕疵就没有了。可是这些声音只是代表，就是说这个环境，这个我们在影像里面看到的这个环境的声音有这样子的现象。可是在我的听觉，等你这些处理完了之后，你自己在听觉上，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你觉得它缺乏了空间感。后来你想，那是在树林里面，那个虫叫的声音不够，或者在什么时候应该加一点鸟叫的声音，所以你在第五轨或者第六轨的里面，就把这些虫叫的声音然后第六轨呢，就把鸟叫的声音放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这些声音通通放出来的时候，你再用你的耳朵去听，觉得在视觉上这个鸟叫的声音应该是很远的呢，还是很近的？如果很远的话，你透过特效的那个音效的那个处理点选，把它加那个 echo 或者加 reverb 或者加 delay， 看你的怎么去处理，声音把它拉小了，对不对？虫叫的声音你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去处理？所以当你影像剪完了之后，你每一层的声音，你都要去想象那个声音的处理的空间感是什么。访问的人，如果他是面对着镜头讲，显然他对这个麦克风很近，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最真实的。歌的那个部分有对准的时候可以很真实，没有对准的时候，它变成一种描述的功能。它也许你可以把它变成好像是在好像神在唱这个歌一样，尤其祭歌。你看那排湾族的那个歌，有时候它是真实的，有时候会很空灵的感觉。那个就是加了那个 reverb， 把它声音拉小了。那个然后现场又有虫叫的那些声音，这些声音透过处理之后，让它产生一种更具有想象的空间。那这个就回复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精确的声音剪接，精确的影像剪接，精确的人物的，就是里面人物的表现，透过这样子的思考。喂，我还在上课。喂，已经切掉了。所以不管是影像，不管是人物，不管是声音，都要透过非常细腻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检视、处理，提升它的那个精确性。这些东西再把它融合，三个叠在一起，这个东西它就非常的精致了，因为你都经过非常详细、审慎的思考的过程，把这三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子这个东西的饱和度就够了。那当然牵涉到摄影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看了有几些同学在拍，对那个光、对那个色彩，
没什么概念。这个说实在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要求你们，因为那这个牵涉到你们的美感跟器材的熟悉跟了解。你看我拍的那个人物，很少有正面的光嘛，对不对？会像那扁扁的那个脸平平的，对不对？那不好看，对不对？人是靠光影的阴暗面，白到黑，中间有灰阶，不同的灰阶，而呈现出它的立体感。所以你在影像，你拍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 monitor， 看那个 finder， 就是看这个现在叫液晶萤幕哈，对吧？看这个荧幕上的，你就要看出来，看起来是一片毫无层次、没有深度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你是顺着光在拍的？这个光源是在我的摄影机的背后，你跟光是平行的角度去拍这个东西，它当然是平的。如果光是在我的正背后，我摄影机在这边拍的时候，它就变成轮廓变成一半的了，对不对？它的阴暗面就出来，它的层次就出来。如果我要拍一个，我到它的背后来拍的，因为光源从那边过来，你拍到的就是剪影，对不对？那你就必须补光。可是写实面来讲，你补这个光，你要补到多强？你难道你要补到跟背景一样强吗？这个失去了尝试，对不对？我们只是要它有这样子的剪影的感觉，可是我们要稍微看到它的轮廓。它采取的方式是什么？一个是把你的光圈，它的目的是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世界上面，所以它运用声音也可以，运用影像也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让这个事件被凸显出来。啊，这个当然就有它的合理性的存在了。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因为你们慢慢的，你们大概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通通都会进入那个执行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基础拍纪录片的人，基础把它想好；拍戏剧的，把你的创意、你的分镜脚本想好，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冷静细心。去多思考一下前后镜头的关系，然后还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回来剪接了之后，它的声音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也就是影像中的人物啊，剪接的精致跟声音的精致，把它整个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在这个状况下，不管你是拍纪录片也好啊，拍戏剧片也好，或者是拍这个 MV 也好。最起码它会达到一定的成绩，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已经透过完整的一个思考跟执行的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够要求你们到了什么名家，可是最起码的东西出去基础面的部分，人家一看连通通都达到了，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知道各位通通都是在这个业界中各自在不同的那个专业里面，可是这样的专业它缺乏了连接，尤其是在电视台里面规划的那个课程，好比业务的部分，如果业务的部分是管电视台的业务的话，这样子的思维它就已经落伍了吧，已经跟这个社会跟不上了，而是一个行销的观念。而这个行销的观念必须知道，声音跟影像透过你的创意变成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在不同的平台、数位平台如何去运用，去产生、增加它的产值。如果你们只能依赖一个电视，你们就会死得很惨。当这个主管他的艺术水平不高、戏剧水平不高，那么他又掌握钱，那你只好附和他，你才能够拿到钱。不然你不要拍节目啊，因为你唯一的窗口就是它。可是当你把这个数位影音这个东西能够运用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话，那么电视它只是你的一个对象而已，对不对？你可以跟 MOD 谈，他出多少钱，好，
我们做这个节目给他，然后你的付线拉出来了之后，或者你跟商业跟好比你们讲美食，这个节目跟饮食有关的，跟美食店又可以收他们的权利金，等等之类的，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产值出现。那么你跟中华电信在手机上，你把你的影像把它变成一个30秒的一支很好看的那个 MV， 或者帮中华电信做一个那个形象广告，对不对？你也可以卖给他，你也跟他谈，就是说有人看了之后，好比1分钟0.6毛，是不是现在最便宜？那我的那个版税是1毛，人家点选一次你就有1毛。如果你拍的很好看，很多人看，被点了100万次，才10万块。现在1分钟是不是1毛？0.6毛。是吧？我不晓得，反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产值出现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制作节目的经济的来源，它不是单一要靠这个电视了。那相对之下，你的创作的空间就无形就增加了，对不对？你不必依赖它，你觉得自己很有水准，这个电视台的编辑还没水准，可是我只好交给他，因为他给我钱，因为你只能依赖他嘛。所以你可以反其其道，在 MOD 或者在不同的数位平台上面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被别人注意的时候，你再卖给他，版权变高了，对不对？这就是行销，在行销上面，你们一定数位平台的运用的行销的观念一定要清楚。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推那个互动电视，我看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嘛，才会有。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灵活的运用在不同平台上，将来你们就是革命的人，你们就是领导革命的人进入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电视的平台。不然，如果电视还是按照这个思维慢慢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相对的就一直会萎缩，对不对？它就会萎缩下去。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些电视台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改变，他们也不是笨到那种程度嘛，对不对？也想要做这方面的改变。所以，当各位拥有这样的知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在这一波改变的风潮的浪头的顶端，而不是在浪头的屁股后面跟着别人走。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一次，能够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运用，慢慢把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充分的运用熟悉了之后，他以后他就会，我觉得以后分众的市场会越来越明显。以后就是什么儿童频道啊，或者艺术频道啊，那你就挑你想要表现的，对不对？也许钱，我认为台湾市场还不够大，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市场不够大。也许钱不是很多，不像美国，钱可以很多。钱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就创作者来讲，他提供了比较多的创作空间，因为它分众市场会出现。分众市场出现了之后，你就针对那一块，你有兴趣的那一块，你去充分的去发挥你的创意。人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自我的成就跟满足其实是很重要的嘛，不是一直去适应别人对你的需求跟要求嘛，对不对？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包括行动数位也是可以被结合的，你还可以拍成很好的心情故事，在网络上出现，也可以跟捷运公司合作啊，太多了。其实你卖给台北市政府嘛，跟他谈合作嘛。如果他自己拍一个3分钟的一个心情故事，像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台北市政府以前有办过什么外劳在台湾写的心情故事，短短的50个字，什么几百个字，我把这个几百个字透过我的创意变成一个 MV， 变成一个小故事，你就跟台北市政府合作，请他出钱啊，他也可以在网络上播，也可以在 MOD 上面播，到处都有你的表现的这个空间，是看怎么去创造，再创造出来。我讲得很累了，因为很抽离的讲话，因为有没有问题了？时间还有吧还有将近20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执行你们
都要面临执行了嘛，对不对？想问两个问题哦，那一个是还是你拍的原著里面这个纪录片哦，有没有做那个因为那个纪录片跟那个戏剧不一样，你拍这个原著里有没有做那个脚本，就是拍摄脚本？有结构没有脚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该 close up， 什么时候应该要弄场景，或什么时候该开空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拍纪录片，然后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没办法做什么田野调查或者是什么，是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意见？就你看那个你要拍的那个主题，你当然必须要很清楚嘛，哈，你要很清楚。那么它纪录片里面有一种形态，就是说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未发生的是真实的。可是呢，如果它不是仪式性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请求他们，要求他们再来一遍，否则那个不叫纪录片，对不对？戏剧的方式有戏剧的那个方式，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真实的，是有很多的基础文字的这个资料或者历史的发生过的事件来支撑它的合理性。可是，在现在的时间空间不存在了，所以我用戏剧用演出的方式。那演出的方式的部分呢，去呈现它的真实内容的这个真实，它也是属于纪录片的一种形态，就像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拍那个英国的宫廷啊，什么那个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重现，可是它里面那个内容是在史籍的记载里面是真实的那个部分。那么你讲的就是说，拍的那个画面的近景、中景啊，这些部分呢，其实导演如果他没有把握的话，他最起码要带2部摄影机。或者是3部摄影机，然后跟这个摄影师讲，你拍的部分，他安排的位置呢，就它成为3个点哈，就是因为如果这些活动在进行的过程是一个面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变成3角点啊，最中间的这个呢，你拍的全部都是 full shot 到 long shot， 左边的这个你拍的，因为它比较接近人，你拍的就是特写到中景，那这边呢就拍的中景到全身，就全景到中景，这个是全景到 long 景嘛哈，这个是近景特写到中景这样的画面的 size。当然，所有的活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知道它的长度。如果是记录一个事情，它的长度是多长？那这个比较背底片的方式就是3部同时在拍，这个的作业方式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电视台棚内作业、3G 作业，对不对？只是这3G 作业没有 take， 是从头到尾通通都录，最保险的方式，通通都录完了。然后好，我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在电脑剪接的时候，因为它的长度通通一样嘛，对不对？我就 camera 1放在第1轨 ，camera 2放在第2轨 ，camera 2放在第3轨，头尾通通一样，声音通通一样。你可以拉出，第1个镜头看哪一个画面比较好，用哪一个，然后第2个好，那我用了这个镜头，这2个把它杀掉，然后看第2个镜头怎么衔接。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会漏掉东西。这是一个计时的过程，就是计时的过程，非常完整计时的过程。然后这个声轨的部分也是3轨，按照1、2、3，因应那个镜头的远近来，因为距离不同，那个听觉上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来取决。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完了之后，你怎么去萃取这中间的精华？如果这个整个过程是30分钟，可是对我来讲，我只要3分钟，那你就必须透过创作的手段，就是你要非常透过，因为你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嘛，你用这样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之后，透过你的解读，
你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的重要，可以把这个事件说明的完整？好，这个透过你把这个脚本你把它写出来，包括你要用旁白呢，或者透过一个人访问，当然用这个事件的有关的人来访问，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代表客观嘛。我在剪接上虽然是主观的选择，可是在说明这个事件的时候，是找了跟这个有相关的人在讲，那么对观众来讲说服力比较够。那一般很多人啊，怕又要再拍一次又花钱，他就变成旁白，用旁白在讲，对不对？用旁白来补足你影像上衔接的不足。可是，在影像的衔接上面，因为它已经提供了各种不同画面的那个 size， 对不对？这个过程里面都已经提供了不同画面的 size， 所以在剪接上其实已经提供你很多的素材，所以就取决于你怎么去说这件事情，你的理念是什么，你要用的形式是什么，这个形式就你的创意了，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说这个东西，够不够清楚？大致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做功课，你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个镜头先到那边去拍，就是等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镜头已经移到这边来了，它才发生。你不要在这边拍这个，结果你拍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当你发生的时候，镜头移过来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对不对？所以要能够明确的掌握事件发生的过程。如果只有一部 camera 的时候，变成你就要事前问清楚这个流程是什么，是谁负责，谁会讲什么，谁负责讲什么，谁在主导，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你必须看完了之后，这些事件知道了之后，然后你取决于一个角度，这个 camera set 的位置是可以同时捕捉到这些事件发生的，你都可以从你那个 camera 你设定的那个角度、那个位置都可以捕捉得到。因为这只有一部摄影机的时候，变成他要很细腻的去了解拍摄的内容，了解主导的人是谁，了解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那个对摄影师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很丰富的经验，不然他都一直拍到人家的屁股。尤其我上次举例，就有些仪式只不过一个动作，可是那个动作充满了含义。好比他在敬天觉得很重要，他敬天，他在敬天过去，他已经转身走了，就拍到他的屁股而已，对不对？来不及了。可是你觉得很可惜，他可能会问你再来一次，不可能嘛，对不对？除非那个是表演性质，你又跟他很熟，你才跟他讲对不起，刚没有拍到，能不能再来一遍？可是再来一遍你只拍到那个形，因为人的表情，如果是人的表情跟环境的那个空间的情绪听觉上面其实都不连接的，都不连接的。那么变成你要多花时间，要把前面的那个空间拉过来，在这个补拍的这个背后，把那个声音要把它连在一起，不然人家从听觉上、表情跟人物上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如果他刚开始拍的时候旁边有人，你叫他重来一次，他旁边的人都不对啦，都不是啦，走掉，那你就必须你的摄影机的那个角度就要避开这个容易穿帮的这种角度。也许你用低角，也许你用特写一点，或者用长镜头压缩的去拍它，可以让后面 out 掉。这样子的话，就你看不太容易感觉出来。可是那些都是立即的判断跟反应，所以那个摄影师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的摄影师在那种很快速的、很缓慢的场面，能够很冷静的拍出来，他剪出来很有风格，这个摄影师就了不起。是，那个镜头拍出来就一直在摇，然后那个剪接的就一直骂，干嘛？不晓得怎么剪的时候，就是糟糕了，这个就是。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想请教您一下，您在拍这个源头这部片子的时候，您的那个您说也是排前
原住民的生道。透过歌舞来看它的社会结构跟仪式。那你们的前置作业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我敢拍这个，就是因为我20几年的时间跟原住民的互动，所以你看那些连演的那些人都不觉得他在演，是因为我跟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们。那对台湾族的那个夫妻啊，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15、16岁，他们是真的夫妻。然后旁边那些人都认识，所以我就还有当导演的人一定要能够带动这个氛围，让他没有压力，然后摄影机远一点，去让他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就很真实。如果你，因为他们都不是职业演员嘛，你给他 NG 1次 NG 2次，脸都不晓得怎么办好了，对不对？脸都扭曲了。对，我是因为长时间的关系，跟他们很久的那个时间了。我从72年就开始在台湾各地那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跑，所以很多都是小孩我就认识了。包括那些大人唱歌的那些老人啊，因为我第一个到部落里面，第一个就是找那些老人家，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嘛，他们没有文字，可是他都是透过经验生活的那个经验都记在他脑袋里面嘛，所以主要都先找那些老人。反正你们一次几个人去，你是当导演，然后摄影的有个摄影的人。这个不是你们可以拍的，我那摄影哦，也最多到7个，一次7个同时在拍。没有，就是摄影机，对，纯摄影。因为像那个周族，他在发生的时候，一个场地是主祭场嘛，对不对？主祭场4部摄影机，还有人跑到那个家里面去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米跟那个酒，那边也要有人在等啊。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很我那个其实有2、3年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不能一次拍完，我今年我主力只拍主机场，好，明年我就拍那个背后的运作，它那个组织的那个运作，我就再拍那个组织运作，2个接起来看看有没有还缺了什么东西，然后第3年再去补，因为它不可能为你重来嘛。对不对？如果这样一次拍完的话，你那个摄影机要很多，因为原住民这个东西它是整个部落在一次祭典是整个部落在动，然后在不同的那个点，然后延伸到不同点，然后才到这个主祭的那个，然后主祭场你看我们又进不去，不能进去的，我们不能够到那里面去干扰人家的祭典的仪式的进行嘛，所以你必须事先就要架好那个摄影机。然后那个报战功在那里面的是什么？是我的学生是原住民，正好是那个部落的原住民，我就给了他一部那个 DV 150的，就是150的，给他进去，是他拍的，不是我拍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族群的人，他不能进到那个里面去嘛，所以你必须事前通通都要规划的很好，因为那个太庞大了，你们在执行的那个经验上哦。还没办法指挥那么多的线，同时在进行，你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还有 walkie talkie， 我都是靠手那个无线电在控制的。我站在，因为没有去之前，我就跟每一个摄影师，你负责拍什么，这个什么时间他会走哪一条路，会怎么拍，因为我都是知道，我跟他讲。我看他有的摄影师慌了，拍到别的东西，那边要发生，他没有回头啊。没有回去看那边，我马上跟他讲，你干什么干什么？后面要发生了，没有电影不行，它可以重来啊，对不对？这个他没有办法重来啊，对不对？像那个拿那个酒跟那个肉的，我们一个是其实那2个不是同一个人的，拍到的去拿的是一家的，跑来的是另外一家的，对不对？其实那个不是同一家的人啊，跑来那个是瘦瘦的，去拿肉的是老的，年纪很老。可是他们因为他这个族群是5个大的氏族，他们都有主祭的屋，所以5个地方我们只安排了2个地方。那个如果5个都安排，那更多人了，对不对？我说我只要拍2个代表性的就可以了。就是一个是
他去拿，结果另外一个有跟回来，跟到那个主机那边拿了一大桶那个竹子的那个糯米酒还有肉回来，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派的，他变成只是在说明那个事件的过程，可是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的话我更惨了，对不对？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拍记录的部分啊，因为你们要拍的那个是可被安排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困难，一部机器求这个画面的好看，不好可以 NG 的，不过你一直 NG啊，对，那个人就会很火大，就那个表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开始扭曲了，我跟你讲，因为你打击到他的信心度嘛，对不对？他第一次讲的很活泼，很那个，第二次他一定不对的。你说重来一遍，心情也低落了，表情也会比较差一点，所以最好是你要负责导演的人呢，要不断的去卸除被访问者的那种心防，然后建立起彼此的信任，用很愉快的那个方式啊，让他表现得很好。如果你要访问的东西很悲惨，那么还没有访问之前去谈那个悲惨的事情，先产生心理的暗示，让他的心情很低落，对，这都是一种手法，对不对？对。老师，最后2分钟，然后统一跟大家讲一下刚刚以后做一个问题。哦，不是显任说要跟你们讲吗？不是，那个是评审最后啊。刚刚不是有人问说上礼拜是那个是吧？对。那原本大家我相信，比如说我讲了10样，事实上也许是20样，甚至30样，可是它的概念说应该要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思考，像比如说像我们我自己那个我的前提就是说触类旁通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你要有类可以触啊。那比如说像我自己如果是说我在做一个，比如说要叫自杀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常常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去找寻资料或者去思考。可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呢，我觉得网络是非常好的，我就会上一个那个叫做Image Bank。通常一般人会上 Image Bank， 因为你有需要说你要做一个 stock photo， 一个已经有的，比如说我们就不要去拍玉山好了，我们就去找和山有关的，你就不要花很多钱去拍，然后你只要给他一点钱。常常我们只是在这个前提会去想到 Image Bank， 因为你发觉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拍一个什么样的。可事实上不一定的，你还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比如说我自杀，我就想到是什么？我想到就是说，随便我讲天使好了，我想到自杀的东西，我想切天使这一点。于是乎，我就是打上那个 Image Bank 里面，我打天使。Image Bank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加，有天使要全身，或者要半身，或者要横的、直的，什么都可以给他那个。就发觉，可是前提你不是要抄这些东西哦，你是去看它从天使的角度，它会怎么切，它会给你很多不同的图画比如说你要 man only，只有一个人，或者man in groups 或 whatever， 就是说基本上这些都是你去，常常我们会觉得观察是什么就是要站在那个地方看什么东西。不一定的，你观察的角度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自己习惯，我大概会给一个题目，因为我有非常多的书，如果是和我工作相关的，我会去收集非常大量的。比如说光是一个婚姻暴力好了，因为我必须我们的妇女团体有必须要针对这个议题。我们真的是加上我们有个团体，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料，就是从各种层面去切这个所谓婚姻暴力，在国外叫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那个家庭暴力，所以很多，因为现在网络真的很棒，你只要打上什么字它就会跑出一堆东西给你看。
看啊，就是说你那像我这个 observation， 我就打一个 observation， 那中间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某个学校的一个讲义就跑出来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所有你可以接触的，包括近身的观察。我现在因为他们我刚刚就讲说他们没有那个印列表机哈，所以我本来是要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份，就是这是一个所谓 social observation form， 是一个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一种所谓 behavior observation， 所谓社会观察的一个 form。那它是什么？它基本上它的前提，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议题，所以它需要知道说整个这一个区域里面的比如说社会的现象比如说有没有小孩，或者有没有所谓黑帮或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多所谓社会在社会学里面的要观察的议题嘛所以它就会给你一个 form， 那这个 form 呢就会假设你是一个观察者这是非常明确议题的观察者，你就会他要求你站在一个 crossroad， 就像我刚刚讲的像可口可乐一样，希望你给他一个即使在亚特兰大总部的可口可乐的人，他也不必到那现场，可是因为借这个很好的所谓视听的媒体的东西，他就可以像是在现场一样，他要你给他看什么。那这个 observation form 是比较倾向于社会科学用的他会告诉你这个以后我会请他们给你们每人一份，他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第一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街口你有没有看到警察然后他就会说他是警察一是在那个车子里面，二是骑着脚踏车，三是在走路的，就是没有做任何交通工具的，然后或者最后一个选项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警察这个类别就像说比如说随便再讲一个说你有没有看到有妓女在街头那 yes or no， 然后一直就是这一类的题目。当他在各个角落，比如说他要研究一个城市的，至少在这个上面看起来他，比如说还有都是和社会问题有关的比如说他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 homeless people， 就是叫做流浪汉，对，流浪汉。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叫流浪狗，不是对不起 ，drunk， 看错了。街友。是的，谢谢你。我每次说，就是瞎眼的，所有人说那叫盲人或者是什么的，对。那当然更过分的，我有时候说就是那和尚然后所有人说要说师傅，或者是说出家人，对不起，那当然现在大家都不会叫山地人都是原住民OK， 这叫政治正确。OK， 可是。谢谢。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就是社会学家会比较关心所谓社会问题的议题。那所以他的观察，如果是变成一个科学就是社会学是一个很久以来的一个科学。当他比如说他年代够久，他就会变出这样子的一个 form 来了。就像我刚刚讲说，所有人有经历，这是人类所以。当做一个人类他的有文明的人类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很珍贵的经验造就成我们人类会越来越好如果一个人排斥所谓经验的东西，那他等于是没有当做那个时点上那个人类他的优势，并没有得到那个优势。我刚刚顺便补充就是说，不只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是这样子累积经验的还有像日本人，因为是电通广告的话，电通广告一个 very talented 那个 graduate， 就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进到电通广告，他做 art
他做 designer， 他就会被给厚一本那个就是写说如果是一个全时就是半夜的广告，所有的 layout 的方式都已经被统计出来了怎么样是最有效的？所以你不必在一个 designer 自己坐在那边画。事实上，在20-30年前，一个非常棒的 art director 就曾经做过这个事。如果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来做，等于那些前面的人都摆过了那所以呢，包括 headline，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这样子一个百货公司的 headline 可能最有效的是什么，他都给你列出来了。所以你只能比他再想的棒一点，不要以为自己想的什么天大很伟大的事，因为以前很伟大的人都做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的 challenge， 我们被挑战的说可以想到比他们都好。那常常我们想到的东西，你会发觉原来人家都做过那现在呢，像很多比赛里面，就是所谓的广告比赛里面。很多人就是说都会骂那些评审说这个明明就是抄袭的，你要说是他想出来的。对，因为这些评审呢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说他没有真的涉猎到看到一个东西可以知道那是根本是抄袭的，或者可是也有当我们的 argument 就是我们的回答说这说不定他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很难讲。可是同样的一些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的如果要拍那个好的那个食品的广告，它还是一模一样的。所有人对那种垂涎欲滴的东西，就会想说，即使现在深更半夜，所以你们常常看到深更半夜有非常多的那种snack 的广告，因为他如果真的做得好，你绝对可以就是受不了，就下去 7-Eleven 买一个东西，因为在看电视。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定律或者是这也是所谓的观察，这不仅是说现场观察，还有说非常多的其他的所谓的资讯的累积 data bank 所以他这边有举例说媒体啦、艺术、消费市场、文化历史传播、人类学、政治学等等，畅销书、电影、流行网络等等不同的角度，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观察社会中所谓的主流或者是非主流的边缘现象，然后能够看出所谓现象的本身还有我们刚刚讲说观察之后还是要分析的就是分析呢是把它从所谓 face value， 就是表面上的那些感觉的很多东西，每一个人都看到的是一样的，可是经过分析以后可能是不一样的结果有些人看到那个价值，有些人看到说这个表示什么东西，有些人就看到说就是这样那可是现象本身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诠释这个现象的能力所以第二个就到了所谓分析这一点。那我今天是带了一个，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本来今天想讲女性议题女性的商品等，可是我觉得那个题目太大了我想说介绍一个举例说分析是怎么一回事那分析我觉得随便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所谓 trend observator or whatever， 就是他们就有那种公司还有或者是说个人，就非常多的所谓趋势分析家那日本美国、欧洲都有，各位应该能够耳熟能详，就叫做 popcorn 那个玉米花报告，不知道各位晓不晓得 ？OK， 玉米花报告是全世界的之一就是说对于人的行为的一个观察，然后一段时间他就会做一些包括出书等等的那这个玉米谢谢能量，谢谢，等一下我帮。这有录影等一下专门给
能养一份哈，谢谢。因为不关他的事啊，他被拉公差，可是很抱歉，因为他是唯一那个银氏男性在这边的学员，因为显认不了去哪里了哈。我刚才讲 ，OK，popcorn 大家晓得就是玉米花的意思嘛哈。那你们听过吗？爆米花，你们听过这个 popcorn report 吗？OK， 因为 popcorn 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那位小姐，我忘了她的 first name 是什么，就是这位小姐的一个公司啊，他们呢就是定期就会去观察一些东西，然后分析出来这些事情背后的意思。那这个某狗族呢也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这种观察的公司或者是工作室中间的一个哈，当然那个其实在欧美啊，还有在日本啊等等先进国家，它的广告公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他们的叫做应该是研究企划部。他们就会固定，像日本的2个大的广告公司，一个叫做电通，一个叫博报堂，他们是有固定要推出这样子，因为这是他们对他们现有的客户的一个 service 啊，就是说那他们那个分类很多，就只是比如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他们通通有分，而且他固定要做预测啊。前提就是说，我们刚刚就讲说，分析之后还有一个应用。那对一些特别对广告公司来讲，因为他的客户希望把握到的不是说现在的人在唱卡拉 OK， 他就觉得 OK 我就来卖，他绝对要比人家更前面，从这些现象看到了未来。所以像这2个大广告公司，他们都有所谓生活研究室哈，他们是定期要推出来。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要 service 他的客户；第二个很重要，他要抓新客户。如果你对你真的是一个卖鞋的，可是你事实上你的广告公司给你的资讯实在有限，你也不晓得未来人家会不会穿鞋啊，这些之类的东西，那他可能会去 approach 常常就是会问他们要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你们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 connection 的开始哈。那在电通曾经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女性研究室啊，那后来现在这个他们原来只是一个 division， 只是一个部门的一个女性研究室，现在已经发展成自己一个公司，专门去就是去观察女性的所有的 behavior change 啊，然后做出预估，就是趋势的就是说什么趋势的预测 ，OK， 那预测的之后，他们会有产生非常多的商品的，就是所谓原创的想法去进入这个就是做他们的一个提案的可能性啊。那所以在这些东西从观察开始。事实上呢，是有非常多的后续的东西，像这样子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去参观过这个女性的这个所谓的女性，她的名字我忘了，是非常女性化的一个工作室哈，所谓公司，因为越来越大，那她就会常常固定的做一些就等于所有的 research 都变成她的例行公事，她常常做的，我想各位都晓得 telephone。survey 就是打电话，这是最容易的，而且这是要累积量的东西啊，因为对很多客户来讲，量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量呢？因为在一个 telephone survey， 就是电话询问的时候呢，你不太可能跟人家谈价值判断或者你的信仰，他们可以谈很久的，多半都是不是我选第3个这一类的。所以它常常是当我们需要在量上面看到一些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还有他常常做的就所谓 central location research， 就是在一个定点一个 location， 他拿那个 questionnaire 就是问卷去调查，对，但多半的
是面对面，去有一点点时间稍微谈一下比较深一点，可是也不能因为多半他们都会找，比如说他们的一个什么那种商业大楼，就是那种办公，假如看他的对象，假如他是欧巴桑的话，他就要在市场里面找人哈。那他就会有一个问卷，然后差不多像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问卷也不是乱设计的，这是非常精密的科学那个就估算的出来的。然后他就会跟他谈他的，常常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是卫生棉的客户 assign 的这个 project 的话，可能他就要带一个卫生棉啊去跟人家谈。那当然很隐秘的东西，卫生棉可能就不太适当了，也许是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啊，不是说高风险的这种商品，然后他就会花一点时间去跟一个就他会问说，哎，小姐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花，比如说10分钟跟我谈这个事情？那愿意的话，他多半都会给一个小礼物啊等等的。这是一种。那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说，你即使站在哪一个地方，你是经过了估算啊，说这个所谓的误差比不会高，不会差很多。我们常常听到说所谓的那个投完票以后出来的一个调查啊之类的啊，就是它还是有算了一些误差的比嘛，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真正我们也晓得，其实你打完了所有的电话，你一定还是一个比例上的问题，除非你打2000多少万通电话，才会是完完全全的准确。所以当有误差比的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量也变成了一个参考值哈。那就谈到所谓的收视率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有意见啊。每次人家看到那个叫 Nielsen 公司就会说，你那个盒子是装在哪里？我家为什么永远没有人来装哈？你们一定是在操弄啊什么？就是这种问题是，那常常他们会说这是百分比啊什么，他们会固定算啊什么。可是再怎样讲说，对啊，那个盒子为什么没有钻到我家？所以你怎么可以代表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呢？哈，所以基本上在量的上面，事实上是都不能够完全合于每一个的意。所以真正像我们在做，实际上要去做运作、做这种表现的人呢，最珍贵的就是所谓的 focus group 的那个就是 focus group interview， 就是团体焦点团体啊。那焦点团体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人也是 challenge 说，你恰巧就找了这10个人，就变他们根本就是刚好是完全都办他的那个 group 一点都不一样。那基本上我们又会回说，好吧，那我们只能找到2300万个人来谈这个问题了。所以只要它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就有一些误差值的存在，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被 challenge。可是当它的内容，我觉得是我们这些工作者是真正可以考虑的。因为当你在拿一个电话跟被人家问说 yes or no 的时候，你那时候是非常，也许你正在照顾你的小孩随便打了，给他答得很不错了哈，那人是很善良的。可事实上，那个真实度到什么地方，或者那些 yes or no 能够展现多少的他心里在想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是非常珍惜，就是所谓 focus group interview。我们希望当他客户大，然后他够有钱的时候，他可能就做的代表性大一点啊，多做几场或者多深入的话题等等。可是理论上，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可以针对包括我们自己创作者想要知道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最恨那种就所谓的调查部门，就拿我们的广告去跟人家做 focus group 那 interview， 因为万一有一个人说很讨厌这个的时候，我们立刻觉得那一场根本就不具代表性，非常烂，这样没有鉴赏力。所以基本上我们喜欢的就是说，那个就会是觉得说是比较，就是即使他讨厌这个作品，我们也可以深度挖掘说到底哪里不喜欢等等，而不是说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子2个2分法。
那所以其实在一个因为我抱歉，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啊是一个广告公司的经验，所以我必须举例是广告公司。我觉得电视节目应该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可是好像很惨烈的，就是说电视节目是绝对不会用到这些步数的，就是那个制作人觉得觉得这样不错，然后因为他一共2个执行制作，那2个执行制作的那个经验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去看到的结果哈。那可是广告公司，因为它的挑战是说，你可能随时会 lose 掉这个客户，然后客户商品卖不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他的什么商品有问题或业务有问题，他觉得这个广告很烂这样子哈。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在广告公司做 focus group 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是说那你觉得这样怎么样？你为什么是会买那个卫生棉？当然常常也会让他们看那个卫生棉，说整个卫生棉的经验之外呢，我们还觉得说，他如果是谈完大家就走人啊，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通常多半是希望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说对这个卫生棉大概，比如说想要有3种 approach 给他甚至我们常常是用 TV show 给他比如说还是我刚刚随便讲了，说有一个天使有一个网或者有一个什么。让他在就这些东西，因为以后越来越接近我以后可能会表现的东西所以让他就这3个大概的方向去发挥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他的意见，然后从里面找到，说不定是这个。那我们最怕那个客户会说，那就1+2+3这样，那就等于是没有东西一样，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觉得说 ，OK， 也许很多人比较喜欢第2，然后就朝那个方向，这叫 pre-test 就是甚至我们有时候是广告影片的脚本都想好了，就会在上面做 pre-test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结论呢，再去做真正的发想的制作脚本或者文案或者整个，然后甚至我们会做 post-test， 就是说拍完了以后了，再请人家来看。如果有重大的觉得说看不懂彻底看不懂，可能有些客户会觉得说你要修改好，要给我通通，至少人家晓得我要传达什么，才会再进入真正的制作阶段。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分析我要讲到 Bobo 这个 Bobo 族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典型的，他们经过非常多的观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有一种人正在流行就是你我这种人正在流行它称为叫 Bobo 族。这个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谢谢。布尔乔亚跟哎呦，我正要继续讲，就是多希望你没有看过，因为我想问他们说为什么是 Bobo 那个 Bobo 族在那个定义上，它就是2个 BO 这个 bo 和这个 bo， 一个是布尔乔亚族像各位晓得布尔乔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风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那个怎么讲，有2种界定，就是好坏界定的至少在共产主义的前提上，觉得我们这一堆人都是所谓小资产阶级就是那种很不屑的那种人，就是这个掠夺那个所谓无产阶级的所有的成果然后我们还又嫌东嫌西这样子就是所谓布尔乔亚。可是就是这是一个俄国化大概就是说这种小资产阶级就是不是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意思那另外一个 bo 呢，就是波西米亚 Bohemian Bohemian 在国外是一个很浪漫的句子就是你要想说是穿着像那波西米亚，就是很像 Gypsy 那种感觉有一个声音，这个你看影片也就声了OK Bohemian 就是在很多那个情况下，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它就是那种
觉得会坐在山边，穿着长裙哈，然后跟很多人自由的交往，然后看着星光啊，然后会偶尔吟诗啊，这样子的人，在理论上这两组人是彻底不一样的人。是一个是非常标榜我要奋斗，我要赚钱哈，我至少要就是说怎么样衣食无虑。那另外一种人是我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觉得你看这个天空，即使是什么炸彗星，他也觉得那叫流星很美啊等等他不会想到那种所谓科技或等等的事。那可是这些人呢，就发觉说，其实现在有一股人正在主导着这个社会以前可能这两组人是完全无关的人现在他叫做新社会精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翻译者这样翻译的Anyway， 就是事实上这是一个主流的价值在形成那他觉得说，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通常当我们说什么族的时候，都会问说 ，OK， 他是多大年纪？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收入是多少？那是一种分法，他也有这样的分法，可是他比较着重在 lifestyle， 所谓生活的形式吧，就是说，基本上，当我们做分析的时候，有这两种一定要去 cover 到的，一种就是所谓 domestic， 就是所谓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数字包括sex 就是性别、年龄、income、occupation 什么职业等等，你们都晓得，就是那种也许每一年我们的主计处会发布一本很厚的，就是说现在台湾的人平均男的多少，女的多少等等，然后他们也会给你一些所谓 trend， 就是说不得了，现在小孩的那个生育率越来越低了等等，那他们也可以从那里面。可是他有没有想说，有没有我们要的是说 ，OK， 这现象叫做生育率越来越低了，可是它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意义，就是所谓价值或者就是说一个女生，你可以问我们很多女生，在场女生都会告诉你说，不一定要结婚可是比如说在10年或20年前，这是很荒谬的像我这么年纪，我自己小的时候觉得一个人50几了，简直这么女的，简直就是那种很老了。可是我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恶心但是基本上你问一个70岁的女生，她也会觉得她很像小孩。当她遇到一个她喜欢的男生呢，她100岁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她几岁的问题，所以demographic 上面它是怎么样子，而是他心境、他的生活方式他很多东西在决定他的一个 behavior 所以在一个前提中，我们要了解，我们至少要了解这些所谓人口统计学上的东西。可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去观察的，就是所谓 lifestyle 这种 lifestyle 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些 Bobo 族还有他的思想等等价值的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念一下他的那个就是 chapter 的每一个开始，你就知道什么我们这样子这种混血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第一个他就是OK， 所谓布尔乔亚的人呢，他是希望有。他的能力是，比如说至少他去 fight for 他的高学历、高收入那可是对于那个波西米亚人来讲，他是觉得说他是反这种机制的，反学历、反那个金钱的东西的。所以，可是像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可以是常常在做运动就是反所有的事情，可是他呢却是一个高阶的主管所以。No more 是说两个分的，也许以前的商人和现在商人都不一样林百里还是花很多钱买一个什么清朝的什么大的水缸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对不对？
所以他说，第一个高学历阶级的兴起，是表示那个波西米亚